好歹也是君家嫡女，下场竟如此凄惨。另一名家仆说罢，一脚将君时月踢下了万丈悬崖。月光下，滔滔河水卷着已经断息的少女，向圣灵宫奔流而去。启禀尊主，圣灵宫方圆数里已清理完毕，保证尊主今夜不会被打扰。今夜是尊主渡劫的日子，情节。无尽欲火是世间3大奇火之一，不会烧人身躯，却会迷人心神，最大限度催动某种不可描述的渴望。然而子夜时分，我操！他不是被人劈死了吗？堂堂21世纪特工，鼓舞天才啊！他穿越了，轩辕大陆、大周国、天越城。原主也叫君时月，天越城4大家族之一的君家嫡女，天生为灵根的废柴，性格懦弱，智商堪忧，受尽欺负。偏偏有一门好亲事，4大家族之楚家的独苗少主楚凌风，从小就与他定了亲。然而楚凌风并不喜欢他，反而与他的堂妹君飘飘情投意合。傍晚，2人合伙给他下了药，偷偷绑去青楼，想毁他清白。原主绝望之下，直接撞墙。这是干嘛呢？玩自焚？帅哥别怕，我很温柔的。说罢，饿狼一般扑了过去。老天给安排的美貌解药，岂有不用之理？烈焰之中无尽旖旎。好吧，他承认一开始的确是他先上的，可是后来他的药效已经解了，他却还是不肯放过他。物之焰族般正面反面翻来覆去，一遍一遍的索取摧残，直到天将破晓，火光才彻底熄灭。君时月瘫在神坛上，感受呀，无论如何，你帮了我的忙，我也付了你利息，我们就算扯平了。扯平？巧得真简单。谁？女人，我在你的丹田里。你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是东西。不要误导我说这种贬低自己的话。老子名唤血皇，是天外神兽，意外坠入这轩辕大陆，寄居在你的丹田里，这是你的荣幸。神兽？我怎么没看出来？具体的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赶紧逃！你是地势家，再不跑，等死翘翘啊！地势家？就是你刚刚睡的这个男人，圣灵宫之主。方才他在无尽欲火中渡劫，原本以他的心性修为，能在欲火中坚持住，天亮便可攻城。可谁知道你害他渡劫不成功，功亏一篑，等他醒过来逮住你会死得很惨。地势家，那是地势家，你知道他的修为有多恐怖吗？你知道他的性情有多傲娇诡异吗？整个轩辕大陆没人敢碰他一下，可你居然把他给睡了呀！所以趁着他没醒，请迈开你的腿，赶紧跑啊！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君时月已经开始跑了。他用的是前世就炼成的神行天风步，可以隐匿气息，瞬间移动。反正昨夜地势家并没有看到他的容颜，他也没留下任何线索，他就不信他还真能抓到他不成。恭喜尊！鲁子尚未出口，一股强大的灵力突然横扫过来。哇！刚刚要恭喜本座什么？尊主，我，你如何？尊主，属下愿以性命发誓，昨夜绝对没有外人闯入。哦，如此说来，昨夜的女子是出自圣灵宫内部了。女子？昨夜那种情况，难道说尊主跟人家那个了？尊主，您拍死我吧！你的命暂且留着，将那个女人找出来，本座要亲手弄死她。圣灵宫内竟然藏有女子，此人定是女扮男装，才逃过之前的排查。给我查，脱了裤子，挨个的查。护法大人，之前就是这样查的，的确都是男的。不可能，本护法的结界不会出问题。这你丫到底是谁呀？我按死你了！有人在背后骂我。君时月，你居然还活着！好，听你的意思，好似我应该已死才对。难道是你偷偷对我下过毒手，却没想到我能活过来？别胡说，你个废物，本小姐连看都懒得看你一眼，为什么要害你啊？莫不是你看上了楚少主，但他却是我的未婚夫，所以你才想除掉我，自己好有机会嫁给他。你给我闭嘴！情绪失控，尖叫着扑了过来，而下一秒，冒着热气的汤面已经连汤带水的飞到了他眼前。你怎么如此冒失？好端端的泼什么面条？林峰哥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来楚凌风对君飘飘也不见得有几分真心，如此薄情寡恩，简直是渣男中的战斗机啊！好了，不过一点小事儿，都不要再吵了。君时月，我一大早出门，就因听说你昨晚夜不归宿，想去君家问个清楚。楚少主，我去了哪里，跟你有关系吗？如此说来，你是承认自己彻夜未归了？
是又如何？我楚家是名门望族，地位崇高，要娶的必须是清白女子。别忘了，我们还有婚约。哦，如此说来，能当你楚家的未婚妻，是件很幸福的事喽。那若有人欺负你楚家的未婚妻，又当如何？自然要加倍教训回去。楚少主刚刚也说了，我还是你楚家的未婚妻，不可容人欺凌，而他却对我又打又骂又泼面汤的。若叫外人看去，只会觉得楚家无能，连未婚妻都保护不了。楚少主可还记得，元宵节那夜，你在城外北山上做了什么？此言一出，楚林峰如同五雷轰顶，脸色骤然大变。说来也是巧合，元宵节那天，原主被君飘飘逼着去北山采药，眼看着楚林峰与一群蒙面人交易，贩卖人的灵根。在轩辕大陆，贩卖灵根是死罪。转身扬手就是一个耳光，狠狠地扇在了君飘飘脸上。君飘飘手在未及，被打得一个跟头摔了出去。她既是本少的未婚妻，自然不能任人欺凌。你看，我已经替你教训她了，保证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那个，时间不早了，你要回家吗？我派人送你。帮我踢下板凳，谢谢。突然，一道金光从圣殿中射出，准确地击中了辉夜脚下的板凳。救命！救救我！辉夜挣扎了半天，终于咔嚓一声，树枝折断，整个人也随之跌落在地。戏奏够了，就随本座去天悦城。啊，尊主要去天悦城？他在哪里？辉夜一愣，骤然明白过来，尊主法力无边，那个女人既然跟他有了肌肤之情，身上必然会残留他的灵犀，数日不散。而尊主当时命令他去找人，也不过是愤恨之下随口一说罢了，原本也没指望他能找到。好的，好的，属下对天悦城十分熟悉，这就为尊主引路。天悦城西山脚下，君姑娘，好久不见了，今日桃花美酒，供你一杯如何？云公子，原主记忆中有这个人，云千蓝，云家二公子。云家乃天悦城4大世家之首，相传云千蓝几年前就已臻7品境界。一个雨夜，原主生了大病，无人照管，只能拖着高烧的身子自己出门买药，结果昏倒在半途。恰好云千蓝的马车经过，将他带到医馆，让大夫诊治，才捡回了一条命。虽然只有这点过往，却足以让原主终生铭记。云千蓝几乎是唯一曾对他好的人。那么既然是好朋友，你这叫我云公子，也太生疏了吧？这不然该叫什么？云千蓝微微一笑，论辈分，我也算是你的兄长，或许你可以直接称呼我为千蓝哥哥。千蓝哥哥跟那木山儿一个叫法，太肉麻了好吧？不如我叫你云兄吧，简单又顺口。也好。两道人影正暗中观察。尊主，那白衣少女就是她吗？帝释迦没有开口。尊主，依属下看，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帝释迦沉意一声。尊主，您想如何处置他？一掌拍死，就太便宜他了。帝释迦的眸光微微一转，落在云千蓝身上。辉夜心有领会，此人就交给属下来处理。说罢，黑袖一扬，3枚暗器锐啸而出，直袭云千蓝。云兄小心！云千蓝身形一晃，毫不犹豫地飞身追上。辉夜的目的本就是引开他，眨眼间，两人便奔到了数里之外，留下君十月一个人在原地等待。而此时，帝释迦的眸光幽深莫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似是一时兴起。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姿形貌已然发生变幻。妖艳如血的夜帝长袍变成了白衣翩翩，正是云千蓝的模样。龙氏没想好该如何处置他，便先以这个人的身份接近一看吧。这么快就回来了？眼神又冷又深，识海里血皇神兽也打了个哆嗦。我的妈呀，这眼神可真恐怖，吓死宝宝了。那个，云兄，你没啥事吧？谁许你叫这么亲切？这是搞什么啊？叫云兄很亲切吗？你刚刚还让我叫你千蓝哥哥呢。好吧，云公子，刚刚是谁偷袭你？你没受伤疼吗？怎么，你很关心我？我们是朋友，我关心你一下，不正常吗？只是朋友？帝释迦盯着他的眼睛，阴森森的反问。当然啊，只是朋友。我靠，这云公子怕不是中邪了吧？气质大变，说话莫名其妙的。那个，我看好像要下雨了，今天怕是抓不到九色鸟了，我就先回家了啊，再见。站住！咋？你还有事吗？留下来，陪我赏月。帝释迦冷冷吐出几个字，不是邀请，而是命令。赏月？君十月满脸问号，一滴雨珠突然砸落了下来，真下雨了。哎呀，下大雨了！你看咱们都没带伞，还是赶紧回家吧。话音未落，却见男人凭空伸出手，
掌中皓光一闪，已出现一把奢华精致的伞。过来，你很怕我？有点。既然怕，就乖乖听话。过来。那一刻，他严重怀疑林千兰八成是被什么妖邪附体了，而且还是他惹不起的妖邪。既然惹不起，就不能明着违抗他，只能先顺着对方意思再做观察。然而下一秒，他竟明显发觉头顶漂亮的伞大幅度地向自己这边倾斜了过来，挡住了飞溅的雨丝。两人共撑一把伞，他却没有举在正中间，而是往他这边倾斜的。军师月突然有些感动，心里蓦地涌起一股暖意来。从来没有人这样呵护过他，那是一种被人格外珍惜的温暖。雨雾如画，勾勒出两人迷蒙的剪影。无边夜雨中，他静静地为他撑着伞。那一刻，军师月陷入了怔忡。前世他一直孤零零的风里来雨里去，如今第一次体会到被人护在身前伞下的滋味。眸女内心百感交集，所有的忌惮和恐惧都随之烟消云散了。如此善良体贴，不是云公子还能是谁啊？军师月瞬间觉得自己之前多虑了，哪有什么妖邪附体啊？想必是云千兰在林中遇到了麻烦，心情不好才会神态异常。走吧。男人磁性的嗓音在耳边响起，军师月竟骤然感到心跳漏了一拍。夜雨潇潇，氤氲起某种暧昧气氛。伞下的两人沿着河岸缓缓而行，这么近的距离，彼此的衣袂在夜风中飘舞着，摩擦着。军师月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不禁莫名的紧张起来。云公子，你这样对我有意思吗？话音未落，毕世家捏着他下颚的手倏然一抬，俯身就狠狠吻下。那动作很粗暴，该死的女人居然认不出他来。今日他完全没有掩饰自己的气息，他却还是认不出来，对他的气息全然无感，是从未将他放在心上吗？他是不是忘记自己睡过他了？满脑子只有那云公子。突如其来的变故，军师月惊呆了。俊雅高冷的白衣公子突然做出这种禽兽行为，某女只觉得天雷滚滚，莫名其妙。帝释家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按住他的手腕，将人亲身压在榻上，吻得更深了。军师月彻底震惊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已被男人压在榻上肆虐。狠厉的吻带着摄人的气势，凡人的修为太可怕了，两人的修为的绝对差距让他连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手臂却还撑在他身体两侧，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身下的少女。他的眼神邪命而黑暗，温雅的外表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乱人心神的邪肆魅惑。放开我！你他妈疯了吗？那个大哥，我的意思是，咱有话好好说，不要乱来。你到底怎么了？我说过，别再叫我云公子，这个名字我不想听。但那就是他的名字呀，他自己的名字他却不想听，这不是有病吗？一个称呼而已，就算你不喜欢，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你到底想做什么？哼，我想做什么，你能阻止吗？云公子，对不住了。猛然挥手一扬，一片浓白烟雾对着男人的脸喷洒而去。你好大的胆子，敢对我用这种东西！我也是一时情急。你说实话，你今天是不是被人下了催情药？你想多了，是你先惹我生气，我不过给你点教训而已。一道金色的灵犀窜入他的眉间。这是啊，护身灵咒，有了它，以后谁也不能再碰你，一下都不行。准确的说，是除了他之外，谁也不能再碰。我靠，那我不是变成刺猬了？你凭啥给我设这种东西啊？你这样我以后还怎么嫁人？你还想嫁人？当然啊，以后若是遇到相爱的男子，为何不嫁？我们只是朋友，你没权利如此限制我。快解开！不可能，想嫁人，你在做梦。军师心念一动，镜中缓缓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子。那是一张美到惊心动魄的脸，脑海不自觉中闪过那一夜的摧残。终于想起本座了。军师月顿时吓得跳起来。你怎么会说话啊？意外吗？帝释家透过镜面与他慵懒的对视，声线邪魅磁性。哼，只要本座想，没什么是做不出来的。军师月已经目瞪口呆，大脑都快宕机了。为什么别人在镜子里都只是一张画像般的容颜，这个男人却会动，还能跟他对话呀？害怕了？你对本座做的那种事，现在才害怕？晚了。你怎么知道是我？你化成灰，本座都认得。那你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哼，比起这些问题，你更该关心自己的性命吧。那个帅哥，那晚的事情纯属意外，你就全当什么都没发生，赶紧翻篇吧哈。何况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再追究也没用啊。谁说没用？本座可是准备将你生吞活剥，以此泄愤的。哎，不对呀！如果大魔头帝释迦真的找到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走大门进来，反而从镜子里吓唬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你还笑得出来？你给我闭嘴！我刚刚反应不及，居然被你给骗了。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帝释迦。此魔镜与我心意相通，能展现我内心所想之人。换而言之，你不过是我幻想出来的假象罢了。还在这吓唬我！说罢，还伸出手在帝释迦额头上作死的弹了弹。死女人，竟敢对本座无礼！我就无礼了，你能怎么的？你是因我的意念而生，只要我改变心意，你就得滚蛋。居时月说罢，便闭目凝神。根据这魔镜的原理，魔镜是受他心念控制的，只要他将帝释迦逐出意念，他的脸自然会从镜中消失。还要自欺欺人吗？我靠！说好的镜中影像会随他心思改变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魔镜出 bug 了？死女人，你在做什么？我在检查这魔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突然死机，一直卡在你的页面？住手！晃得本座头晕。怎么还在？本座其实是帝释迦留在镜中的一点灵石，带着他的意念，自然能与你说话。帝释迦的灵石？为什么他的灵石会留在我的魔镜里？这面魔镜曾经属于他，后来被他送给了别人。你可知晓，他触碰过的一切东西，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触碰痕迹？这位灵石，请问你现在跟帝释迦本尊还能联系上吗？我的意思是，你已经找到我了，他能因此知道我在这里不？暂时还不知道，以后就说不定了。既然你只是一道灵石，那要怎样才能将你抹杀？哼，你故意激怒本座，可知后果？若是帝释迦本尊来了，老娘还会惧怕3分。但你并不是他，你只是一个除了动嘴什么都做不了的灵石，跟我丹田里的二哈有一拼，老娘会怕你吗？血皇神兽在丹田中暴走。老子不是二哈！死女人，本座迟早要将你……砰的一声，他的话刚说到一半，突然有一床棉被凌空盖了过来，将整面魔镜连同他的脸都盖了个严严实实。眼不见心不烦，这回可算清静多了。早睡早起，明天还得修炼呢。夜深了，更阑人静，罩住那铜镜的棉被随着时间流逝，悄无声息地滑落下来，盘旋中化为一道魅惑众生的人影。他一步一步走到床榻边，仿佛要掐死他。然而下一秒，他的手腕终究一转，纸被从他脸颊上慢慢的、轻轻的划过。少女睡得很香，身子却是蜷缩着的，看上去小小的一团，好像很没有安全感。他垂眸凝住着她，很久很久，最后面无表情的抬手帮她掖了掖被子。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君时月独自住在西风堂，君家似乎彻底遗忘了他的存在，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倒也过得自在。唯一不爽的就是镜子里帝释迦的灵石，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讽刺他、威胁他、恐吓他，反正没说过一句好话，态度自然是特别傲娇、邪肆又霸道。这面魔镜已经被他彻底占据了，已经无法再显现别人，永远都是他的脸。如此打扮粗陋了，男人都比你精致。若是不会梳头，本座可以教你。哼，论发型，我的确比不过你。你个妖孽，长得好看也就罢了，还死命的打扮，能不能给别人留条活路啊？是吗？你也觉得本座好看？我又不瞎。你若有本座一半美貌，本座心里也能平衡些。不是我说你，你有的时候吧，跟我家二哈真的很像，都无比狂妄，自大的要命。血皇神兽在识海里暴走。说过多少次了，老子不是二哈，不是！不要拿本座与他相比。咋的？跟老子比还委屈点了？老子好歹是神兽，而你只是一道灵石，连兽都算不上。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有一道金光从镜中射出，笔直的射入君时月丹田。血皇神兽好像被人猛地捂住了嘴，顿时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人说话的时候，低等动物不要插嘴。你是人吗？你根本就不是人，好不好？二小姐，今日是家主的寿宴，夫人让小的带你过去。好，你先回去吧，我收拾一下，稍后就到。血皇忍不住开口：什么情况啊？过去的宴会都是你想去也不让你去的，今天怎么还上杆子来请你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君时月刚走到西风堂门口，今天的云千蓝好像和之前不大一样了。哎，你呆呆的杵在这儿干嘛呢？君家主的寿宴尚未开席，我闲来无事，沿着竹林小径
无意间便走到了这里。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呀？什么？没什么。精神分裂是一种病，可他却不会治。既然帮不上忙，又何必多言？也好，只是寿宴上的人多势杂，你第一次参加，还是小心谨慎些为好。我知道了，多谢云公子。云公子3个字，他特意加重了语气。然而今日云千蓝却没有什么反应。实锤了，云千蓝就是精神分裂。君时月与云千蓝一起踏入宴堂时，其他人大都已经落座，他的席位倒也算上位了，地理位置十分显眼，左邻楚凌风，右邻穆天霸。寿宴很快开始了。嘿，君妹妹，这肥肉能丰体养颜，你这么瘦，可以多吃点儿。穆天霸凑了过来，视线瞄着他的胸部。君时月还没做出反应，一旁的楚凌风也忍不住了。穆天霸，你他妈干什么？在他的意识里，他还没有同意退婚，君时月就还是他的未婚妻。我与君妹妹说话呢，没你小子的事儿，插什么嘴呀？哼，本少主就是看不惯你令人作呕的行径，影响食欲。哈哈，对了，听说你前日被君妹妹拒婚了，那是脸丢大发了，心情不好，才故意来跟我找茬的吧？本少主的婚约关你屁事儿！我就是看你不爽，穆家千年世家，怎么出了你这个败类？今天是鄙人的寿宴，几位就别再为一些不值得的小事争执了。来，喝酒喝酒。君家主，今日既然大家都在场，老夫也想问问，咱们两家的婚约到底还作不作数？既然君时月这丫头不同意，不如就……这桩婚约乃是家父与君老家主定下的，当年2个孩子还未出生，就已经指腹为婚，若是反悔，岂不等于违背祖宗？楚兄放心，我们君家也没有要悔婚的意思。好，有君家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君时月冷笑一声，也不开口。君时月不理睬楚家父子，兀自伸手去拿酒杯。对面的穆山儿因为那杯酒上留有他设下的媚术。你别碰那个酒杯。为什么？那杯上布置的灵力是春情月，只要沾到就中招了。春情月，那是什么东西啊？是一种经过特殊修炼凝聚出来的下三滥灵力，催情效果极强。你有呢？下一秒你可能已经开始当众脱衣服。雪皇生怕君时月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又补充道：传闻当初大周皇帝的宴会上，有一位妃子就中了春情月，结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脱了个精光，还自顾自地摆出各种不堪的姿势。哎呦，拦都拦不住，惹得龙颜大怒，最后被处死了。原来这就是穆夫人让他来参宴的目的啊！只是这种手段也真够下作啊！穆山儿死死盯着君时月，只见君时月神色一变，终于恢复如常，淡然拿起了酒杯。君时月将是整个天月城的笑柄，如此放浪不堪的女人，云千蓝也将嗤之以鼻，不会再有丝毫喜欢了。君时月考虑刹那，手指一动，春情月的灵力如数从神界中射出，笔直地射向了主位上的穆夫人。今日的局，穆夫人脱不了干系。穆夫人毫无防备，穆山儿只告诉他如何安排君时月的座位，剩余的计划却不肯仔细跟他说，只是说让他放心，等着看君时月当众出丑就好。这时，楚凌风端着酒壶走过来敬酒了。穆夫人捕捉到了这近在咫尺的、充满了年轻和力量的男子气息，顿时如同久旱逢甘露啊！祝君伯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也祝穆夫人……话还没说完，穆夫人突然站了起来，身子前倾，一把就握住了他的手。楚凌风瞬间石化了，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这是干啥呀？穆夫人拉着楚凌风连连娇喘，上半身已经越过桌案向前凑了过去，红唇拼命地嘟起来，去亲楚凌风的嘴。楚凌风一脸懵逼，连躲避都忘了，整个人就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穆山儿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一个可怕的猜测出现在了脑海里。穆夫人这种表现，分明是中了春情愿啊！这怎么可能啊？中招的应该是君时月，才对啊！混账！一掌轰向了楚凌风，楚凌风早已呆若木鸡，丧失了反应的能力。这一下被君洛海拍了个正着，闷哼一声，整个人都飞了起来。谁知穆夫人抓他抓得太紧了，紧跟着楚凌风一起呼啦啦的飞了出去，咕咚的一声，面对面的摔在了厅堂正中央的空地上。女上男下，这一摔不要紧啊，穆夫人终于是如愿以偿，严丝合缝的亲上了楚凌风的嘴啊！楚凌风白眼一翻，竟昏死了过去。我去，这春情愿也太给力了吧！荡妇，放开我儿子！穆夫人闷哼一声，衣不蔽体的跌了出去，然后才不甘心的昏了过去。
穆少主见多识广，可有看出穆夫人被害的门道？顾慕仲的根本就不是迷药，而是媚术。穆山儿更像是被雷劈了一样，他差点忘了，他这个混账哥哥不仅了解春情院，而且还明白其中的道理，也知道该如何找出施术者。穆山儿惶恐的神态，君时月尽收眼底。众人正心有余悸，却见穆山儿突然喷出一大口鲜血，昏倒在了桌案上。云千古忽然开口：“君家主此举恐怕不妥，在座的都是贵客，让大夫当众验身，实在不合理解。何况楚家之人已经离开，只查验剩余的人也不公平。云家主说的是，那此事我回头再调查吧。”云千古回到家，就将弟弟叫进了书房里。千兰，你是不是喜欢君家那丫头？喜欢这个词太重了，我对她只是好奇而已。她不是个好姑娘，你必须离她远一点。你可知我方才为何要阻止君陆海给众人验身？哼，席间我看得清清楚楚，分明是君时月将春情院的灵力射向了穆夫人。那丫头生得白净脱俗，想不到竟会修炼如此下作的法术，还用她当众陷害主母。这等人品作风，实在令人不齿。我看出你待她不同寻常，十分爱护。若是君陆海真的当众查验，将她揪了出来，我担心你会一时糊涂，为了护着她而与君家产生争执，方才出言阻止。君时月没有灵根，所以不是他。就算除去这一点，我也相信他。他不会去修炼所谓的媚术。但我分明看到他将一道灵力射向了穆夫人。当时那种情况，他不转嫁于穆夫人，又该转嫁给谁呢？君家以往的宴会从来不让君时月出席，今天显然是故意为之，让他坐在楚林峰和穆天霸中间，摆明着就是要给他找麻烦。这样的安排，穆夫人脱不了干系。身为一家主母，竟然对一个女孩百般算计，穆夫人才是真正的令人不齿。罢了罢了，我说不过你。话说回来了，你打算如何处理镜子里那个第10家的灵石啊？老子已经快受不了他了，自从他出现，老子天天做噩梦，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我也是，要不今晚我找个地方挖个坑，把魔镜连同他一起埋了。入夜，你要带本座去哪里？去找一个没人的小树林，然后……你倒是会玩，但本座只是一道灵石，没有身体，无法与你欢爱。要不，本座试着召唤第10家本尊过来。你在说什么骚话？我带你去小树林，不是为了做那种事。那你是要做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挖一个18米深的大坑，把这个妖孽彻底埋在地层深处，让他永远也看不见天日。哇，好烦呐！这回老子总算能睡个好觉了。你会后悔，埋了他，你会后悔。小兔崽子，你到底是谁啊？在这胡说什么啊？我是君独幽。哦，原来他就是君家旁系一脉那个小怪物呀！先天心脉残缺，大夫说他活不过16岁。君家家大业大，除了嫡系外，还有很多旁系分支，有些暂居在外，有些则和嫡系一起住在君家主府。但旁系子女没有任何权利，地位跟家仆差不多，甚至还要跟着一起干粗活。雪皇这样一说，君时月也想起来了。你刚刚说我会后悔，是什么意思啊？我不过买点东西，有什么好后悔的？你很快就会知道了，你会发现你在作死。你的病，姐姐我或许能治哦。是的，你的确能治。因为要治我的病，其实很简单，只要饮下无灵之血，就是天生没有灵根的人身上的血。讲真，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啊！要喝多少才能治好你的病？当然，如果你嫌放血入碗太麻烦的话，和直接进你脖子上喝，也是可以的。好吧，如果真能救你一条小命，姐姐我放一碗血，倒也不是不可以。是每天1碗，喝一辈子。你说什么啊？我原本活不过16岁，但若每天能喝姐姐1碗血，我就能继续活下去。那你还是去死吧。尊主，发生什么事了？还不是那个女人，竟敢将本座活埋。小米，辉夜彻底愣了，表情都凝固在脸上。啊，他的耳朵不是坏掉了吧？他听见了什么？那个小丫头活埋尊主？本座在送给她的魔镜里留下一道灵石，这些天屡次对灵石不敬也就罢了，方才居然挖了个大坑，将魔镜连同本座的灵石一并掩埋，还建成坟墓模样。第10家语调极低，又能杀死人的语气，沉声说道：“你说，本座是不是对他太纵容了？”尊主，属下这就派人去把他抓过来，任凭尊主处置。不必了，本座亲自去，听他如何解释忏悔，再亲手了结了他的性命。尊主，今夜是新月，此时就快到了，
你万不可以动用员工，还是等到明天再。哼，处理他何须动用员工？红帐猛地一飘，里面的人已消失不见。辉夜跪在空荡荡的大殿上，捏了一把冷汗啊！丫头，这回你是真的死定了。云千兰，这显然又是他的变态人格。你怎么来了？有啥事吗？想来就来，需要理由？那面魔镜呢？什么？魔镜丢了，估计是有人看它太值钱，所以偷走了。我这也正着急呢，心疼的不行，不知道该去哪里才能把它找回来。哎，真是不乖呀！魔镜又重新出现在桌子上，腰上忽然一紧。我告诉过你，这面魔镜不许扔，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一只手沿着他的腰际，慢慢滑到了他身前心脏的位置。你这颗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这家伙居然堂而皇之的将手放在他的，这他根本就是在说啊！还一副很正经又神秘兮兮、阴质摄人的样子。我去你大爷！军师月气急了，不知哪里来了力气，突然一把就推开了他。云千兰，请你自重。为了让云千兰彻底死心远离他，他心思一动，冷冷地说道：“实不相瞒，我已经有过一个男人了，我跟他有了肌肤之亲，所以请你放尊重一点，别再来纠缠我。”帝释迦眸光一动，虽然明知道他话中所指的就是他自己，却还是问了出来：“是谁？”一个你惹不起的人。他容貌俊美，修为绝世，是这世上最好看、最了不起的男人。我不仅主动睡了他，还打算一辈子为他守着清白。除了他之外，我不能容许任何人再碰我。而你的行为早已触犯了我的底线，如果他知道了，也不会放过你的。一句句话像誓言一般掷地有声地砸落下来。这个该死的小东西，这些天在他灵石面前都装得不为所动，想不到实际上早已为他沦心献情了，还在人前如此拼命赞美他，说他容貌俊美，修为绝世，更重要的是，他还懂得为他守身如玉。他说除了他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这些话都像蜜糖一样，在男人的心尖上蓦然融化。帝释迦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你说的都是真的？军师月气得不行，心想既然拉了帝释迦那个魔鬼当挡箭牌，索性把话编得再死一点。当然了，云千兰，你难道没发现吗？我一直都在极力疏远你，若不是你曾救过我的命，我根本连看都不想看你一眼，因为我早已心有所属，我的心已经被那个男人全部占满了，再也容不下别人，我这辈子都只会有他一个男人，直到死也不改变。他说完这段话，世界就陷入了寂静。一双手臂忽然从身后将他拥住，抱在了怀里。天哪，这根本不是云千兰的衣袖。哼，本座终于听到你的真心话了。你男鬼啊！我勒个去啊！为什么帝释迦会突然出现啊？这次不是灵石，不是幻觉，而是他真的来了。他抓住他了。军师月几乎崩溃，大脑陷入一片混乱，过往片段从脑海里哗啦啦翻过，从头想想这些天的事情，他猛然明白了。天！帝释迦一直在冒充云千兰啊！军师月挣扎着想要逃开，却被男人牢牢地圈在怀里。你为什么要冒充云千兰？这不是闲的吗？不过一时兴起，以此查看你的真实想法，未曾想你对本座用情如此之深。薄唇牵着魅惑的弧度，他垂手贴近他，耳鬓厮磨的低语。军师月咧了咧嘴角，他想说他刚刚说的话都是假的。帅哥，我真没想到是你啊！叫什么帅哥？本座的名字你不知晓吗？帝释迦在他耳畔低声呢喃，暗哑的笑声透着某种致命的磁性。他的头埋得很低，似乎还在沿着他的脖颈缓缓清秀。帝释迦，再叫一声。帝释迦，再叫。你到底想怎么样？军师月几乎崩溃，白皙的脸蛋布满了绯红，内心已经抓狂了。要杀要剐，能不能给个痛快啊？别怕，本座不杀你了。本座要将你带回圣灵宫，用来暖床。到时候你再敢不听话，本座就直接将你弄死在床上。军师月的脑袋里轰的一声，简直是要炸开了。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我不要。为什么不要？男人沙哑的笑着，温热的气息扑洒在他的耳窝里，温柔的令人心悸。不是说这辈子只对本座好吗？军师月浑身都在颤栗，他的声调和语气简直是让他骨头都麻掉了。可他刚刚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吗？他脑袋里一乱，也记不清了。当时只当他是云千兰，为了拒绝他而编了一大堆谎话。怎么，给本座暖床让你很为难？没有。
这男人正在兴头上，以他喜怒无常的性情，他可不敢直接泼冷水。心头一乱，决定曲线救国。其实我是怕我会做的不好，惹你生气。无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调教。君时月都惊呆了，他现在不仅想哭，简直连死的心都有了。双脚忽然离开地面，帝释迦已将他打横抱了起来。本座带你回去。等等，你还有什么话说？那个，我知道你这样对我是在为那晚我打扰你渡劫的事情生气。其实除了暖床，我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弥补你。哦，我可以把我最重要的东西送给你。本座对身外之物没兴趣。不是身外之物，是我的心。明明是一句很荒谬的话，也明明知道他是在搞鬼把戏，但是不知为何，那一瞬间，帝释迦竟鬼使神差的产生了好奇。你的心给本座？哼，如何给？君时月微微一笑，你看好了哦。他伸出另一只手，指尖沾满了一叶草碾碎的粉末，凭空画了一个心形。奇异的是，随着他的动作，空中居然真的出现了一个心形光环，闪烁着七彩星光，美轮美奂地浮动在男人眼前，散发出一阵奇异的馨香。帝释迦眯起眼眸，下一秒手肘间竟突然一轻，此心送你，我们恩怨两清，拜拜喽！笑声如残影，在静夜中越拉越远。帝释迦眸光一动，猛然闭目凝神，再睁眼时，房间里君时月已经没了踪影，唯有空气中残留着的某种草叶的异香。哼，原来如此。他竟然中了这小东西的算计。此草叶有毒，修为到了他这种级别的人，灵力足以充盈气海，任何有毒气体都无法通过呼吸进入。但他今天用的毒不是用来吸的，一叶草的毒是用来看的。看见他用一叶草粉末画出心的那一刻，他就中毒了，产生了幻觉。虽然不过片刻他就解开了此毒，但就在他入幻的刹那，他已有了脱身之机。若是换成别人，或许不会得手，但是面对他太专注了，所以才未能及时察觉。小东西，以为这样就能逃得掉吗？今夜你逃不了。君时月出门就选了一个方向狂奔，他试着调用了一下灵力，血皇又像死的一样毫无反应，显然又是被帝释迦不知何时弄昏了。远处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卓林峰曾答应今夜交货，如今你却空手而来，失信于阿修罗国，也要付出代价。代价，老夫已经带来了，劳烦各位看看够不够数。这里是10万两黄金，也算是老夫的一点心意，还望各位能网开一面，放过犬子，以后大家桥归桥，路归路，互不相犯。楚雄的声音有一点颤抖。楚林峰今日醒来后，头晕乏力，难以行走，万不得已之下，才跟他坦白了自己与阿修罗国的交易，为得到阿修罗国的秘制药酒提升修为，而为他们提供灵根的事。等一下，有人偷看！糟糕，君时月暗叫不妙，他被发现了。啥？下一秒，砰的一声，那五人的身体竟突然爆裂成无数碎片。狂风突然吹动整座山林，映照出一道妖华倾世的绯红人影，一步一步朝他走来。冷冽的眸底逐渐酿出魅惑的笑意。所谓杀人不眨眼，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君时月回过神来，双足一滑，就要施展神行天风步逃离现场。然而下一秒，他已被某人搂住腰，勾进了怀里。小东西，吓坏了吧？君时月张口，却不知该如何回答，最后竟强行吐出了一句无比尴尬的话：多谢壮士相救。还想逃吗？帝释迦低低的笑着，声如呢喃，竟是顺势在他耳垂上轻轻咬了一下。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本座在水月神界内也留下一道灵犀，此生任你逃到天涯海角，本座也找得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那晚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就是鬼迷心窍，身不由己，才会一不小心将你扑倒。知道错就该主动接受惩罚，跟本座回去。我不想去。乖，别惹本座生气。他的声音沉了一度，沙哑的几乎模糊，长指捏住他的下颚，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一吻，深眸在长长的睫羽下漾出蛊惑潋滟的光。那举动很亲昵，却又肆意而轻佻，仿佛他只是属于他的一件物品，可以任他随意摆弄。帝释迦，你一个修为没品的，怎么好意思对我这个废柴下手？你非要抓我走，这简直就是强抢民女。是又如何？别忘了，本座是魔教之主，是坏人，坏人做这种事，不是很正常吗？
军十月一口老血哽在心头，就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此时此刻，他已经没办法了。他不是帝释迦的对手，论修为，他没有还手之力；而论身法，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到他，他的速度绝对不比神行天风步慢，甚至可能更快。他逃不掉了，他会被他抓回去，承受他惨无人道的凌虐，直至死。军十月很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帝释迦的身子竟忽然震了一下，他蓦地伸手扶住额头，眉心痛苦的一蹙，仿佛在极力压抑着什么。军十月始料未及，惊呆了。你怎么了？今夜是本座的反噬之日，不该动用元功，但本座方才为了救你，别无选择。话还没说完，他突然身子一沉，军十月支撑不住他的重量，直接被他压倒在地。墨烟般的黑暗邪气再次从他身上散发了出来，帝释迦眸色翻涌，随着他的动作，瞬间形成一个明光圣耀的玄妙法阵，压下了体内蠢蠢欲动的至邪魔气。再张开双眸，帝释迦的眸底已经恢复了平静幽邃，他体内的魔气每逢新月之夜就会苏醒，他会避免在这段期间动用元功，因为内力的扰动会给魔气反噬之机，影响他的心神。方才在北山上，魔气的躁动的确让他有了刹那的眩晕。他原本可以立刻将魔气封印住，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发现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他似乎对军十月很感兴趣。为了验证此事，也出于对他反应的一时好奇，他竟鬼使神差地冒了一回险，继续昏迷。而军十月也果然很合他心意，非但没有趁机逃跑，还傻傻地费力将他带走，用心照料。更让帝释迦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存在居然能吸引并影响他体内的魔气，让他自己平息下来，重新回到沉眠状态。这小东西真的带给他太多惊喜了，光是助他平复魔气这一条，就足以让他一辈子都把他求在身边。而且他居然还会医术，他将3根指头搭在他脉搏上的动作是十分熟练的。他也听到了他问店家哪里有药铺，等下他就会带药回来，亲手熬好喂给他喝。他其实并不需要喝药，但既然是他喂的，无非是疏通气血一类的药物，喝来滋补一下也不错。帝释迦若有所思地重新躺好，合上眼眸，等着享受他的服侍和照顾。军十月连连打着哈欠，端着药汤回到客房。这一宿可把老娘折腾死了，你更是睡得安稳啊，像个大爷一样。他盛了一汤匙药送到他唇边，来，张嘴。这可恶！怎样才能让他将药喝进去呢？军十月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拿起药碗喝了一口，再俯身吻上他，试着将药汁渡给他。静静躺着的男人一个翻身就压在了身上。帝释迦将他压在床榻上。你在做什么？我刚为你吃完药。只是喂药，不是在趁机占本座便宜？哼，帝尊大人，你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没有，说来听听。就是有一个冬天，一个农夫在雪地里发现了一条冻僵的蛇，农夫好心将蛇抱在怀里，给它温暖，让它活了过来。谁知蛇醒来之后，非但不懂得感激，还立即就咬了农夫一口。你说这蛇是不是挺过分的？我们也是一样。昨夜你突然晕倒，我好心好意的将你救回镇子里，3更半夜去给你偷药，被人当成贼追着打。谁打你了？帝释迦听到这里，蓦地蹙眉，眸光突然一冷。军十月被他眼底的杀意吓了一跳。没事，没打着。宝贝，你肯照顾本座，本座很欣慰。但你既然觉得自己像农夫，那本座今日就做一回蛇。帝释迦也狠狠吻住了他，那是带着毁灭气势的深深黏吻，一寸寸吞噬。现在知道害羞了？那晚不是挺大胆的？那晚你把本座衣服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畏惧。军十月突然觉得特别委屈，很多藏在心里的话也憋不住了，猛地一推他，吼道：没我的事情，明明你有责任，凭什么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啊？如果你当时坚持坐怀不乱，我能得手吗？再说了，这种事情原本就是女方比较吃亏，我的清白都毁了，还被你弄得满身都是伤，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疼？你还想怎么样？说着说着，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帝释迦的神色蓦然松动，他委屈伤心的模样映照在他的瞳孔，心脏的某个地方突然一下就被刺了一疼。他轻轻地抱住他，哄慰的语气低低地说道：别哭了，本座不动你。军十月的抽泣蓦地停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看见曙光了。他之前怎么道歉逃跑都没用，现在忍不住大哭一场，帝释迦反而心软了。原来他吃的是这一套啊！这回非要哭到他同意放过他为止。尴尬的是，想明白这些之后，他的心里已然生出无数窃喜，反而有些哭不出来了。索性他被帝释迦抱着，整个脸都埋在他怀里。现在还疼吗？
好多了。那晚是本座不好，弄疼你了，下次本座会好好待你的。军师月的抽泣一下子就卡住了。这男人说什么下次？他还想有下次呢！咔嚓一声，如同一个天雷当空落下，军师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回是真哭了，内心无法止住的悲痛让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放开我！我不要做你卵巢的工具！你敢剥夺我的人权，我的自由，我宁可去死！眸子眯了眯，这小东西还挺有脾气。原本他可以将他带回去为所欲为，可是现在想想，他已经是属于他的了，又跑不了。若是以后总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强行得到他，也挺没意思的。他还是想听他说那些好话，说他此生此世都只有他一个男人，所以还是不要生吞活剥了，换个方式，一点一点的吃掉吧。他要让他彻底沉沦，心甘情愿的做他的腹中餐。帝释迦抬手点向他肩上的穴位，某女只觉得身子一软，就完全没了力气，软绵绵的倒在了男人的臂弯里。你不想回圣灵宫，本座可以不勉强你，但你给本座造成的损失，仍需弥补。啊，真的吗？你想让我干什么？既然你会医术，便做圣灵宫的医女吧。平日你可以住在你想住的地方，需要行医时，本座会传讯于你。这样也算是打工赎罪了。他的前世便是特工界的神医，对医术颇有研究。好，帝释迦看着他，他的小宝贝真是单纯的可爱啊。他说只做医女，他就相信了。既然没问题，还不滚过来睡觉？不，我不困。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陪本座睡一会儿，本座还没在这种地方睡过，挺新鲜的。枕边帝释迦却惬意地闭上了眼睛，没过多久，呼吸就均匀起来。军师月的心这才逐渐放了下来。不多时候，军师月也睡着了。天亮时，辉夜倒挂在客栈的房檐下，向里面窥探。尊主一夜未归，他急得团团转。毕竟是反噬之夜，就怕尊主发生意外。辉夜惊得手脚一松，他看见了什么？尊主竟然跟那个小丫头躺在一张床上睡着了。辉夜的眼珠子都差点滚落下来，这是在搞啥呀？尊主不是说要取他性命吗？咋又躺到一起了？还搂着人家小姑娘的腰，一副特别亲密甜蜜的样子。这是又睡过了？当时尊主盛怒而去，他还暗暗替军师月默哀，做好了给他收尸的准备呢。谁知一夜过去，尊主非但没杀他，还带他跑到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镇里的一个小客馆体验生活，真会玩啊！这时，只见尊主动了一下，好像是醒了。尊主，属下也是刚寻到这里来，什么都没看见，没有看见。虽然面无表情，但是辉夜看得出尊主心情很好。走吧，回圣灵宫。啊，就这样回去？那君姑娘可怎么办啊？尊主，这分明就是穿上衣服就走人啊！把那个小丫头自己扔在这里，这样真的好吗？这太渣了吧！本座都不挂你她，你倒放心不下。不，尊主，属下是在为您考虑。等君姑娘醒来，发现您就这么走了，一定会很失落，会觉得您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一觉醒来就不要她了。就该如此，事事都随他的愿，倒显得本座对他死缠烂打了。派一个人留在客栈盯着，看他醒来后找不到本座，会如何懊恼？是。日上三竿，军师月伸了个懒腰醒了过来，起身四顾，却发现房间里空空如也。军师月琢磨着，越想越开心，跳起来哼着小曲儿下了楼。怎么样？他是什么反应？小炳一头雾水，将事情如实的讲述了一遍。辉夜抹了一把冷汗，还好他多了个心眼儿，先拦下小炳问了问情况，没让他直接去见尊主。等下你去见帝尊，就这样说。辉夜大人，你让我欺瞒帝尊，这可是死罪啊！属下万万不敢。蠢货，你以为你如实禀告就不会死？帝尊，属下回来了。说吧，你看到了什么？属下奉命留在客栈，他的神色很是焦急，一下来就问客栈老婆婆有没有看到昨夜与他一起的那位红衣美人。老婆婆说没有，他就慌了，好像不大甘心的样子，又在客栈附近找了很久。然后呢？红帐中冷冽的声音带了点笑意。然后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整个人特别失落，又生气又伤心，那样子就像是突然被心上人抛弃了一样。你说的都是事实。小炳脑袋里轰隆一声，汗毛齐刷刷的竖起来了。天哪，难道帝尊听出他的是假话了？属下不敢欺瞒帝尊，一切都是属下亲眼所见，绝没有半句虚言。对了，那位姑娘最后还气急败坏的捶了几下墙壁，骂了一句死傲娇，要走连个招呼也不打，然后才不甘心的离开了。帝释迦勾唇嗤笑，这倒很像是他的风格。
小炳说完这些，衣襟已经被冷汗湿透，跪在地上的腿都在隐隐打颤。在帝尊面前如此说谎，真的不会死人吗？辉夜大人呐，您可是害死我喽！你做得很好，去辉夜那里领赏吧。才抖着双手退出圣殿。辉夜在圣殿外焦急地转圈，他教了小炳怎么做，就不知道那小子能表现得如何。但是辉夜认为，只要小炳能绷得住，一口咬定自己没说谎，就能蒙混过关。因为他教小炳说的不是尊主必然相信的事情，而是尊主愿意相信的事情。哪怕尊主只是半信半疑，心情也会很不错。他关心的只是军师月的态度，他想知道他是否在意他。至于具体的过程和细节嘛，他不会去追究。辉夜大人，辉夜大人，你太神了！小声点儿。军师月从君家花园里走过，你长得真俊啊！哎，跟爷走怎么样？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只见穆天霸揪着君独优的衣领，将他按在一棵树上。穆天霸一直男女通吃，没什么底线，只要看见长得漂亮的，不管对方是男女老少，他都想搞。他今日原本是来探望姑母穆夫人的，结果穆夫人不肯见他。你不吱声是几个意思啊？后腰上猛地一刺痛，慌忙将蝎子甩在地上。哎呀，刚刚在穆少主身上的可是鬼头蝎，听说这种蝎子有剧毒，男人若恰好被它蛰到腰上，就一辈子都完了。啥？鬼头蝎有剧毒？什么叫一辈子都完了？就是那个会终身不举。君妹妹，这可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啊。他的话还没说完，穆天霸就嗖的一声狂奔而去。谢谢姐姐救我。小兔崽子，我还想找你算账呢，你个乌鸦嘴，我跟你无冤无仇，你昨晚凭什么来咒我？我没有咒你，我只是说说我的预感。行了行了，这片小树林果然是块宝地，不仅生有一叶草，还有断肠花、阎王果。一个炼药方突然出现在脑海里，那是一种古籍禁书上记载的能够令人死而复生的旷世奇药——无常丹。姐姐想要找的可是蛇蜕，我那里有蛇蜕，可以送给姐姐。当真？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在这个小树林里捡到的，当时觉得好看，就顺手留下。小兔崽子，你一口一个姐姐的叫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不如我就认了你这个弟弟如何？以后咱们俩便是亲姐弟，有困难可以互相帮助。至于你的病，等姐姐制出无常丹，也能将你救活。真的？别再叫我小兔崽子了，我也只是比你小1岁而已。跟姐姐搬去西风堂住，我那里有好几间空房，你可以随便挑选。第二天，哇，辣死老子了，辣死老子了！哎，想不到啊，这招真的管用啊！你以为我愿意吃辣椒？哼，谁让你走婚礼，我总得想办法把你唤醒吧。直到一声熟悉的鸟鸣从窗外传来，本座身体不适，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军师月将信签揉成一团，扔出窗外。他能不去吗？真想就这样不管不问。金姑娘，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走过这片树林，就是一片仙潭，请金姑娘自行去仙潭沐浴更衣。什么？让我沐浴更衣？这个，是因为尊主有洁癖，他的寝宫除了他以外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的。如今你要进去为他诊病，就得先沐浴更衣，以免污染环境。这可恶，也太能耍大牌了吧！之前昏迷的时候还不是小客栈照样睡，如今要进他寝宫，还得洗干净才行。我靠，温泉啊！这家伙可真会享受，天天在这种地方泡澡，想不增长修为都难吧？他脱下衣服踏入水中，恰到好处的温度让人在一瞬间彻底放松了下来。啊，这潭水太舒服了，我感觉我又膨胀了。血皇舒适的哼唧着，不多时候居然睡了过去。军师月也将头枕在潭边的青苔上，缓缓闭上了眼睛。很舒服。一个机灵睁开了眼睛，视野中是帝释家倒着的俊脸。如果那天晚上扑倒你的人不是我，而是别的姑娘，你也会这样对她吗？宝贝，你问了可笑的问题，除了你，谁也不敢那样做。知道本座为何要让你沐浴换上这身衣服吗？因为这件衣服是用燕蚕丝做的，听说燕蚕丝被撕裂的声音十分悦耳，能让人心荡神驰。本座想带你一听。话音未落，刺啦一声，裂帛之音在耳边响起，绵密的吻旋即落下，温存而又强势的一寸一寸碾压游移。帝释家，你这样对我，是受你体内魔气的影响吗？你说什么？或许整个轩辕大陆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大的敌人和威胁只在他自己身体里。军师月暗暗握紧拳头，与他对视着。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真正想要我的
根本不是你，而是你身体里的魔气。你要让它如愿吗？星月夜内晚，不知你有没有察觉到，你体内苏醒的魔气会被我吸引，会想要接近我。当时他只是将手搭在他的脉门上，他体内的魔气就疯狂地涌了过来，就像一头想要冲破牢笼扑向他的野兽，却始终被禁锢在他的血脉里。那又如何？你分明是被他影响了，所以才不愿意放过我。他能控制你的心神，或许你现在做的都是他想让你做的事。军师月眯了眯眼睛，带着挑衅。你这么骄傲的人，应该不会甘心被魔气影响操控吧？你知道什么是魔气吗？若本座真被魔气所控，你不可能还完整的躺在这里。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真的被他控制，会怎么样？会吃了你，不是刚才所说的那种吃，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吃。军师月抖了一下，真正意义上的吃，是将它当成真正的食物吗？魔气的属性是多么残忍可怕，他好像隐隐有些明白了。所以，不要试图利用它来对付本座。可是你的身体里为什么会有魔气？你还是别知道的好。不过你放心，只有在新月此时，他才会暂时苏醒，本座也有办法将他压制，不会被他左右。倒是你就这么不想跟本座睡？又来了，这还用问吗？既没有感情又没有人权的欺凌，谁会喜欢啊？军师月也不想再跟他解释了，他索性错开视线，半晌愤愤吐出一个字：疼。男人的神情动了一下，眸光流转，落在他的肌肤上。他白皙的肌肤上都是他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让他有些心疼，却又莫名满足。他今天并没有存心凌虐他，居然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那天晚上，他虽然半睡半醒，感官却是清晰的。对于这个突然扑进他怀里、毁了他渡劫的小东西，他可是完全没有留情，甚至带着刻意折磨的心思，恨不得将他揉碎了融进骨头里。难怪他会留下心理阴影，怕他怕得要命。帝释迦面无表情，就这么毫不避讳地垂眸看着他，双臂下意识地抱紧，只露出一个小脑袋，有些慌乱地望着他。不是说在寝宫等着吗？你怎么出来了？哼，本座若不来，你是不是打算泡到明天早上？我已经泡好了，这就要出去。那个，这夜深露重的，你快回去等我吧，我马上就来。言外之意就是我要穿衣服了，麻烦你回避一下。过来。军师月忽然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吸了过去。我去！不错，洗得很干净。帝尊，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一言九鼎的哦。你说让我做圣灵宫的医女，而不是别的什么七七八八的职业，堂堂圣灵宫帝尊肯定不会出尔反尔，对吧？只要你用心为本座看病，本座自然不会为难你。穿上衣服，跟本座回寝宫。怎么，不想穿？若是实在不想穿，那就不要穿。不，当然要穿。只是你留在这里，我会，不好意思穿的。哼，何须难为情？你身上哪个地方，本座没碰过？哼，对于不乖的人，本座可不能保证会做出什么。帝释迦抱着他踏入寝宫，回过神来，已经被男人放在了床榻上。害怕？军师月愣了半晌，这才想起他是来给他诊脉看病的，又沐浴更衣，又公主抱的，这一连串古怪的项目，让他都快忘了他来此的任务。怎么，不喜欢本座的床榻？军师月没有回答，这他妈是该说喜欢还是不喜欢呢？伸出3根手指搭在男人的手腕上，片刻之后，军师月满脸黑线。尊主，你没病？可是本座不舒服，这几日夜里总是下雨，本座孤枕难眠，此病你需医治。帝尊，你这个病我不会治。不会，本座倒是可以教教你。你如此缺乏耐心，可是不乖的表现。男人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突然伸手就将他扯了过来。本座给过你选择，是你自己不选择，那就别怪本座替你决定。军师月还想争辩，可是刚吐出一个字，唇已经被他封住了。帝释迦揽住他，肆意的深吻。军师月心慌意乱，他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帝释迦，更没有反抗他的能力。他身上凛冽好闻的龙涎香裹挟着他，军师月的心跳彻底失控，一股温暖清盛的真气渗入他的体内，他身上被他吻拭出的伤痕竟缓缓地消失了。谢谢啊。不必，本座只是不想搂着一个满身是伤的女人睡。啥？军师月睁大了眼睛，他还以为他可以走了。本座答应了，让你在这里睡一晚，自然不会食言。那个，你确定你不会再发情了吗？哼，你猜呢？
当然不会，像帝尊这么高冷又金贵的人，自然是不会随便动情的。发情改成动情，听起来果然顺耳朵了。这修长的手落在自己衣袍上，就那么肆意一扯。你脱衣服干嘛？睡觉难道不该脱衣服？手一扬，火红的华袍已被他扔落在了地上。虽然军师月心里慌得一团，但是不得不承认，他脱衣服的姿势是真的很帅，优美的肩颈半露出来，那身材简直像是上帝最完美的雕塑啊！非礼勿视，军师月赶紧移开视线，垂下眼眸。哼，那你刚刚还不愿意要，非得等本座脱了衣服才知道本座的好。帝尊是绝色美人，脱不脱衣服都很美。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帝尊穿着衣服更有风度一些。风度？哼，好人才有风度。莫要忘了，本座可不是什么好人。你放开！别动，否则你知道后果。果然抱着小东西睡就舒服多了。不再孤枕难眠了。帝尊，你没有侍妾啥的吗？帝释家没有娶妻，这个是确定的。但外界传言他不近女色，圣灵宫甚至没有女人。对此，军师月却不太信。怎么，你想给本座当侍妾？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以你的权势，根本不会缺女人的，怎么还会孤枕难眠呢？你该知道，本座一向不近女色。我靠！他终于忍不住在他面前爆粗口了。他不近女色，那这一晚上又吻又摸又抱，还差点擦枪走火的，这是在干嘛？你不近女色，难道我不是女的吗？你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就你这干瘪的身材，根本算不上女色，也就本座愿意要你。帝尊既然对我的身材不满意，为什么不让我离你远远的？本座并非薄情寡恩之人，木已成舟，纵然不堪满意，也只能接受。所以本座也不会丢下你不管不问，将你以医女身份收入圣灵宫，也是对你负责。如果我能帮你彻底解决掉你体内的魔气，你能不能放过我？好，你有办法？只要你答应，事成之后会彻底还我自由。可以尝试，但本座要一个期限。1个月。太久了，本座等不耐烦。本座只给你7天时间，7天之内，你若真能找出办法，本座可以答应你的一切要求。好，那就一言为定。睡吧，小东西，本座期待你7日后的接续。军师月心里在流泪，他被帝释家当成抱枕一样抱在怀里睡了一整夜，原本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但是后来他将手放在他的脊背上，似乎将一阵真气从他的掌心灌入了他的身体里，那种气流很温暖，很舒服。军师月只觉得自己仿佛重新躺回了仙坛里，意识不由自主的涣散迷蒙。次日一早，军师月离开圣灵宫的时候，脸都红透了。生平第一次在男人榻上睡了一整晚，可耻的是，他居然睡得很好。死女人，你再敢吃辣椒，老子跟你没完！军师月等他缓过来，才将事情的始末讲给他听。血皇听罢，立刻就炸了。我说什么来着？帝释家就是想要睡你，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说重点，你可知道要怎样才能将他体内的魔气清除？老子不知。帝释家都无法解决的麻烦，你却天真的以为你能解决？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脑袋是不是坏掉了？这么脑残的决定你都做得出来，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你自己的脚。你现在责备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也是在街边一本残破的古书上无意间看到的。据说那是因为杀戮、绝望和咒怨而生的黑暗力量，邪恶无比，会吞噬一切。魔气是该存在于传说之中。可那天我感觉到你身上的气息，我下意识就觉得，那应该就是所谓的魔气了。那本书叫什么？可有记载对付魔气的办法？若我没记错，应该是叫《长生录》。但我当时看到那本残缺不全，只有前半卷，虽然提到了魔气，却未来得及记载清楚的方法。姐姐如果对魔气感兴趣，可以去云家的藏书阁，听闻那里存放着天月城1000年来的书卷典籍，或许会有完整版的长生录，能够查阅到你想知道的东西。军师月一路苦思，来到云家。大门外却停着好几辆马车，家仆里里外外的进出，一脸焦急。这是出什么事了？家主夫人难产，从前夜痛到现在还没生出来，这都20多个时辰了。天月城最好的稳婆都请了个遍，还是不行。快让开，这是我特意寻来的接生婆，快带我们去见云夫人。君姑娘，你怎么来了？你来云家是有什么事吗？我是见门外停着很多马车，好奇一问，才听说云夫人难产，便来关心一下。
云兄，我略懂医术，让我去看一下吧，或许还能帮上忙。但是尊夫人的情况不容乐观，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住一个，云家主抉择吧。包大人，君时月能救云夫人，闹到最后，云夫人和胎儿死在他手上，云家一定会记上这笔仇的。云夫人本就必死无疑了，他还非要来横插一脚，把这个祸揽在自己身上。穆山儿觉得君时月简直是蠢爆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就在云千古实在等不下去，濒临崩溃的时候，一声婴儿的啼哭忽然从房中传来，孩子出生了。众人都震惊了，一时半会儿回不过神来。君姑娘，你不说只能保一个吗？这的确只能保一个。当时的情况，若要母亲活命，孩子心脉必然受损，他活不过一刻间了。君时月说的没错，这个孩子活不下来了。唉，老身早就说了，这孩子根本保不住。穆山儿尴尬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望着云千古肝肠寸断的样子，他又不禁暗暗庆幸。还好这孩子没保住啊！如此一来，君时月虽然救了云夫人的命，同时却也是害死孩子的凶手。这个事实永远摆在那里，云家就算不憎恨他，却也感激不起来。又对云千兰使了一个眼色，云千兰明白他的意思，跟他一起走出了院落，看样子是去准备孩子的后事了。云千古独自站在原地。云家主节哀顺变吧。哦，对了，我知晓有位德高望重的法师，可以请来为孩子超度阴灵，保佑他去往极乐世界。接生没帮上忙，后事总是可以帮忙的。穆山儿可不想错过这个表现的机会。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只见君时月和云千兰并排走了回来，君时月的怀里还抱着那个婴儿。君姑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机缘巧合，我前日刚得了一枚可以救命的奇药，名为无常丹。我将丹药放入婴儿口中，再让云公子以内力帮助运化，方救回了这孩子一命。既然有这种灵丹妙药，你为何不早点拿出来，让孩子少遭点罪？云家主也不用经历这般伤心绝望了。无常丹既是药，也是毒，是谓生死无常，3日为限。活人服下无常丹，3日后必死，而给死人于死亡3日内服之，却可以复生。所以我必须等着孩子气脉尽断，才能以无常丹救他性命。云千古更觉得惭愧了，一时老泪纵横，居然扑通一声给跪了。别，云家主不必如此。当年我昏死在路边，也是云千兰将我送到医馆，救了我一命。否则我今日也没机会救你孩儿。因果轮回，这一切不过是老天的安排啊。云家主要谢，便感谢上苍吧。天地自然要谢，但你是云某的大恩人，大恩不言谢。说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地方，云某愿粉身碎骨以报。云家主言重了。其实我今日来，原本是听说云家藏书万卷，想要借阅一下。好说，千兰，你快带君姑娘去藏书阁。不知君姑娘想找什么书卷？若是云家没有的，我再另寻途径帮你寻找。那就随便看看。那就劳烦云公子带路了。藏书阁，你想要找长生录？的确有这本书，这好像是一本志怪书籍，记录的都是轩辕大陆没有的东西，荒诞离奇，所以很少有人想看。你怎么突然会对这个感兴趣？只是好奇。君时月带着长生录回到西风堂，挑灯夜读。长生录上的确提到了清除魔气的方法，那便是彻底断绝七情六欲。让那个禽兽断绝七情六欲，怎么可能啊？他当时是怎么答应的来着？好像只是说帮他找到清除魔气的方法，而现在方法已经找到了，那他就等于完成任务了呀。他只要告诉帝释迦要从此断绝情欲，至于做不做得到，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啊。这样想着，君时月突然感觉自己看见曙光了。想来想去，我也是替你瞎操心。其实我对你的要求又不高，只要你活着，好让我有个住宿的地方就行。帝释迦暂时不会舍得杀你，我就该心满意足了。至于他会不会对你做其他的事情，我又何必在乎？君时月冷笑：“你最好不要这么想。帝释迦已经知道你的存在，他不喜欢话多的动物，所以每次都要把你打晕。若是我真的一直跟在他身边，你岂不是要长眠不醒？”你错了，就算我是哑巴，他也会把我打昏的。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盘算着做坏事，所以自然不会允许我有机会旁观。唉，君时月感觉血皇也不容易呀。次日，衣袍华丽的男人倚靠在巨大圣座上。莲花酥送给你吃哦。没找到清除魔气的方法，所以学乖了，想用美食来讨好本座。
当然不是，方法我已经找到了。至于这个莲花酥，纯属额外赠送，你可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哼，什么办法？禁欲。只要帝尊能从此决心绝情，彻底舍弃七情六欲，体内魔气自会消弭。断绝七情六欲？怎样才能真的断绝七情六欲？你想知道吗？下一秒，修长黑暗的身影竟已经出现在他身前。我抓住君十月的手腕，突然就拖着他朝圣殿外大步走去。喂，你放开！你要带我去哪里啊？带你去看看如何断绝七情六欲。你到底要去哪里？这神坛是那夜的神坛。你想让本座决心绝情，知道那一夜本座在这里做什么吗？渡劫。那你可知本座渡的是什么劫？本座渡的就是情劫。如果那一夜你没来，本座渡劫成功了，从此就不会再有任何情感和欲望，变成你说的决心绝情。君十月震惊了，原来那一夜他坐在无尽欲火里，竟然就是为了断情绝欲。若不是被他意外打扰，那么此刻他已是没有七情六欲之人，体内魔气也早已散去。那，你再来一次不行吗？再来？天时已过，如何再来？你可知那一夜本座等了多少年？本座原本就是冷心冷情，只要再承受一次欲火焚身，就能彻底斩断七情六欲。可是你却突然闯入，逼良为娼，将本座苦心计划的一切都毁了。这家伙居然连逼良为娼都说得出来。帝释迦捏住他的下巴，让他跟他对视。你现在告诉本座要断绝七情六欲，可知本座唯一一次断绝七情六欲的机会已经被你亲手毁了。因为你，本座一生都将为情所困，也永远不可能再摆脱魔气侵扰。你欠本座的，一辈子也还不完。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君十月终于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驱除魔气的办法就是断情绝欲，可是帝释迦唯一一次断情绝欲的机会，却是被他不慎扼杀在了摇篮里。难怪他会如此愤怒。我真的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会影响到你这一辈子啊！对不起啊。帝释迦不理他。真的对不起啊。帝释迦还是不理他。我对不起你啊。这莲花酥是你亲手为本座做的，虽然做的形状有点丑，但能想到这一层，也算你用心了。大哥，自恋是种病啊！莲花酥不过是我随意做的，一开始根本都没想给你吃，亏你想得出来。是的，求生欲让君十月随机应变，但7日已到，你却没能为本座清除魔气，看来你根本不适合做医女。本座还没说让你做什么，你就如此紧张。告诉本座，你在想什么呢？没有，我什么都没想。哼，不要想歪了。本座的意思是，你的莲花酥做得不错，以后便每日来给本座送莲花酥吧。我靠，这一关禽兽改邪归正啊！帝释迦望着他开心的样子，眸底浮起皎洁潋滟的颜色。有些事终究不能太过心急，换着方式的诱拐，终究比一蹴而就的强迫来的有趣。本座喜欢吃夜宵，你每天晚上来吧。我是要每天都来送宵夜吗？这样也很辛苦的。我可以申请双休不？双休？帝释迦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提出这种大尺度的要求。是啊，做莲花酥其实很耗费时间和精力。再说你每天吃也会腻的，不如让我每送5天就双休2天，行不？每送5天就双休2天。帝释迦望着他，眉梢渐渐挑起。哼，这小东西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原本以为他对他仍有恐惧和忌惮，所以对某些事情比较害怕。他倒也不急于一时，决定了给他些时间，彻底接受他。谁知他竟会突然提出双休。不过如此倒正合了他的心意。帝释迦眸光潋滟，大手一挥，准。君十月见他答应得如此痛快，神态也有些奇奇怪怪的，深邃迷人的眼眸里隐约有不怀好意的笑，心中不免疑惑，一时间却又看不出是哪里不对，只得谄媚地陪笑道：多谢帝尊，帝尊真是产量大气，通情达理。哼，你连灵根都没有，与你双休，本座太吃亏了。若不是看在莲花酥的份上，本座断不会答应你这等无理要求。君十月闻言一下就怔住了。啊，与他双休？啊，什么鬼啊？双休？脑袋里轰隆一声，某女瞬间反应过来，
我说的双休不是那个意思啊。哦，我说的双休是指连着休息2天，意思就是我来送5天莲花酥，然后就休息2天不来，是休息的休，不是修行的修。帝释家俊脸一下子就沉了下去，眼底的魅惑色泽也立刻被冰冷和黑暗取代。原来他的本意竟是想要窝在家里不来他身边，而不是跟他。不准，给你安排这么轻松的差事，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你还想要不来？莫不是本座太宠你，让你如此得寸进尺？这他喵的态度转变的也太大了吧，简直是180度大转弯啊！帝释家没好气的甩袖而去。君时月在神坛上石化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死傲娇这是生气了呀！那家伙就像色魔一样，时时刻刻都只想做一件事。君时月慢吞吞地从神坛上爬起来，夜风吹动山林，发出悠悠簌簌的声响。他又想起他刚才说的话：你欠本座的，一辈子也还不完。君时月简直有苦说不出啊！仔细想来，他毁了他唯一一次渡劫的机会，被他逮住不放，也算后果自偿。次日，一队穿着黑袍、戴着面具的修罗使者来到了九夷山下。奉阿修罗国主之命，特向圣灵宫致歉。数日前的深夜，有一名阿修罗使者擅作主张行刺帝尊，国主听闻后大怒，已下令将他处死。阿修罗国无意冒犯圣灵宫，那也只是完全是那名使者的个人行为，还望帝尊见谅。此事帝尊并无怪罪之意，你们也不用多虑，请吧。国主特命在下带来一样礼物献给帝尊，聊表歉意。说罢，一挥手，几名使者将一口光芒璀璨的水晶棺材抬下马车，里面似乎躺着一个人。水晶棺盖打开，上面却躺着一个沉睡的女子，竟不是人的腿，而是一条鱼尾。此女名唤瑶姬，乃是国主从南海寻到的鲛人。瑶姬的半身在白天是鱼尾形态，只有到了晚上才化为双腿。据说鲛人女子双修，可采阴补阳，功体大进，还望帝尊笑纳。圣殿里，辉夜跪在地上，将阿修罗国送来瑶姬的事情如实禀报。这种小事儿还要来问本座？你这个左护法就不会自行处理，让他们把东西怎么抬过来的就怎么抬回去。再告诉阿修罗国主，不要什么怪物都往本座这里送。属下立刻就将他们打发走。尊主圣明，阿修罗国送来此女，恐怕不怀好意，的确不该留下。若被君姑娘看到了，也是会吃醋的。等等，那个小东西真的会吃醋吗？从来没见过他吃醋的样子，倒是真的让人有点期待啊。既然是阿修罗国主的美意，那就留下吧。尊主突然改变主意，想要留下瑶姬，该不会是为了故意气那个小丫头吧？但以那小丫头的行事方法，最后真正被气到的十有八九还是尊主自己。尊主这分明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何必呢？入夜，君时月带着莲花酥来到九夷山，侍卫们都在窃窃私语。哎，听说帝尊给了瑶姬很大一座宫院呢。是啊，好像今夜又让他侍寝。啊，帝尊不是禁欲的吗？你是没见到那瑶姬的身段容貌是有多诱人，是个男人都会把持不住的。君时月抖抖眉梢，啊，什么情况啊？帝释家有宠姬了？君时月来到寝房外，帝尊，用这个姿势可以吗？女子的嘤咛声倏然传出，千娇百媚。君时月的血液一下就涌上大脑，原本就猜到这衣冠禽兽会有3妻4妾，可是事实真的摆在了眼前，他竟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无法接受。世家斜倚在软榻上，瑶姬跪在榻前，手中托着一个托盘，盘子里是上好的莲子。那个该死的女人怎么还不来？瑶姬维持这个跪地托盘的姿势已经很久，腿都酸了。她想问能不能换个姿势，又不大敢开口，娇美的脸上全是委屈。阿修罗国主将她送来圣灵宫，命她一定要好好侍奉帝释家，得到他的宠幸。今夜这个男人来到他的寝院，他本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谁知他只是让他像个婢女一样的端着盘子，甚至连正眼都没瞧他一眼。来人！小饼的身影出现在殿外。帝尊有何吩咐？莲花酥还没送来。回禀帝尊，莲花酥已经送来了。辉夜是跑到哪里去了？留下这么个呆头呆脑的下属，连他想问的是什么都听不出来。他真正想问的哪里是什么莲花酥啊？君时月人呢？走了。君姑娘将莲花酥放在石桌上就离开了。帝释家的脸色顿时更阴沉了。走了？他明知道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就这么不闻不问的走了？他是什么反应？没跟你抱怨什么吗？君姑娘什么反应都没有，就和往常一样平静，也没有抱怨，脚步似乎比来时轻快了很多。
哗啦一声，帝释迦抬手就掀翻了成帘子的水晶盘，帝释迦却以大步走了出去，衣袂生风，满身戾气。军师月离开圣灵宫，沿着山间小路疾行，一个修长的人影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帝释迦，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帝释迦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攥住他的手腕，将他用力拽到自己身前。你把本座的莲花酥送到哪里去了？我放在院中的石桌上了。谁许你随便乱放的？丢了怎么办？帝尊大人，圣灵宫是你的地盘，哪有人敢乱动东西啊？再说了，一盘点心而已，谁会去偷？本座让你送莲花酥，是让你亲手交给本座，而不是随便往哪里一放。我原本是想送进房间的，但你当时在忙，我不好打扰，所以就……做错了事，还找借口。帝尊大人，你这分明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吗？你当时跟那个瑶姬正在，我进去送莲花酥，不会打扰你的兴致吗？我直接将东西放在外面的石桌上，有什么错？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不去打扰就是错，这说明你连吃醋都不会。如何吃醋，要本座教你吗？军师月呆呆望着他，思维都变得迟钝。我为什么要吃醋？唇瓣被他凶狠地吻住，他所有的话语都被他吞了下去。别碰我，滚开！你想去那个瑶姬啊？你都已经有她了，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哼，看来你不是不会吃醋。帝尊误会了，帝尊喜欢谁，想要和谁在一起，都与我无关，我无权干涉帝尊的私生活，更不会胡乱吃醋。你真的这么想的吗？若是本座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做对你才做的那些事，你真的不会生气，不会难受吗？军师月眸光一颤，他以为他已经彻底想通，彻底冷静，可那一切却像是不堪一击的自我欺骗，轻易就被他敲碎了。他掷了掷，愤愤地移开视线。你已经做了，我怎么想，重要吗？本座没有碰她，一根手指都没有。可是我都听见了，他还问你用什么姿势。傻丫头，你想到哪里去了？那是端盘子的姿势。当时本座在吃莲子，他在一旁端着盘子，本座什么也没做。但你怎么总往那方面想？莲花酥已经送到，你自己去取吧，我要回去了。不可！帝释迦一把搂住他的腰，俯身到他耳畔，磁性悦耳的声线循循诱导。今夜圣灵宫有其他女人，留下本座一个人，你怎能放心？万一本座又去找她怎么办？本座刚刚的确没有碰她，但是不代表等下不会去碰。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心眼小，见不得本座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但本座一向不大喜欢控制自己。帝释迦低媚地笑着，气息都铺洒在他的耳骨上，酥酥麻麻的，让人战栗。哼，你想确保本座今夜不会去找他，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本座一起回去睡。我不想这样。不，你想。想字出口，他已经顺手点了他的穴道，接住了他软倒下来的身躯。很好。帝释迦将他打横抱起，薄唇满意的落在他的唇瓣上，轻轻一吻，俯落下来的眸光邪肆而潋滟。有你在本座床榻上，本座就顾不上别人了。这男人低沉悦耳的声音里全是引诱的笑，字字句句说的好像都在为他着想一样。生平第一次，他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他除了想哭，还多了很多奇怪的情愫。对于跟他回去这件事，好像也不是全然抗拒了。唉，难道他是真的想看守着他，却不让他去找别人？军师月的思维一下子就乱了，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他怎么会对这个一度想取他性命的禽兽有这种想法？偌大床榻上，穴道被封，他完全动弹不得，就这么像翻了壳的乌龟一样仰面躺着。生有那么好吃吗？哼，不然呢？要知道你罪孽深重，又不懂得哄本座开心，若不是这莲花酥甚合本座心意，本座早就将你弄死了。那个，你可不可以把我的穴道解开？有必要吗？总是这一个姿势躺着比较难受。帝释迦嗤笑一声，没有立刻回答，慢条斯理地吃完最后一块莲花酥，才轻身靠近他。军师月惊恐地看着男人颠倒众生的俊美容颜在视野里逐渐放大，似笑非笑，邪气逼人。喜欢什么姿势？本座都可以满足你。帝尊大人，您好歹也是一个贵不可攀、呼风唤雨的魔教之主，说话能不能讲点节操？不回答，那就是让本座来选了。修长的指尖落在了他的衣带上，用力攥住。军师月的瞳仁一缩，这个动作他太熟悉不过了，他又要撕他的衣服。住手！我今天穿的可是普通衣裳，不是什么燕蚕丝做的，所以你不用撕，撕了也没有你想听的那种声音。是吗？
君时月的血液顿时凝固了。你大爷的，这个男人是司仪成瘾吗？你，好听不？跟燕蚕丝相比，有可比性吗？当然，只要是悦耳的衣服，本座撕起来都觉得好听，如同天籁。那极度蛊惑的嗓音敲打着耳膜，仿佛有电流穿过，引发恐惧和战栗。那一刻，君时月的呼吸几乎停止，只觉得脊骨都要酥了。哎，你妹啊！这好人也禁不住他这么撩啊！君时月脑海里一团乱麻，心中却隐隐生出一种预感。完蛋了，照这样下去，他迟早会受不了的，会被他迷惑到失心丧志，堕落成一个合格的暖床工具。别怕，本座撕你衣服只为了睡觉，没有别的意思。睡觉？君时月的心脏像打鼓一样咚咚的跳动。这么有歧义的一句话，他居然说没有别的意思。下一秒，他就被男人搂在怀里躺好了。他像抱枕一样抱着他，君时月羞红了脸，心却渐渐放了下来。原来他所说的睡觉，还真的就只是睡觉。如何？本座没骗你吧？本座说过，会等你心甘情愿再要你，所以在那之前，你大可放心跟本座一起睡，本座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为什么总想跟我一起睡？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帝释迦低声哼笑，好处自然太多了。这样抱着他睡，将他柔软的身子搂在怀里，感觉既舒服又甜美。而且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招架不住从了他。或者在那之前，他哪天突然没了耐性，也可以直接将他就地正法。好处自然是没有，但是漫漫长夜，本座觉得床榻上多一个人形暖炉倒也不错。冷静淡定，深呼吸。次日一早，辉夜在寝宫外等待。辉夜原本觉得尊主故意留下瑶姬是一种作死的行为，最后肯定会闹得很不愉快。他害怕被尊主的怒气波及，所以昨夜特意躲了起来。尊主，昨晚你去哪里了？属下昨晚突然肚子疼，一整夜都在跑茅房。一早来见本座，何事？属下想要请示，那个瑶姬该如何处置？还要让她继续留在明珠院吗？扔回河里放生吧。帝释迦心情不错，淡淡的。自家尊主还真当瑶姬是条鱼了。瑶姬是半人半鱼啊，却不是真正的鱼啊，怎么能往河里扔呢？属下这就去办。辉夜大人，帝尊为何要赶我走啊？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昨夜帝尊原本在我的寝宫休憩，不知为何忽然大怒而去，我反省了一整夜，也想不透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惹得帝尊如此不快。昨晚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不用往心里去。帝尊一向不近女色，你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圣灵宫一向不留无用之人，若不是帝尊今天心情好，你未必能活着离开。好，我明白了。但是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受到阳光照射，我就会变回鱼身，无法行走。辉夜大人，能否容我一日，等到今夜日落，再让我乘舟离开？离开了九夷山，我就能找到修罗使者来接应。也好。瑶姬的要求并不过分，何况他是阿修罗国送来的。辉夜离开之后，如果你能好好对待我，哪怕是给我一个机会，我都不会这样对你。可是你却选择毫不留情地送我回去，那就让你的圣灵宫陪葬吧。他拿着东西来到无人的后院，迅速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将盛着虫卵的玄冰悄悄地埋了进去。这虫卵名为黄泉埋骨。等到天黑之时，玄冰融化，里面的千万蛊虫遇土就会孵化出来，在黑夜中悄无声息地寻找宿主。被蛊虫附身的人会失去理智，疯狂杀戮。到时候整个九夷山将成一片自相残杀的尸山血海，死伤无数。你在做什么？我看你埋东西了，你埋的是什么？你看错了，我没有埋。就在小炳恍惚的刹那，瑶姬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根长长的冰针，闪电般刺入了他脖颈后的死穴。小炳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既然你发现了我的秘密，我又怎么能让你活着？不过今夜圣灵宫将成为地狱，比起那时候惨死，现在死掉还能更舒服一些呢。帝尊，你要为我做主啊！我正在收拾东西，一个黑衣人突然闯进来，按住了我，我拼命挣扎，他却掐着我的脖子不放。好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侍卫听了声音进来查看，没想到这个侍卫不是那个人的对手，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他。帝释迦没有开口，只是看了瑶姬一眼，意有所指。圣灵宫都是男人，用的都是刀剑，根本不会使用长针这种暗器。而且小炳被刺的部位是在脖颈后，这也不符合交手时的常理，不像是正常打斗，倒像是一时疏忽被人下了黑手。辉夜明白尊主的意思，尊主是在怀疑瑶姬。尊主，属下已命人搜遍明珠院，并未发现长针。
将他带去炼狱严刑拷打，直到他肯说出真相为止。尊主，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有什么能力害人啊？若是您不相信我宁愿以死证明清白。直接一头撞向灯塔边，辉夜手疾眼快，挥袖扫去。尊主，此鲛人毕竟是阿修罗国送来的礼物，我们仅凭怀疑就对他严刑拷打，恐怕不妥。况且，若他真是阿修罗国培养出来的死士，即便是拷问，恐怕也问不出实情。小炳一定知道真相，如果可以让他开口，一切是不是就水落石出了？帝释迦也忍不住看了军师月一眼，眸光掠过一丝宠溺和无奈。他的小宝贝真可爱啊，像个小傻子一样，这么天真的话都说得出来。他刚断气不久，我有办法可以让他活过来，说出真相。但是什么要求？我过去得罪过帝尊，后悔莫及。今天我可以让小炳复活，也算是为圣灵宫出了一份力，弥补我犯下的过错。但是作为奖励，希望帝尊可以彻底原谅我，放我自由，从此我与帝尊恩怨两清。好，本座答应你。军师月拿出一颗丹药，上前放入小炳口中。劳烦辉夜大人以灵力将丹药存入他的肺腑，1炷香的功夫，他就能醒过来。军师月起身道。辉夜根本不信，却还是按照军师月说的认真去做了。你给他用的可是无常丹？传说无常丹的确能让人死而复生，但阿修罗国主费尽无数心血也找不齐炼制无常丹的药材，因为其中有几样药材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以这小姑娘手中的无常丹一定是假的，根本不可能将小炳救活。就在这时，地上的小炳忽然闷哼一声，缓缓张开了眼睛。正在为他运动的辉夜吓得一个机灵，噌的一下就跳了起来。我去！帝尊，说吧，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女子在后院埋了不知什么东西，被我发现了，我还没问出个究竟，就被她突然袭击。埋在哪儿了？带我去找。尊主，这就是瑶姬所埋之物。黄泉埋骨，你果然厉害，连黄泉埋骨都知道。传闻黄泉埋骨是一种在冰中封存的蛊毒，遇土则生，遇火则死，将其埋在土里，1日之内就会孵化而出。人若是不慎被它附着，就像丧尸一样没有理智，疯狂攻击杀戮。而若想毁掉此蛊，只要扔进火中，就可将其焚毁。帝释迦看着军师月的眸光愈加深邃，他的小宝贝儿就像是一座无穷的宝藏，拥有无数的惊喜和秘密。既然他如此想要自由，就给他自由，又何妨？帝释迦杀了我阿修罗国7名使者，你们真的以为国主能善罢甘休？我主将我送来，就是为了报仇雪恨，覆灭圣灵宫，不想最后却毁在了那个小丫头手里。但你们也不用高兴得太早，国主绝不会就此罢休的。处理掉吧。阿修罗国如此挑衅，尊主不予回应吗？阿修罗国主不会做没好处的事，今天的事情必然是此女个人所为，不必理会。敢触犯圣灵宫者，杀无赦。帝释迦不再理会瑶姬，拉起军师月的手，转身向外走去。军师月的手心有一点冷汗，他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了解过帝释迦，这个男人竟是如此的冷酷深沉，仿佛世间一切阴谋诡计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的城府比他想象的深太多了。突然，冰榻上的瑶姬不知怎的就突破了束缚，手中冰刃闪电般的刺向军师月的后心。去死吧！小心！帝释迦握着他的手，忽然他的灵力从他的手传导而来，哗啦！你们以为这个世上真的有鲛人吗？啊！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却不幸被抓到阿修罗国。你们知道我忍受了多少痛苦，才被他们改造出这种鲛人的模样吗？我是阿修罗国主最满意的杰作之一。如果我没有被送来九夷山，而是送到大周皇宫，我一定能得到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经历了无数折磨才获得新生，可是你们却这样对我！瑶姬发疯般的说完这些，最后吐出一大口鲜血，就彻底倒在地上，没了声息。走吧。帝释迦仍是无动于衷，只是牵着军师月的手，语气波澜不惊。军师月抬眸望向，再次见识了他杀人不眨眼的冰冷狠绝。走出明珠院，帝尊，你刚刚可是当众承诺了，只要我复活小炳，就彻底放我走。自然，本座现在就送你离开。从今日起，你与圣灵宫再无瓜葛。那我打扰帝尊渡劫的事，帝尊也能完全原谅了。过往的恩怨一笔勾销，从此你与本座便是路人，见面不识。尊主，幽邃的眸子里烟波浩渺，深不可测。辉夜秒懂，连忙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尊主可不是轻易放手的人，会如此答应君姑娘的要求，明显是心中另有打算。
那个小丫头是绝对玩不过尊主的。对了，还有水月神戒，你说那戒指中有你留下灵犀，本座会将它回收。君时月呆呆地望着他，他的眸光真的很美，尤其是凝眸一瞬的烈焰，让人瞬间沉迷沦陷。帝释迦凝住了他片刻，忽然淡淡一笑，合眸执起他带着水月神戒的手，放在唇边吻了一吻。你自由。火红的长袍在他面前淡然转身，风华绝代的男人头也不回地走回圣灵宫。今夜是河灯节，君时月和君独幽在人海里穿梭，沿着街市向湖边逛去。街上熙熙攘攘，宝马雕车，行人如流，女子们都是特意盛装打扮过的，视野里却忽然闪过了一抹绯红的身影。君时月的瞳孔骤然放大，那个修长的人影，那抹火红的艳色，他眨了眨眼睛，那个身影却已经淹没在了人海和灯火里。丹田里的血皇问道：你怎么了？我好像看见帝释迦了。他来找你了？我就说吧，他一定会来找你的。一定是我看错了，那不是他。姐姐，你在说什么？你看到谁了？没事，我刚刚好像看见了一个坏人，应该是错觉。坏人？这街市上的确有很多小偷，是要小心些。灯火阑珊之处，一个绯红的人影静静立在那里，将一切都看在眼中。他望着君时月，看着他将糖葫芦递给身边的少年，然后和他嬉笑着一起离开，那样自然，那样亲密无间。帝释迦幽深的眸光像化不开的黑夜，他千方百计地离开他，转身却对别人有说有笑，还给买糖葫芦吃。他果然是太纵容他了，早知道他这么不听话，就不该给他自由的机会。卖糖葫芦的老人叫卖着走了过来，帝释迦也买了一根，这就是君时月刚刚买给那个少年的糖葫芦，微微尝了一口，一点都不好吃。主上，君姑娘身边的小崽子一看就没长大，看君姑娘样子，也只是完全把她当成小孩带出来玩的，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再说了，那糖葫芦满大街都有卖的，随手买一根有什么稀罕的？是吗？跟上。云兄，这河灯不是姑娘们才放的吗？云公子怎么也放得起来？君姑娘，我这河灯是替一个人放的。替别人放？对，这99盏河灯原本是应该送给一个人，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不能亲手送给他了，所以我就在这里替他放了，希望他可以幸福快乐。原来如此。和云千兰打过招呼，君时月就转身离开了。云千兰凝住着他的背影，千唇轻笑一声，有几分惘然。希望你可以开心幸福。圣灵宫的那个男人若是真心待他，他一定可以开心幸福吧。毕竟以那个人的权势能力，无论他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他。大家族的小姐都是如此不知廉耻吗？没有男子喜欢就随意勾搭家仆，看那小子的岁数，比他还小呢吧？就是啊，要不是年纪小不经人事啊，也不会看上一个没灵根的废物啊。你们错了，那少年不是家仆，是君家旁系一脉的庶子，论辈分应该是君小姐的弟弟。哎呦，这不是乱伦吗？姐姐别生气，我们不必跟这些人一般见识。怎么还想打架不成？君时月没有灵根，在君家又不得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谁也不将他放在眼里。君时月横眉冷对，正犹豫要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呼啦一声，那几名富家小姐直接被掀飞到湖里去了。救命！救命！一袭血红长袍的男人背负双手，一副赏灯观景的闲散姿态，施施然的缓步而来。君时月手脚僵立在原地，眼看着帝释迦一步一步朝他走过来。他跟血皇赌的是3天，血皇赌3天内帝释迦会出现在他面前，甚至床上。结果这连1天都没过去啊！他是谁？他是我在君家的弟弟，跟我有血缘关系那种。他也不知道他为啥要跟帝释迦解释这些。姐姐，这个人就是你刚刚说的坏人吗？话音未落，一只手忽然搭上了他的肩头，勾肩搭背的将他带到了一边。哈哈，小崽子别碍事啊，走走走，大哥哥带你去谈谈人生。胡言，你要把他带去哪里？君姑娘放心啊，我不会伤害他的。没事，你先跟那黑衣哥哥回去吧，听话哈。我和这位红衣叔叔有点事情要谈。红衣大叔，本座有那么老？君姑娘，你差辈了呀！你怎么来了？你不是答应了？大道朝天，本座为何不能来？哼，你该不会以为本座是为你而来的吧？本座只是听闻天悦城今夜有灯会，来逛逛而已。君时月的嘴角不禁抽了一下，他这样说倒显得他自作多情了。君时月冷哼，转身就走，手腕忽然被扣住，男人一把就将他拽了回来。你放手！帝尊大人，你上午才答应原谅我，现在又要抓我，你这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你知道不？本座只是答应你勾销过往，可没说过不会有未来。过往之事，本座不会再计较，
但未来会如何，却难说。但我们已经恩断仇绝了，你不是说从此与我形同陌路，见面也不认识吗？本座的确不认识你，叫什么名字？君时月一时无语。你到底想怎么样？本座的确是来逛灯节的，走到这里，突然想掳个姑娘玩玩，可惜这附近好像没什么姑娘呢，就只有你一个。别的姑娘都被你扫荡到水里了，当然只剩下我一个啊。好在你姿色不错，那就由你陪本座一晚。本座是圣灵宫之主易世家，记住本座的名字，今夜你就是本座的。只要你尽心伺候，明早本座就放你安然离开。玉儿，别怕，本座说的陪一夜，只是想让你陪本座赏灯饮酒。只要你乖乖听话，本座就不会。本座想看你放河灯。我这里没有河灯可以放了。你看天空，黑暗的苍穹里正有着无数光芒缓缓落下，覆遍整片夜空，像万千流星，也像漫天烟火，闪烁着朝人间慢慢坠落。它们落得越来越近，才能看清楚，那是无数盏红莲河灯。天哪，好美！哇，好梦幻！我不是在做梦吧？在楼船上放河灯的穆山儿也惊呆了，原本他收到的河灯是最多的，一定又是今年河灯榜的第一。为了确保自己第一的位置，除了收到的河灯，他自己还偷偷的添了200-300盏，硬是凑够了1000盏。每年河灯节都是他最出风头的一天，今日却彻底被秒成了渣渣。君时月被男人搂着依偎在他的怀里。哇，好美啊！喜欢吗？君时月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厉世家将他抱了起来，不知是不是喝醉了的原因，他的身子更软了。君时月已经彻底醉了，迷迷糊糊感觉自己被打横抱起。厉世家垂眸望向怀中迷醉的少女，他已经忍她太久了，未曾想到自己竟会在一个女人身上花费这么多的耐心。要不要偷吃呢？眸光一转，落在枕边的一张纸签上，竟是辉夜的字迹。弟子，属下特地在酒中加了洗梦香，保证君姑娘能醉整整1夜。洗梦香可以让人沉醉至深，而且记忆断片，醒来后就不记得醉时发生的事情了，分不清真实还是幻觉。辉夜真是多此一举啊！他命辉夜准备画舫美酒，可没告诉他在酒里加料，他却如此自作主张。薄唇勾起，厉世家眼底酿着潋滟的光，5节修长的手指落在他的衣带上，温柔而缓慢地轻轻解开。君时月迷迷糊糊的，下意识地躲避了一下，但是没有理智的支撑，他很快就沦陷在他游刃有余的柔情里，被男人清冽好闻的气息彻底淹没。红罗帐暖，一世迷香，厉世家拥住了那具渴望已久的娇软身躯，将它占为己有。烛影飘摇，红莲在夜色里铺天盖地的绽放漂泊。君时月感觉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疯狂的梦，他居然梦见他跟厉世家。漫漫长夜，他的灵魂几度破碎绽放，直到最后，意识已经昏昏沉沉的玻璃坠入了无光的黑洞。东方泛起鱼肚白，一切都平息之后，厉世家垂眸看着榻上昏迷的少女，白皙玲珑的身躯上布满了旖旎红痕。厉世家艳足的低笑一声，将真气缓缓渡入。他就这样不经他同意就占有了她，还折腾了整整1夜。他若是知道了，一定又会气得跳脚吧，又会觉得他是一个卑鄙放荡的禽兽，以后看到他更要夺路而逃。所以暂时还是不要让他知道了。兴盛的真气从君时月的脉门灌入全身，他身上的作案痕迹很快消失了，皮肤比原来更加白皙嫩滑，看上去格外诱人。厉世家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真是中了这个小东西的毒啊，真想再重新免疫。凝视了他片刻，男人幽深的眸底终究浮起一抹怜惜。罢了，他今夜已经不能再承受，就先到此为止吧。宝贝，我们来日方长。他将君时月的衣服一件件的穿好，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彻底毁尸灭迹之后，才放心的抱着他一起睡去。明亮的阳光照入船舱，君时月慢慢张开眼睛，整张脸都在发烧。昨晚那个梦太真实了，视野中是男人沉睡的俊脸。怎么了？那个昨天晚上
我们没发生什么吧？本座对醉鬼没兴趣。难道真的只是做梦？衣服是完好无损的，身上也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或者不适。哎，这个禽兽有私人衣服的变态嗜好，以往跟他过夜，衣服都被他撕碎了，今天却是好端端的。军师月松了一口气，可是下一秒，他却发觉唇瓣还有腰都有些怪怪的酸麻感，他又狐疑起来。这难道是喝酒的后遗症吗？你不是很喜欢私人衣服吗？昨晚怎么没撕？昨夜本座也喝醉了，有些疲惫，就没动你的衣服。本座没撕你的衣服，你很失望。本座现在撕给你听，如何？不用。你那里是怎么弄的？帝释迦垂眸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坏事了！他只顾着销毁了他身上的欢爱痕迹，却忘了他自己。昨夜这个小东西像是属狼的一样，一开始还算乖，后来就闹腾得厉害，对着他连咬带抓。而他纵容他的结果，却是被他弄得满身红痕。好在大部分都在身体上，衣服盖住了看不到，偏偏锁骨上的这个红印没藏住。湖上蚊虫多，本座被叮咬了。是吗？那我怎么没被叮呢？大概是前日本座吃了很多香甜的莲花酥，所以血变甜了，更招蚊虫。你血再甜，好歹也是个男人啊。咱俩在一起的时候，蚊子没理由只叮你，不叮我。那是因为本座的修为比你高，你一个没灵根的小废柴，蚊子叮你做什么？军师月瞬间被堵得哑口无言了。哎，这个理由很强大，也很有说服力，他简直是无可反驳。帝释迦不给他深入思考的时间，一把揽住他的腰肢。蚊子没有叮你，你心里是不是很不平衡？薄唇直接覆盖上去，狠狠吻视在他肩颈处，与他自己那个草莓印一样的位置。这回你满意了？从他的手臂里，美好气味挣脱了出来，青山绿水，画舫正顺江而下，两岸山峦叠翠。想不到一夜之间，他们已经飘出去这么远了。帝释迦跟着他一起走出，从身后自然而然地将他拥抱住。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翡翠谷，你昨晚表现得不错，本座要送一件礼物，就在这翡翠谷里。什么礼物啊？只是拉着他下了船，沿着西边的栈道走向山谷深处，一片雅致的豪宅静立在西畔，木质的房屋显得低调而奢华，木色的风格与整座山谷完美相融。此宅名为碧落仙居，以后就是你的了。帝释迦微笑道。军师月心中大喊：我了个去呀！这土豪就是土豪啊，不过就是陪他喝了几杯酒嘛，就给了他一套房，不是一套山间别墅。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如何？多谢帝尊的美意，这里的确很美很高大上，但是我一个人住幽谷里，难免会害怕的，所以本座可以陪你，放心，不会让你一个人过夜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就算帝尊大人肯陪我，那我们也只有两个人住在这么大一片宅院里，多冷清啊！我还是习惯住在君家，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在一起。这样啊，那你可以给本座多生几个孩子，我们家也有一大家子人了。军师月简直想一头撞进小溪里。好了，生孩子的事情先不急。君家有什么好，让你总想回去？君家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呀，我的亲戚族人都在那里。那群人根本不配做你的亲戚，不如让本座把他们都杀了，免得你挂念。不行。为什么？他们那样对你，你还要维护？莫非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用到他们？告诉本座，本座替你解决。军师月的眸光闪烁了一下，或许帝释迦真的是一条捷径，可是他不会走。他一向潇洒独立，来去自由，他必须有他自己的人生，可以随心所欲。其实他们对我也没有多坏，只是不太关心而已。他们好歹是我的血亲，你可不许伤害他们。既然如此，本座就不勉强你在此住下了。碧落仙居是你的，你想来时再来。走，带你去看看本座的礼物。这座碧落仙居不就是礼物吗？一座宅院而已，算不得礼物。本座要送你的礼物，可比它珍贵1000倍。军师月的表情立刻凝固了。这卷轴上赫然是帝释迦的画像，而且完全真人版大小。本座的画像好看吗？好看。此画像不仅好看，更藏有本座的灵犀。
以后你若是想本座了，或是有什么事需要本座帮忙，只需轻着画像一下，本座就能感应得到。然后呢？然后，如果本座心情好，就会出现在你身边，实现你的愿望。金时月已经彻底被这个男人的脑洞折服了。你要将他留在碧落仙居？他的本意是想让他带在身边，带回君甲西风堂的，这样他就可以随时以亲吻召唤他了。帝尊的画像是极品，只有碧落仙居这样的高雅地方才配挂上。若是我想找帝尊了，就来碧落仙居签画像，比去九夷山爬圣灵宫的台阶快捷多了。试想了一下，他特意跑来碧落仙居亲吻他画像的场景，菲薄的唇不禁勾起一丝得意又甜蜜的笑。帝尊大人，你要是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回去了哈。昨晚可是说好了。不急，翡翠谷的鱼味道最美，吃过饭再走。金时月心思转动，忽然扶住腰，眉心一蹙，一副病弱模样。我昨晚好像没睡好，现在腰酸背痛腿抽筋，真的不想去钓鱼。你就大发慈悲，别让我做饭了，可以吗？他说他昨夜没睡好，浑身酸痛，帝释家的太阳穴跳了跳，有一瞬间的心虚。昨夜结束之后，他以真气目灌了他周身的血脉经络，按理来说他不应该再有酸痛一样的感觉才对。好，今天本座给你做鱼吃。啥？金时月的眼睛瞬间瞪圆了。帝释家嗯了一声，低低一笑，将他抱起来走向软榻。你先睡一会儿，本座做好了饭再叫你。说罢，吻了吻他的唇瓣，出门钓鱼去了。这男人今天好生奇怪啊！他说什么，他基本都答应了。等到吃饭的时候，筷子夹起一片鱼肉，仔细剔掉上面的鱼刺，送到他嘴边，温柔的微笑道：“玉儿，本座来喂你。”哇，真好吃！你若喜欢，以后本座天天做给你吃。不，我哪能每天要吃帝尊的鱼，多不好意思。你可以回报本座，夜夜陪本座喝酒猜拳。我去，你个女人又吃辣椒啊！石海里突然爆发出怒吼：“丫头，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帝释家那个大土豪没错吧？老子就说嘛，3天内他一定会出现的。被老子说中了吧？咱俩打的赌是我赢了，以后可不许再吃辣椒。”帝释家的手忽然落在了他的腹部。你的宠物真吵。血皇瞬间打了个激灵，他以灵体形态寄宿在军师月的识海里。按理来说，他与军师月的对话，外人是根本听不到的。大土豪你好，我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可爱，很高兴见到你，我感觉到十分荣幸。喵。小可爱，当初你在本座灵石面前可不是这样说的。帝释家的手微微用力。大土豪饶命啊！我之前都是跟您闹着玩的。喵，真的不是有意得罪的。帝尊，你怎么能虐待动物呢？快点松手！小手抓在男人手上，帝释家冷哼一声，这才松开。帝尊，我家二哈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玉儿，你快点把他养大，等他恢复了实体，本座给你做水煮肉片好不好？你是说用它做水煮肉片？绝对不可以！按照大周律法规定，禁止捕食一切灵兽。我可是国家保护动物，你们吃我的肉都是要坐牢的。如果玉儿不想吃水煮的，红烧也可以。不如就一半水煮，一半红烧。好。哇，你这个丫头怎么如此的见色忘友啊！老子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夫唱妇随的宿主？你好苦啊！老子不活了！手指一动，血皇神兽就被他再次封住，晕厥下线。吃过饭后，他要回家，他也仁慈的同意了，甚至还疼惜的说：“你昨夜喝了太多酒，以至于浑身酸软无力，不适合走远路。一定要回去的话，本座送你。”没事，我可以自己走。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人就已经被他抱起来了。再定下神来时，他竟已经抱着他站在了君家西风堂他自己的寝房内。好好休息，有事去碧落仙居亲画像，本座就会出现在你身边。木沙扑通一声昏在了地上，随后光雾一晃，他终究恢复了俊俏少年模样。君独幽来到井边，是化骨散啊，真是够毒的。屈指一弹，将一滴透明的液体弹入了木沙儿口中。化骨散的滋味，自己尝尝吧。少年在黑夜中转身离去。
西风堂的井水里被投了毒，这件事情他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只要在小姐姐面前演绎出戏，说不定能借机拿到他想要的那样东西。次日，姐姐，别喝，有毒。军师月给他诊了一下脉，没有人会想要害死君独优，对方想害的一定是他，可能是楚家人，也可能是穆家人，甚至可能是一直看他不爽的君陆海，谁知却阴差阳错的害了君独优。果然，毒是被投在水井里的，他中的居然是化骨散。我原本就活不了多久，能在生命的最后遇到姐姐，已经很开心了。不许胡说，我们还有一粒无常丹，可以让你起死回生。我知道姐姐的无常丹是可以趁着人死3日之内灵魂未散，招魂入体，让人复活，但那是保证躯体完好的情况下。化骨散如同复古之躯，哪怕我死了，也会继续将我的筋骨腐蚀殆尽。军师月苦思片刻，脑海中闪过2个可尝试的计划，起身对君独优道：“我有办法救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你再坚持一下，我会尽快回来。”长生录上记载过，魔气可以毁灭一切，吞噬一切。只要将化骨散逼至一处，然后再以沾染了魔气的长针刺入，化骨散就会被魔气完全吞噬掉。想要魔气，只能去找帝释迦，只要有他一滴血，其中侵染的魔气就足够了。君时月来到翡翠谷，帝释迦说，他只要亲一下他的画像，他就会出现。君时月撇撇嘴，无奈的亲了上去，说好的亲一亲就可以将他召唤出来呢，这根本不管用啊！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前夜帝释迦在云梦湖边说过的话：亲嘴。看来亲着画像的衣服是不行的，去亲画像上男人的唇瓣。别亲画像了，本座在这儿。顺势吻住他的脸蛋，搂着他耳鬓厮磨，演变成炙热的深吻，肆意缠绵。一天不见就想本座，借着这个机会，惊叫着，额头用力撞向帝释迦的鼻子，这一撞绝对能将他的鼻子撞出血。他则万分惊恐的、愧疚的掏出丝帕帮他擦血，回去后再将丝帕中的血溶开，涂抹在银针上，就大功告成了。傻丫头，撞疼了吧？本座给你揉揉，下回要注意，别再莽撞了。君时月咬咬牙，一计不成，他还有下一计。帝尊大人，我给你泡茶喝好不好？他拉着男人朝暗机走去。君时月早将银针插在了蒲团里，那针尖上沾染了他的鲜血魔气，就可以拿回去给君独优解毒了。帝释迦却突然微微一笑，在另外一个蒲团上优雅地坐了下来。君时月心想道：让你做有真人，你偏偏做没真的，真不配合。坐。好在针扎的比较偏，只要避开坐就好了。我靠！刚刚还好好的蒲团上，此刻居然密密麻麻的布满了针尖儿。怎么不坐？帝释迦轻嗤一声，手一招，那扎满了针的蒲团就飘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应该本座问你才对。想刺伤本座，一根针不嫌少吗？我想要你的一滴血。哦，君独优中了化骨散，我想以魔气为他解毒，只要你的一滴血就足够了。你很在乎那个小崽子，为了他不惜得罪本座。他算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当然在乎。至于得罪，瞅你这话说的，一尊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会为了这点小事跟我生气吗？扎一下又不会很疼，是吧？哈，本座可以不追究你，但你想要本座的血，也得付出代价。什么代价？陪本座睡一晚。本座说的睡，可不是像你之前那样闭上眼睛就睡觉，该做到的都要做。好，我给你做全套。君时月将男人拉到床榻上躺好，我要开始了哟，这叫睡前按摩，请你闭上眼睛，听我的，很快就会有惊喜。君时月看到男人一言合谋，轻轻按过他的穴道。然而这套点穴催眠术，君时月前世可是研究了很久很久，是他生平学过的最神奇的术法之一。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让人做一个好梦，想要啥就能梦见啥。1刻钟后，君时月望着某禽兽沉睡的面庞，他用银针扎帝释迦的时候，他忽然唤了一声月儿。
查清楚了。那个梦依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凉薄的唇瓣因此若有似无的弧度。启禀尊主，今日黑市中唯一一批化骨散是留向木下的。化骨散价格昂贵，药效惨无人道，在大周律法中属于级别最高的违禁品，即便是黑市也很难买到。这种危险品竟会出现在军事院附近，尊主自然不放心。何登节那夜，尊主在云梦湖毁了木下一条楼船，料想是因此迁怒了军姑娘，所以那穆小姐深夜潜入军姑娘的住处，并往那水井中投了化骨散。唯一奇怪的是，事后穆小姐自己也中了毒，似是被人反将了一军。木匠，哼，听着就让人心烦。尊主的意思是，让木匠消失吧？是，属下这就去办。辉夜下去后，圣座上的男人漫不经心的还想着那个有趣的梦。小东西的把戏真是层出不穷啊，居然能让他做那种梦。倒是他贪恋梦中的光景，导致他诡计得逞。梦里他太乖巧了，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极尽旖旎，而且很主动，甚至销魂蚀骨的求着他，还说了一大堆甜蜜又露骨的好听话。某人的禽兽心理得到了大大的满足。帝释迦想，这样美妙有趣的光景可不该只在梦里，他要让它变成现实。这一夜对天悦城来说是极不平凡的。天悦城4大世家之一的穆家突然起了冲天大火，真是太蠢，简直让我不忍直视。辉夜大人侠义心肠，还放了穆家那些无辜的妇孺。此等屠杀灭门的任务，就应该交给轻重。那家伙一向歹毒，做这种事情再合适不过了。右护法大人，传说中的右护法轻重，他还从未见过。不过若是换成他来做这件事情，估计穆家连只鸡都不行。姐姐，我没事了。军师月松了一口气，化骨散的毒已经解决了。军师月将穆山儿被白蟒惊吓的事情告诉了军毒幽。这件事情太古怪了，且不说那白蟒究竟藏在哪里，他跑到穆山儿面前却又没咬他，真奇葩。你以为蟒蛇是什么都愿意咬的吗？哼，蛇咬人还要挑挑拣拣。姐姐说过，那白蟒生得很漂亮，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长得好看难免会有优越感，因此而挑食。像穆小姐那样的人，我猜白蟒是不愿意吃它的。见到本座可开心了。你有听说过老鼠见了猫会开心的？的确如此。当老鼠你觉得不公平，那让你当猫，你可愿意？啊？按着他，让他趴枕在他的腿上，就是单纯的将他当成猫，舒服吗？来，学一声猫叫听听。我叫你大爷！军师月刚要爆粗口，男人的手突然滑到了他的腰眼上。军师月气鼓鼓的推开他。我不是猫。本座不是来找猫的。那你是来？你让本座做那样的梦，难道不是在邀请本座？大哥，你做什么梦怪不得我啊，我只是让你入眠。看来你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了。走，带你去回忆一下。帝释迦竟将他带到了翡翠谷碧落仙居。这里清静。穆家失火是你做的？不是。既然不是帝释迦做的，他就放心了。是辉夜做的。本座只让他杀人，可没让他放火。帝尊，有些事情是穆小姐一个人的过错，让整个穆家陪葬未免太残酷。穆家有很多人，其实罪不至死的。以后若再有这样的事情，希望你能三思。你以为本座有多少耐心？难道还要去穆家挨个挑选谁该死谁不该？别再想穆家的事情了。然而下一秒，突然就拨开了衣袍。你发誓绝不勾引本座？那本座身上那些痕迹，又是哪里来的？酒后乱性是人之常情，本座不愿你因此自责，才好心欺瞒。某人气定神闲的鬼话连篇。那夜的缠绵，他原本也没打算一直瞒着他。你一早就销毁了我身上的痕迹，对吧？你把我身上的红痕都抹去了，只留下了你自己的，伪造出一种我才是禽兽的假象。就算如此，你也该知道，你对本座并没有你所说的那么抗拒，甚至那夜本座还感受到你的热情。你敢说你只是逼不得已，为了自保？你敢说你做这些却从未喜欢本座？不敢。如此，你是承认喜欢本座了。今日你若是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心，
就别想离开这碧落仙居。你要我如何证明？自己想。帝释家还能想要什么？那绝对是气大活好的典范啊！虽然没啥节制，妈蛋，就当是嫖男妓了，谁怕谁呀？再回想起那晚的情形，居然还有点怀念。死傲娇的手感是真好啊！佳佳，做的事情吧。想要故技重施，你可考虑清楚。军师月，你别做的，果断搬香平路，不会后悔。当然，不过你得让我吹。然而，军师月原本想当日本老司机，结果车一开，他就后悔了。这车他没法开，帝释家的车根本不是他打算开的运动员车，而是要命的过山车。他想下车，可是某人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有夜风吹入，窗外的夜空喧嚣璀璨，银河卷着漫天星子流转，池中的睡莲也在长夜中寂寂地开了几朵。天将明时，军师月瘫痪在男人怀里，庆幸着自己还活着。两个人的身上都氤氲着水汽和花瓣的清香，因为后来他又被帝释家抱去温泉沐浴。当他以为今晚的节目已经落幕，可以歇歇了，谁知沐浴时胳膊不小心撞了岩石，哼了一声，就立刻被帝释家抓住把柄，说他这是在引诱他，然后直接在天池里将他这样那样一番，还逼着他喊了他夫君。那时军师月才明白，原来他不许叫帝尊，也不许唤他姓名，其实是听他叫夫君了。他不肯，他就不放过他，故意折磨，还在他耳边说了很多那样的话，让他的脸红到爆炸，迫不得已只能碎了他的愿。现在他又抱着他一起睡，军师月的眼皮已经沉重到睁不开了，意识却有些凌乱，只要闭上眼睛，脑海里都是帝释家的脸和神态，令人心悸。睡不着。沙哑低沉的嗓音从头顶传来，虽然只有简单的3个字，但是军师月敏锐地听出了隐含的潜台词。既然睡不着，那就继续。军师月一个机灵，赶紧一动不动地装死。然后他听见男人意味深长地哼笑了一声，掌心浮上他的脊背，如温泉般的蒸汽灌入他的经脉，让他沉沉睡去。翡翠谷清幽静谧，远方的天月城却已经炸开了锅。破晓之时，穆家的大火才熄灭，同时消息已经不胫而走，原来这场大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穆家是被灭门了。一时间人心惶惶，都在猜测穆家究竟得罪了谁。帝释家醒来之后，眸光从房间里淡淡的搜寻了一圈，人去楼空，睡过就跑，真是坏习惯。帝释家起身，直接拂衣走入庭院，天池里清波荡漾，如同昨夜的缠绵。不是跑了吗？为何回来？咦，误会，我是去给你买早点了。怎么样，惊不惊喜？军师月挑眉，他原本不想买，但是转念一想，自己溜走后又跑回去，十有八九会遭到责问，倒不如谎称是特意给他买早点去了，毕竟让帝释家高兴，对他只有好处。男人深邃的眸光闪烁了一下，唇角勾起漂亮的弧度，满意又得意。下次别再跑出去了，想吃什么让辉夜去。对了，辉夜在穆家杀人放火，没留下罪证吧？因何这样问？你在担心本座会被人寻仇？唉，我知道你不会把穆家放在眼里，但是现在我的一个堂姐，也就是穆家的外孙女，突然被封王妃，如此一来，穆家变成了皇室远亲。倘若被人查出穆家灭门是圣灵宫所为，会给你带来麻烦吧？你不是反对这种灭门的行为吗？怎么还来通风报信？瞧你这话说的，我的确无法认同你草菅人命的习惯，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比起穆家，我跟你的关系更好，自然要替你考虑啊。再说了，你是因为我才对穆家动手的，若是因此惹来了麻烦，我也过意不去了。月儿，你傻的时候当真可爱。我跟你说正事呢，你能不能正经点？所谓皇室，从来不在本座眼中。军师月心下想到，大哥，我知道你一向傲娇屌炸天，但是也不能这么猖狂吧？在你看来，大周皇室很了不起了？这嘛，好歹是统治者，要我说，咱们还是大事化小，别得罪的好。帝释家听罢，眼波微沉。这个小东西是第一天来轩辕大陆吗？居然以为他会忌惮一个世俗国家？哼，岂知他若有心想要天下，又有何难呢？那若是大周皇室知闻穆家之事，向你讨要说法，你打算怎么办？他们不会，这件事自会有人去善后。
他伸手将他揽进怀里。玉儿，你跟本座在一起，什么都不用担心。怎么，到现在你依旧害怕本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希望他对他的好都是发自内心的。他希望君时月无论是给他做莲花酥还是买早餐，都是心甘情愿的，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讨好他。唉，你修为高，又习惯仗势欺人，我怎么能不小心对待呢？你不必如此，你看昨夜本座都已经这么欺负，本座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我勒个去啊！君时月听见了什么？昨夜他任他欺负？昨夜他可是全程清醒的，发生的一切他都一清二楚。帝释迦是以为他是傻子吗？还说这种颠倒是非的话来蛊惑他？你再说一遍。哼，你说你腰在上面，本座也允你了，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君时月的心里只能是呵呵呵呵。起初的确是他思路骤变，突然想开了，决定潇洒风流做人，干脆将他当成男宠，好生糟蹋一番，获得心灵上的满足和报复。心想，哼，让你一直想拿老子当暖床工具，现在没想到吧？要睡也是老子在上面睡你。一切就那样和谐的发生了。谁知等到车一上路，他就立刻露出了本来面目，位置很快颠倒，他游刃有余，肆意掠夺，他技不如人，辗转求饶。唉，帝尊大人，你知道什么叫占了便宜还卖乖吗？替孙大人，你昨晚可不是这么叫本座的。那个称呼是你强迫我叫着玩的，当时情况特殊，我不得不叫，你可不要当真啊！帝释迦眸色一沉，一声夫君对他来说就只是叫着玩而已。哼，这小东西可真渣呀！本来就是嘛，床上说的话哪能算数？不算数。帝释迦阴鸷地笑了一下，君时月诚然的态度竟让他有了一种诡异的挫败感，仿佛在这段关系里他才是被玩弄的那个。他不信这小东西对他毫不动心。看来施教的次数太少，没能让你养成习惯，以后夜夜都这样，自然就算数了。夫君，我错了。妈蛋，帝释迦的节操早已离家出走，跟这种人他还有什么好较劲的？识时务为俊杰啊！帝释迦哼笑一声，垂眸望着他一脸憋屈的模样，心中却蓦然柔软了一下，又好气又好笑，竟有点不知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也罢，称呼什么本座就不与你计较，毕竟来日方长，本座的好你以后也会慢慢知晓。明明是姿态极其温存的一句话，君时月却听出了满满的邪恶狂狷的味道，后背窜起酥麻的寒意，心里将头摇成拨浪鼓，提醒自己冷静。你一个没灵根的小透明，怎么能想着和修为高到没品的大魔王处对象呢？7日之后，君家大小姐君诗雅衣锦还乡。雅儿，穆夫人激动地上前握住女儿的双手。别哭了，娘，我都知道了。穆家的事情我已经跟武王爷说过，大理寺会派专人来协助咱们断案，无论灭门凶手是谁，都必须付出代价。突然，一个老叫花子从斜刺里窜了出来，拦路乞讨。老爷家里是有喜事了呀！恭喜恭喜，给2个赏钱呗！我看，你们怎么可能家？这种老东西还不赶紧撵走，丧了君府门楣！回老爷，这老叫花子这2日一直在大门前赖着，我们驱赶了很多次，可谁知他又回来了。君时月远远望着他们，的确，这个老乞丐是最近出现的，他也不去别处乞讨，就一门心思在君家附近晃悠。这么大的一个世家，有钱有势，却连一点仁爱济贫之心都没有。你爹当年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呀？哪儿来的老疯子？我爹怎么教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提起员工，挥袖一扇，罡风凌厉迎面扇来，老叫花被打了个正着。天啊，卢，这老大爷死了！老叫花一怔，旋即明白过来，立刻配合他碰瓷，头一歪，没了动静。家主，你怎能这么愣啊？他虽然是个乞丐，但也是一条人命。大周律法规定，杀人是要下大狱的，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君家主这是当街杀人啊，厉害了！这不会吧？他刚刚不过用劲儿扇了一下，怎么就死去了呢？小姐，这老叫花口唇青紫，口中无血，由此看来，并非死于家主的攻击，而是本来就患有心痹之症，刚刚摔了一下，恰好发作，这才身亡的。
言外之意，君路海不是凶手。既然如此，就让人将他好生安葬吧。说的没错，我这就去账房支100两银子，买个帛棺将他葬下。军师雅不动声色地看了军师月一眼，几年不见，妹妹机灵了很多呢。军师月嘿嘿一笑。无人的小巷里，军师月将100两银子递给老乞丐。这些碰瓷的钱你拿去买个草屋，安稳度日吧。小姑娘，这不认不识的，你为啥要帮我呀？不为啥，就是看不惯他们仗势欺人。他走后，老乞丐才抬了抬手上的破斗笠，白眉之下的双眼将露出2道顽皮的金光。10几年没回天悦城了，物是人非，这里的一切还真得好好熟悉一下。穆家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是，尊主放心，青仲已将事情压下去了。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句话而已。同时暗叹，尊主近日真是百无聊赖啊，居然过问起这等小事来了。尊主近日心情不大好，是又在想君姑娘，因此而烦心了吧？是吗？本座怎么没觉得想她？尊主以前是没有烦心事的，但自从君姑娘出现就有了。那小东西没心没肺，实在可恨。这些时日，本座没去找她，她也不难过，反倒潇洒得很。君姑娘一个人丰衣足食，想干嘛就干嘛，也没人能管制她。可一旦到了尊主身边，那就得小心做人，哪句话没说好，尊主就很生气，后果就很严重。所以对于君姑娘这种看重自由的人来说，待在君府自然更乐呵一些。尊主想让她放弃原有的自由生活，怕是很难。难道本座就由着她在外面潇洒？哎，属下倒是有个主意，或许能让君姑娘心甘情愿地搬来尊主身边住。尊主，昨日京中献来一箱奇珍异草，都是炼丹修行的良药，正符合君姑娘的需求。尊主可命人将此箱宝物投掷于天悦城外山脚下，必然会引起众人的激烈争夺，君姑娘也会因此来围观。但最后这箱宝藏肯定是能者得之，会落在某个世家手里，比如楚家或者云家。君姑娘想要也抢不到，等到最后关头，您戴着这个面具，像盖世英雄一样，踩着七彩祥云，轰的一声从天而降，当众夺下宝藏送给君姑娘。帝师家听的是一脸黑线。君师雅在府中安顿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穆家灭门的真相。君小姐，下官已经查明，作案的乃是一群山贼，现在都已认罪服诛，还请君小姐节哀。荒唐！区区山贼能灭我外公家满门？你们这分明就是敷衍了事。去接着查，若是查不出真凶，我会让王爷弹劾大理寺，治你们办案不力之罪。君小姐，这桩案子不是我们敷衍，而是实在不能再查了。什么意思？朝中有贵人指示，此案查不得，须得尽快了结，还望小姐理解下官的难处。这件案子是武王爷让你们查的，是什么贵人？说的话难道比武王爷还有分量？2名官员沉默不语，而君师雅说完这句话，也陷入了沉思。这2名官员选择听从那位贵人的吩咐，违背武王爷，自然证明那人的话比武王爷更有分量啊！我知道了，你们走吧。哼，你当本座是什么人？要为了一个小丫头去做这等浮夸幼稚的事儿？次日，一个巨大的宝箱凭空落在了天悦城外。你说，等下他真会惊喜感动吗？哼，必须的呀！尊主嘴上说的冷酷无情、不屑一顾，结果还是一骑前来了。云楚君3家的家主也来了。家主，这箱宝藏是落在咱们云家地界上的。哼，笑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附近是你们云家的田地没错，但这箱宝藏却是我们楚家家仆先发现的。诸位快别抢了！实不相瞒，这箱宝藏实际上是武王爷给我家雅儿的聘礼，运输途中不慎遗落在了这里。此箱宝物凭空出现，若真是无主之物，就该有能者得之。宝藏最终归胜者所有，我们3家家主各出一招，以较高下。此时乃上古磐石，几千年风吹雨打不见斑驳，你我3人就以它为证，各自出一道剑线吧，比试谁在石上所留的剑痕最深。好，一言为定。尊主，该您出场了。七彩祥云属下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千里传音的神乐为伴，保证一场旷世奇景，让君姑娘感动得一塌糊涂。却忽然传来一声苍老的大笑：“要天抢宝藏，那我也要来抢一抢。你们会话剧时，我也会。”说罢，
直接将原有的3条横痕切成了6段。这老头子都没用兵器，就用手指日常一划，就将3位家主碾成了渣渣。老人冷笑着，一把掀开了头上的斗笠。君洛海终于站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爹，真的是你吗？你这个不孝子，昨天你是怎么对待你爹的？你还记不记得了？爹，您回来为何不早点告诉儿子，偏偏要装成一个乞丐？滚一边去！我现在看见你我就来踢，等回去我再动用家法。哎呦，我的宝贝孙女儿！爷爷你好。这些年呀，爷爷在外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这些东西就当是爷爷送给你的见面礼了。树林里，辉夜一脸尴尬，他喵的，居然有个自称爷爷的半路杀出来，改了他的剧本儿。原本是应该尊主去抢走宝箱送给君姑娘的，可是现在已经有人做这件事了。村主，现在好像用不着等。一时家面无表情。水灵果最好入夜再吃。爹，家，君时月吃了一惊，心中居然诡异的产生了某种惊喜情绪。你刚刚说什么？水灵果应该晚上再吃？水灵果是水系仙果，在煮水时辰服用效果最佳。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这水灵果本座没收了。啥？凭什么啊？君时月立刻不乐意了，伸手去抢。这是我的。你的？本座早就说过，你的一切都是本座的。君时月噎了噎，拧眉瞪着他，这男人搞什么嘛？看起来他就是心情不好，就跑到他这里来没事找事。这箱宝藏不会是你扔的吧？是又如何？你疯了？干嘛乱扔东西？这几日你都在做什么？吃饭、睡觉、修炼。还有呢？没有了。你都没有想过本座？但是听到帝释家如此质问，他除了惶恐，竟有种莫名的高兴，鬼使神差的就点点头。当然想过，就因为总是想起你，害得我连修炼都不能专注了。他说的是真话，帝释家怔住了，他竟有这般想他。既然想，为何不去碧落仙居找本座？这个嘛，我是担心你很忙，不想打扰你。毕竟你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而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怎么能动不动就找你呢？他眉目微垂，乖巧的不行。男人突然伸出手，一把就将他勾进了怀里。你在本座心里有多要紧，别人不知道，你自己还不知道吗？看你如此委屈，这水灵果就不没收了。等到了夜晚，本座亲自喂给你吃。嘿，玉儿，我的大孙女啊，快来吃晚饭啦！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有人来了，你赶紧躲起来，快！为何要躲？你不想躲，难道是想跟我爷爷交朋友？那倒也行，我可以介绍你俩认识认识，你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帝释家冷漠地哼了一声，看了他刹那，终究不情不愿地转身朝后院走去。片刻之间，帝释家刚刚踏入后院，就有一阵风吹来，卷着一丝很别样的气息。屋内的竹席上，君独幽盘膝而坐，周身都萦绕着幽绿的烟雾，看上去十分诡异。君独幽抬起头，看向突然出现的男人，帝释家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不发一言，眸中的颜色却幽暗如墨。看来我很不幸，被第三大人发现了身份。是本座看走了眼，竟让你藏到现在。和歌节的那夜，帝释家与君独幽打过一个照面，那个时候君独幽的妖元还被禁锢着，是以他没能察觉。所以你也猜到了，我会出现在君时夜身边，就是想凭借着他跟你的关系，取得你的一丝魔气。若仅是如此，你为何不离开他？他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的确没有必要继续待在君家，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就是舍不得走了。所以呢，你想怎么样？你说呢？如果这个蛇妖得到魔气就立刻离开，也算他幸运，但是他居然还留在这里，敢利用并且觊觎他的女人，当然只有一种下场。想要杀我，没那么容易。闪电般出手抢得袭击，一道笔直凌厉的光刃如青湖一般袭击。什么声音？我出去看看。都是我养的那只坏猫，一天到晚的上房揭瓦，各种拆家。爷爷，你先走吧，我得去好好收拾收拾它，然后换身衣服，再去吃晚饭。那好吧，那爷爷就先去天堂了。收拾完快点过来，大家等着你一起吃晚饭呢。苍白瘦弱的少年捂着胸口跌跪在地上，喷出的鲜血已经染红了衣衫。
他颤抖着想要爬起来，却又似无能为力。你们在干什么？玉儿，你可以喜欢小动物，但不能什么都养。什么意思？帝释迦伸手轻轻扶在他的眼睑上，他的手移开后，扶在面前的哪里还有俊秀的少年，分明是一条的大蟒蛇。他眨了眨眼睛，视野又恢复了往常。抱歉了，姐姐，有些事情没提前告诉你。袭击穆沙尔的那条白蛇就是你啊？那女人来到西风堂投毒，恰好被我撞见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喝有毒的井水？你是故意？对，我就是故意的，因为我是妖。10几年前一场意外，让我流落到轩辕大陆。当时我性命垂危，托生了君家的一个婴儿才活下来。元功一直受限，这里的灵气实在太稀薄了，我无法恢复功体。而妖与魔都是邪类，只有魔气的共鸣能唤醒我被禁限的妖元。所以，我为了拿到帝释迦的魔气，假装中毒。姐姐，你愿意跟我走吗？只要你愿意，我有办法带你离开。你摆脱帝释迦的纠缠，让他永远也捉不到你。我操，我是真的喜欢上了帝释迦啊！姐姐，你不愿意是吗？为什么？难道你喜欢他了？玉儿，说出你的答案，本座也想听。没错，我的确喜欢帝尊大人，我不想离开他。你一定是被他美丽的外表迷惑了，但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你对他可能一无所知。居十月神情一动，帝释迦眸色略微流转，懒洋洋的道：“玉儿，别信他的话，他是妖怪。”我是妖怪，那你呢？这家伙才是真正的魔鬼。你不知道他做过多么可怕的事情，他根本不可能有人类的感情。你要和他在一起，你一定会后悔的。你说什么？多余的话就到此为止吧。君独幽被灵力击中，别杀他！你看他不爽，让他离开就好了。说罢，转头狠狠瞪了君独幽一眼。你这个小蛇崽子，居然敢骗我！你给我滚蛋吧，有多远滚多远，再也别让我看见你。你不舍得他死？他虽然利用了我，却也救了我一回。如果不是他，种花骨伞的人就是我。你就放他走吧。好，本座可以留他一命，但是他想离开，他突然伸手凭空一握，得付出点代价。他的内丹，幽绿的妖气散去，只留下一条白色大蟒，可怜兮兮地盘缩在地上。放心，他死不了。本座只是拿了他的修为而已。君独幽利用君十月求得魔气，也算是间接算计到了帝释迦头上。如此能保住一命已是不易。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君十月的心里乱糟糟的。院子外面传来了小厮的呼声：“二小姐，您收拾完了吗？老家主催您去吃晚饭呢。”君十月这才想起来，老头子第一天回来，特意叫他一起去厅堂吃饭，大概是有话要说。要不你先去房间等我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帝释迦扫了他一眼，面色阴郁不满，一次次屈尊降贵的来君家找他，还要被他晾在一旁，行吗？本座也饿，需要吃饭。我回来就给你做好吃的。早些回来。厅堂里一家人已经落座。你这个畜生，居然把你弟弟一家的东西都占为己有了，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这些本是留给玉儿的财产，你给我跪下！爹，我没有啊。弟弟亡故的时候，君十月他还小，根本不会花钱，吃穿用度都由家里提供，给他钱财也没用啊。我们只是替他保管而已。如果只是保管，为何现在都给雅儿做了嫁妆了啊？雅儿能嫁入皇室，对咱们君家都是天大的好事啊！多准备些嫁妆，也是为了君家好。等雅儿在京城站稳了脚跟，咱们一家都可以搬到京城去。到时候，君十月也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在乎眼下这点钱吗？你们两口子的财产，想要给雅儿做嫁妆，我也不反对，但属于玉儿的部分，必须留下。雅儿是要嫁给王爷的，嫁妆可不能太寒碜呢。就是因为要嫁给王爷，未来根本不可能会缺钱。还要这么多嫁妆做什么啊？倒是玉儿，以后很可能嫁不出去，
爷爷难道忘了吗？妹妹和楚家少主可是有一门娃娃亲，怎会嫁不出去呢？哼，别给我提楚家那个没心没肺的小子！我都听说了，他道德败坏，勾三搭四，根本配不上我的月儿。退婚就退了，月儿不张罗退，我也会给他退的。入夜，西风堂。太素了。你想吃肉吗？你若真的想吃，我也可以去肉店敲门给你买。不必，本座想吃的肉，外面买不到。啊？你想吃什么肉啊？自然是你的肉。先吃他煮的面，然后再吃他。完美。君诗雅那边，小姐，二小姐她在寝房里还藏了一个男人。你说什么？奴婢虽躲在远处，却也瞧见了。那寝房的窗纸上分明印着2个人影，2个人搂搂抱抱的，毫无礼数。当真？你看清楚了吗？奴婢看得非常清楚。好，好，好，我这就去通知老头子，咱们大家一起去捉奸。等等，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办。如果直接去跟爷爷告状，他就会看出咱们在故意针对军师月，监视他，找他的麻烦。万一大家赶到的时候，那男人已经跑了没抓住，咱们就成了诬陷，也难以收场。只需说是府中出了贼，剩下的一切水到渠成。对呀，有贼啊！有贼啊！这是怎么了？爹，府中遭了贼。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贼而已，值得这么大气？亏你还当了这么多年的家主，遇事还这么不沉稳。老爷，那个贼人好像朝着西凤堂逃去了。什么？快去擒住他，别让他伤了月儿！帝释迦将少女放在腿上，扣着她的腰肢，低头就咬住了她的唇。呼吸刚刚交缠，外面却忽然传来了嘈杂声。佳佳，有人来了，你先去床底下藏一会儿，怎么样？老爷，我亲眼看见那贼人跑进西风堂了。哎呀，一定要抓住他呀，不然他惦记着雅儿的聘礼，一次没偷成，还是会再来的。月儿啊，你睡下了吗？快起来！老爷子叫嚷着，说是有贼人躲进西风堂了，哎，快出来呀，月儿！我有办法了，等下你就……帝释迦听罢，眸色森寒，不耐烦地说道：“何必那么麻烦？你就当帮我个忙了，配合一下嘛，夫君大人，求你了。”我看那贼人就藏在这房间里。房门里忽然传出一波巨大的凌乱，如浪潮般向他掀来。咯嘣一声，君陆海听到自己踹门的老腿发出一声骨折的脆响。一个穿黑袍的人正劫持着军师月。救命！只有穆夫人和军师雅一脸愕然，这就是军师月藏在房里的男人，他们这根本就是在顺势演戏。这个穿黑袍的根本不是贼，而是这丫头。君陆海差点喊出真相，却又发现自己没有证据，是他口口声声喊着有贼人躲在西风堂。这位壮士，好汉，大侠，你千万别激动，放开我孙女儿，我们绝不会为难你，一定让你安然离开。寻常钱财我没兴趣，想让他活命，就拿皇家聘礼来换。这位大侠，东西太多你也拿不了，要不你就选那匹凤霞蜀锦吧，据说是皇家专用的，刺绣都是金线缝制，非常值钱。听你的，就要它了。众人感觉好像哪里不对，但又难以描述。去把这匹蜀锦大袍给大侠带走。旁边的军师雅脸都气白了。那匹凤霞蜀锦是聘礼中最稀奇最珍贵的，只有皇宫里才有，市面上根本买不到。他原本是打算用它来缝制嫁衣的。大侠，这不给你了，快放开月儿，说话要算数。帝释迦冷漠地瞥了东西一眼，终于松开了身前的少女，又随手拽住捆扎的棉绳，在地上拖着朝外走。军师雅看在眼中，心都在滴血。来到碧落仙居，灯月下，院子里多了一条华丽丽的地毯。他定睛一看，才发现是那匹凤霞锦属。外面的地毯好看吗？好看，就是有点奢侈。那东西只配当地毯。那个，谢谢你刚刚的配合，帮我解了围，还顺便虐了他们一回。以后不准再那样叫本座，你若再敢叫一声，本座就什么都答应，一辈子对你好。啊！军师月怔了怔，一时没反应过来，哪样叫？军师月还在不懂地望着他。你方才求本座时叫的那4个字。好的，那我以后还是叫你帝尊大人。小东西，有点气人。
等等，你……军师月转身与他对视了2秒，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伸手一摸，啊，红色的血迹！我去，果然是来大姨妈了。来，换上。我自己换。他抱着衣服和月事带跑进房内的锦屏后，很快就换好了。水灵果性寒，下次再吃吧。肚子又疼啊？军师月点点头。帝释迦将他抱到软榻上，掌心抚上他的小腹。这样呢？灵力如温热的泉水般从他掌中浇灌而来，又似暖露蒸腾。不过片刻，那种难过的疼痛感就消失了。他为何这么了解女生啊？军师月不禁又想起与他圈圈叉叉的那些以礼片段，这男人那么会，完全就是个老司机啊！帝尊大人，军师月忍不住低声问道：“你睡过多少女孩啊？你肯定有过很多女神，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那你那些经验都是从哪里学的？这种事需要学吗？你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你从来没有碰过其他人？没错。军师月垂下眼睫，他无法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本座的确只有你，你若不信，可以去问问别人。我能问谁呢？辉夜。他抬指捏了个法诀，一道光芒弹射而去。远在九夷山的左护法大人都要睡下了，突然接到帝尊传唤：“尊主，进来吧。辉夜，你告诉月儿，本座可有过其他女人？”这种事情为啥要让我说啊？说话。当然没有，尊主一直是冷情静郁，讨厌女人嬉戏，只有薰姑娘例外。军师月心道：“我不想听了，请让我躲起来。”啊，圣灵宫刚建立之初，属下也曾找来过侍女，服侍尊主起居，但尊主不喜欢他们伺候，全部赶出去了。各国为了讨好尊主，数次献来各色美女，如花似玉，然而尊主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属下也只好将他们都打发走了。大周公主爱慕尊主，亲自来九夷山求见，恰逢尊主闭关，公主就在山下执着的等了7天7夜，终于等到尊主出关。结果尊主压根没兴趣见她，直接拒之门外了。辉夜一口气讲了7、8个案例，最终做出总结，斩钉截铁、信誓旦旦地说：“在君姑娘出现之前，属下从未见过尊主碰过任何女人。”月儿，可听清楚了吗？听清了。他声音很小，又有点发抖，所以听起来竟像是在撒娇嘤咛。辉夜忍不住垂下头：“哎呀，你们2个怎么就这么腻腻歪歪的？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单身狗的心情啊？”你可以回去了。遵命。大半夜的传唤他过来，就是为了让他讲讲这些事，顺便泼了他一身狗粮。辉夜一走，帝释迦俯身吻下来：“我是特殊时期，你不能。”喂，不会真把你怎么样的。不知过了多久，你是指哪里？如果是肚子，早就不疼了；如果是皮肤，你是魔鬼吗？本座那是在宠你。我不要你宠。你要的，你是本座的宠物。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这句话听着怎么这么渣呢？毕竟我修为比你差太多，无法为你做什么，所以我没资格与你并肩站在一起。你也永远不可能将我当成平等的恋人。谁说的？你明明能为本座做很多事情。过几日你身子好了，就为本座做。你做梦，我是不会让你如愿的。翌日，帝释迦回到九夷山就问辉夜：“今日是初几？”初8。军师月并不知道自己的生理期已经被某个禽兽默默记在了心里。去查查这世间可有塑造灵根的方法。去查查这世间可有塑造灵根的方法。辉夜大人殚精竭虑，找了3天3夜，也没查出塑造灵根的办法。最后还是右护法青宙得知此事，发来讯息：世间只有一物可替代灵根，其名为往生花。辉夜如实禀告：“尊主，往生花是天下第一奇花，生长在南方绝境森林的最深处，传闻1000年只开一瞬。青宙卜算，近日恰好就是花开之期。花开一刹，只要尊主以鲜血浇灌，它就会受到魔气的影响而永不凋谢，再植入丹田，便可以代替灵根吸收天地精华，转化为灵力供人使用。”帝释迦听罢沉吟了一下：“尊主，你要去吗？”辉夜不确定地问。绝境森林远在轩辕大陆的南部尽头，凶险无比。想要取得往生花，非但要进入森林深处找寻，找到了还要守在那里，寸步不离地等待花开。也许是等几个时辰，也许是等10天半个月。军师月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最后一颗无常丹不见了。
是那个小蛇崽子拿走了，抽屉上还留着他妖媚的气息，我闻到了。无常丹原本就是以他的蛇蜕制成，最后一颗也是留给他的，他有需要就拿去吧。军师月忍不住叹了口气，哼，你有什么好惆怅的？白天有老头子向着你，晚上还有帝释家宠着你，你这是人生巅峰，你还想怎么样？他那是拿我当宠物，当宠物有什么不好的呀？老子的梦想就是给有钱人当宠物，每天好吃好喝的，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不用愁，就光负责卖萌就可以了。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动物，老娘是神，能跟你一样吗？帝尊大人，这天还没黑呢，你怎么就来了？晚饭吃什么？帝尊大人想吃什么？上次的面条，帝尊好像还挺满意，要不今晚还吃面条？帝释家听罢，直接从袖中抽出了一卷东西丢给他。军师月接过来一看，竟然是一卷食谱。就知道吃面条，本座要离开一段时间，这期间你就好好学着食谱。待本座回来，你若还是每天煮面条，就别想睡觉了。帝尊大人，你要去哪里啊？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多久回来？少则10日，多则1个月。去做什么？办一点事情。军师月咬了咬唇瓣，好吧，他依然什么都不告诉他。他垂了垂眼睫，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帝释家的心蓦然一软。你在关心本座？本座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若想本座，就打开一个。军师月惊讶地望着他们，3个锦囊都是绯红色，扎着了细细的丝带，精致漂亮，外观一模一样，大小却有明显的区别。帝释家已经离开2天了，小心翼翼地解开系带，锦囊被拆开的刹那，忽然被人从椅子里拎了出来，从身后将他霸道地扣进怀里。这么快就想本座了？帝尊大人，你是真人吗？还记得你让本座做过的那个梦吗？现在，本座要把它还给你。我说过的那个梦不是我让你做的，是你自己做的。小点声，否则这幻境会碎的。幻境？这些问题等会儿再给你解释。本座的时间有限，我们先做重要的事情。军师月一头雾水，直到被他压在榻上，吻强势的落下，烛火在跳动，不可描述的黑夜，窗纸上透出拂晓时鱼肚白的颜色。军师月一动不动地瘫痪在那里，泪流满面。不是说时间有限吗？看看外面，天都要亮了。男人咽足之后，给他简单的解释了几句。这一切都是帝释家留给他的一个幻境，装在锦囊里面，他一旦拆开，幻境就会自动开启。宝贝儿，这只是一个梦而已，等你再醒来，就什么都消失了。略睡到中午才醒来，帝释家果然已经消失。他动了一下，想要起来，浑身像大卡车碾压一般酸痛，于是又躺了回去。丹田里的血皇神兽也迷迷瞪瞪地醒了过来，听说了他昨夜的遭遇后，解释道：那锦囊里装的应该是炼魂香，料想是帝释家将他的一抹魂石用特殊方法炼成的，就如同迷香一样，你闻到之后就会坠入他的世界，虽说是幻境，他却能借此完全掌控你的感官，甚至你的生死。楚雄带着楚凌风来探望军叔叔，军这年回来重新接管了军家，天月城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变，楚雄正是抱着这个目的而来的。军叔叔，小侄那日见你安然回来，激动的无以言表，今日特意让人挖了2坛百年好酒，就想跟你老人家共谋一醉。还愣着干什么？快来拜见你军爷爷！你军爷爷跟你祖父可是8拜之交，情同兄弟，以后见到你军爷爷就得像见到你亲祖父一般，懂了吗？楚凌风已经受了充足的教育，跪在地上实实在在地磕了个头。晚辈拜见军爷爷。军叔叔啊，当年你与家父给孩子定下的娃娃亲，这真是太明智了。军这年心道：那可是老头子我这辈子做过最差劲的决定。军十月一直躺到日落西山，才奄奄地爬起来，浑身都是难以言喻的酸软。既是帝释家掌控的幻境，他完全可以为他消除这种感受，可他偏偏不。帝释家一定是故意的，因为他不在你身边，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让你刻骨铭心，想忘他也忘不掉。变态！我能不能把另外2个锦囊扔了？切，你敢吗？又舍得吗？二小姐，你在吗？老爷让我来带个话。怎么了？楚家主带着少爷来了，还想履行当初的承诺。楚少主发了誓，说愿意只娶小姐一人，到死都不纳妾。老爷想问问您的意思，还愿不愿意？麻烦你告诉爷爷，我就是孤独终老，
也不会嫁给他的。小厮将原话附耳传达给君振年。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这桩婚事既然月儿已经退了，我作为长辈也该尊重她的选择，没有再强迫的道理。所以联姻的事情休要再提了。在军府花园里烦闷的转悠。勋小姐，楚少主不必客气。楚少主今日来，可有与爷爷提起过两家的婚事？也不知我离家之前还能否喝上你跟我妹妹的喜酒。这个……楚林峰有点尴尬了，他咳了2声，终究没脸说出事实，揶揄道：“日子还没定呢，还得再商量。月儿年纪还小，怕是还想在家里多待2年，不愿出嫁。”对，所以这婚期短期内就没了着落。你不知道，女孩子到了某个年纪就会变得格外任性，不讲道理。月儿又有老爷子宠着，自然更加不懂事，这才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但像月儿这样的女孩，其实也很好哄的，只要让她喜欢上你，她就会急着嫁给你了。我该怎么办？这天气越来越热，也到了去山庄里避暑的日子。听闻楚家的山庄就在君家旁边，到时候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不妨对她殷勤一些，多展现出你的优点，她自然会对你生出好感。对，我回去就吩咐下去，立刻就搬到山庄中，在那里等着你们。君时月正在收拾换洗的衣物，老爷子已经下发通知，明天开始全家都去南山的山庄小住消夏避暑。以往君家都不带君时月去，今年还是头一回。山庄后有大片竹林，君时月安顿好以后，就沿着林间小路漫无目的的溜达。我的好妹妹，第一次来避暑山庄，感觉如何？尚可。山顶还有温泉呢，你一定从来都没有泡过温泉吧？你不知道，泡温泉特别舒服，还能让人容光焕发，变得更加美艳动人。我们的确没泡过南山温泉，我们只泡过九嶷山的仙潭和碧落仙居的天池。但君诗雅听不到他这些话，仍是微笑着说：“不如等入夜了，我们姐妹一起去泡温泉。我知道关于你爹娘的很多事情，到时候可以讲给你听啊。”君诗雅这已经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了，明摆着是个陷阱。诱饵已经抛给你，就看你敢不敢来。今夜亥时，我在山顶温泉等你。好啊，你尽管等着吧，去不去看我的心情。君诗雅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狰狞。亥时已过，君诗雅却没来。君时月独自来到了温泉边，修罗使者。想不到深夜来泡个温泉，还能遇到一个小美人儿。小美人儿，从现在开始，你属于阿修罗国了。血皇神兽在丹田里叫道：“老子就说没好事吧！那些阿修罗使者很少单独行动，附近肯定还有其他同伙。趁着眼前这个只是青铜，赶紧把他干掉，怎么好跑路啊？”君时月没有动，不许伤害他。月月，别怕，我会保护你的。楚林峰大声吼着，宝蹄圆弓朝着青铜使者扑了过去。青铜使者反应过来，立刻出招相搏。2个人都是4、5品的修为，很快就打成一团。君时月当场懵逼了。当初楚雄去见修罗使者，都是那样卑躬屈膝、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对方。如今楚林峰为救他，居然敢对修罗使者动武，这都是什么奇葩剧情啊！楚林峰让暗卫装扮成修罗使者去劫掠君时月，他再来个英雄救美，谁知对方似乎入戏太深，对方却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直接扑上来继续猛攻，招招阴狠夺命，心中直骂娘。大女的，演个戏而已，你这么卖力干嘛呀？拼命地朝对方使眼色。楚林峰紧接着重重挥出一拳，打中了他的下颚。没事了，他已经被我打趴下了。那青铜使者摔在地上的时候，脸上的修罗面具掉下来，露出了一张丑陋消瘦的脸。楚林峰的眼睛瞬间瞪得比铜铃还大。我去，这个人根本不是他安排的暗卫。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穿着黑袍戴着青铜面具的楚家暗卫才从树林的另一边跳了出来。楚林峰脑袋里轰的一声，不好，他在召唤同伙，快跑！不行，这青铜使者已经看见我们了，现在跑回去反而会把祸水引回君家。据说临镇有一个家族，也是族人打伤了一名修罗使者，结果就被阿修罗国满门屠戮。楚家那暗卫更加懵逼，感觉情况不对劲，也顾不上原计划。社主，您这是怎么了？君时月看在眼里，恍惚明白过来，看来是楚林峰故意找暗卫假扮成修罗使者助他装逼，谁知阴差阳错的来了真的修罗使者，10几条黑乎乎的人影如蝙蝠一般从天而降，俯视着楚家暗卫的一身修罗使者的打扮，抬起手对着他的额头就劈了下去。一声惨叫，不怪我，我不是故意的，不是。
是他逼我出手，我才不小心伤了贵国使者。你们要算账，就找他去算。军师月无奈地揉了揉额头。白衣使者并不相信这种话，嗤笑一声就要一掌劈下。旁边的一个青铜使者忽然道：“大人，他中了毒。”显然是中了有毒的暗器。楚凌风就已经吓得昏了过去，真是个废物！直接转身走到军师月面前。他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哎，你想啥呢？赶紧告诉他们，他来自楚家，让他们去找楚家的人算账啊！军师月却不开口。楚家的确招人烦，但这些修罗使者才是真正的恶人，比楚家更罪大恶极。楚凌风一个人的罪孽不应该让整个楚家人陪葬，更何况他真的说了，修罗使者们也不会放他走的。我是真的不知道。看来你是想试试阿修罗国的手段，把他带到里面，好好招待，相信他很快就会说出解毒的办法。突然有一样东西从军师月身上掉了下来，军师月低头一看，正是帝释家留给他的锦囊，第二大的那个，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伸手就拆开了锦囊。帝尊大人，这可怪不得我，是他们非要拿去拆开的。白衣使者刚刚挑开丝带，也不知是他手滑了还是怎样，那锦囊忽然就蹦了出去，掉进了面前的水潭。他们瞪着水潭，瞳孔放大。下一秒，他们转身就拼命地向外逃去。一群人不管不顾，如同疯了一般，只想逃离水潭。军师月猛然回头，帝尊大人，意外，你该知道，打开锦囊就会见到本座。刚刚是那白衣使者抢了我的锦囊，然后不顾我的阻拦，执意打开，结果一不小心让您老掉进了水里。对他伸出手，示意他到他怀里来。你怎么这样不听话？本座才离开几天，你就到处乱跑，这里是什么地方？避暑山庄，谁知道居然撞上了修罗使者。详情是这样的。军师月跟男人简单的汇报了一下情况，只是隐瞒了楚凌风纠缠他的桥段。你刚刚给他们看了什么啊？居然把他们吓成那样。不过是一点有趣的东西。怎么，你也想看？不了，我从来不看鬼片。袖袍一挥，洞内忽然光芒大盛。绝境森林里，帝释家已经找到了世间唯一的一棵往生花。妖华轻视的华袍男子正静静地合谋坐在石上，等待花开。帝释家此行没有带任何下属，陪伴他的只有那九色鸟。他要将往生花送给他，算得上是一个惊喜，所以不会事先透露分毫。3天之后，军师月终于得以离开山洞，才隐约明白了，这锦囊的时效不同，能做的事情也不同。上次那个锦囊有效期只有1夜，而这一次帝尊大人足足3天。这一切本该是幻觉，但是他变出的食物和各种日常用度却是真实的，甚至还让他依照食谱给他做饭吃。有几个瞬间，军师月觉得他们像是一对避世隐居的夫妻。月儿，真的是你吗？夫人呢？你知道夫人在哪吗？军师月收回目光，娓娓道来。那天夜晚，我独自去山顶温泉，一个修罗使者突然出现了。后来，或许那些修罗使者做的太多，洞中潭水竟突然闹鬼，把他们都吓跑了。我也被吓得昏了过去，一直到今天才醒过来。我醒来之后，楚少主已经没了踪影，想必已自行逃走。至于那些修罗使者，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莫名死去。君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密洞在哪里吗？风儿用楚家暗器袭击了阿修罗使者，那暗器还留在尸体上，我得赶紧去把它取回来呀！不必了，你想取回的是不是这样东西？君小姐，之前都是我楚家不对，多有得罪，真是惭愧呀！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了，取回暗器不过是举手之劳，楚家主不用放在心上。君小姐仁义大度，楚某自愧不如。等我找到那义子，定将带他来当面请罪。月儿啊，回到君家以后，你就要学掌管账簿了。等月儿学会了当家主，老头子呀，我就去云游四海了。军师月心道：我也想去云游四海，不想当什么家主。你就好好修养，以后这家里的事情就用不着你操心了。言外之意，君洛海与家主之位从此无缘。2天后，楚凌风才被大家找到，他窝藏在一个农户家里的猪圈里，不人不鬼。天悦城最好的郎中都来了，把楚凌风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得出诊断结论：头部受到重创，加上过度惊吓，导致痴傻疯癫；丹田受到重创，灵根已废，此生都不能再习武。总之一句话，楚凌风彻底凉了。
几日之后，军师雅出嫁了。按照原定的日期，她本可以在娘家多住上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她只想尽快离开家。宁肯在途中的驿馆多逗留几日，也不想再待在天悦城，所以便用路途遥远不能耽搁时辰为借口，提早出发了。七号，是你放的？对，我现在有一个大买卖，想与贵国合作。听说贵国一直在收集灵根，我这里有一个8品灵根可以提供。谁的灵根？我父亲，就住在不远处的山庄里。贵国要是愿意，今夜就里应外合，我在他茶水里下毒，你们再趁机制住他，把他的灵根挖走。白衣使者看了他一会儿，报酬呢？你想要什么？我不要别的报酬，我只要他们死。君家山庄里不管男女老少，全杀干净。尤其是那个孽女，她就睡在最南边的厢房里，希望别让她死得太舒服。你回如愿。今夜过后，这些碍眼的人都死了，他就可以做回君家家主。吃过晚饭后，军师月悄悄出了门去找辉夜。君姑娘，什么风儿把你老吹过来了？前几天因为他又杀了10来个修罗使者，我有些担心阿修罗国会不会因此找圣灵宫的麻烦啊？放心吧，不会。实不相瞒啊，阿修罗国一直想与圣灵宫交好，尊主虽未应允，却与阿修罗国主定下了10年不赦之约。10年内，圣灵宫的势力所及之处，阿修罗国会主动退让，而阿修罗国的行动，圣灵宫也不会插手。军师月目光一闪，难怪帝释迦和阿修罗国主会这么默契，心照不宣的宽容彼此，因为他们是有和平友好条约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但此行还是很有收获的，至少他更加确定了，依靠帝释迦去对付阿修罗国行不通。山庄失火了，军师月震惊，加快了脚步。浓烟冲天，烈火无情地撕扯着房屋。几个时辰之前还好端端的山庄，此刻除了噼里啪啦的燃烧声，一无所有。我的天哪！血皇神兽叫了起来：“这是怎么了？这是！”里面树根状的灵根已经不见了。大人灵根是阿修罗国。老头子平静地躺在地上，双手放在胸前。爷爷，月儿，太好了，你没事，回来了。都怪我，如果我今晚不走，你中毒了。怪我大意了，没发觉自己家的茶水里会有毒。军师月的呼吸停了一场，所以是君家有人给爷爷下了毒，否则以他8品的修为，怎么可能被修罗使者挖走灵根？别难过，其实我本来也活不了多久的，我的旧伤一直没好，所以我才那么着急把君家交给你。他枯瘦的手指伸进衣服里，艰难地拿出了一封染血的书信。我就怕会有那么一天，很多事情来不及交代。你先写好了，很重要，你一定要看。军师月接过遗书，五指抠进手心里，泪水模糊了视野。君这年的脉象早已无力回天，他是强撑着一口气等他回来的。月儿，不哭，你该为爷爷高兴。爷爷要去云游四海了。老头子微笑着，疲倦地闭上眼睛。一道瘴气突然从身后袭来。孽女，藏在哪里去了？居然还没死！是你给爷爷下的毒？这还用问？除了本家主，还有谁敢送这个老不死的上西天？你怎么有了灵力？你会武功？军师月没有回答，他俯视着他，突然就抬手将长剑狠狠插进了他的左肋。呀，我错了，我之前不该那么对你。但我好歹是你的大伯呀，这血浓于水的，你不能杀我。君洛还来不及躲避，长剑一针刺穿了他的头，当一下，君洛海整个人被钉在了身后的废墟上。军师月将君正年的尸首带回天悦城，云楚两家受过军师月的恩惠，都来帮忙，很快就布置好了灵堂。楚雄和云千古提出陪他一起守灵，军师月拒绝了。他屏退了所有家仆，独自坐在长明灯下，打开了老头子临终时交给他的那封信。月儿啊，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但你不用难过，
因为我根本不是你的祖父，你也不是君家的孩子。我会收养你，对你好，都是受恩公所托。君时月愕然，继续读下去。16年前，我儿君齐天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修罗使者伏击，我赶到时已经迟了。我的儿子儿媳，还有那未满月的孙女儿，都死在了修罗刀下。我拼命与他们厮杀，可恨我的修为不足，抵不过那么多的修罗使者。就在那时，恩公出现了。原来君振年真正的孙女儿早已死在了16年前的意外中，而现在的君时月是那个白袍男人托付给他的。这么多年来，所有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君振年会对他这个废柴如此看重偏爱。原来其中还有这段隐情。老头子在信尾说：我感觉恩公并不是你的父亲，他说你是他的孩子，只想让我好好对待你。但你若想查明自己的身世，还是得去京城找他。这并不好找。按照老头子所说的，那恩公一身白袍，眼睛上蒙着雪轮，风姿俊逸如同仙人，修为又极高。但是你就这么不辞而别，他回来肯定要生气。谁说我要不辞而别了？当然得给他留一封书信。帝尊大人，我要出去旅游了，回来给你带土特产，么么哒。君师雅在京城，你此去或许能遇到他。我有一位叔父在朝中担任御史大夫，为人正直可靠，我已经给他发了书信。你去京城可以住云御史府，若有任何需要，我们也会帮你。多谢了。君时月感激一笑，他对云千兰挥了挥手，抱着包袱走上了马车。云千兰一直站在那里，目送着他的车一点点远去，忽然觉得他走了以后的天月城都变得了无生趣了。我不要死，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也还没有感受过风花雪月，我不能就这么死了。众人一脸黑线，君时月倒觉得这个姑娘挺好玩的。你找不到对象，关我们什么事儿？不想死就赶紧掏钱，去，把他的嘴堵上。正要往那粉衣少女嘴里塞，那少女竟猝不及防地一把擒住了他的手腕。你们这群傻子，没想到吧？你们把兵器都放下，不然我立刻杀了他。好你个小丫头，有两下子，跟我们装叉是吧？你们不带这样的，我错了。他的确有点功夫，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不够用啊。突然一把筷子从客栈里飞了出来，五大猛虎集体一个蹉跄。姑奶奶，我们错了，都是我们的错，我们一定知错就改，回家之后好好种地，再也不打劫了。哇，你好棒哎，厉害啊！还是你比较厉害。粉衣少女上前，双手伸到五大猛虎衣服里，上下搜索。五大猛虎红了脸，他却完全无所谓，直到把他们身上的银钱都搜刮了出来，连一个铜板都没放过。血皇神兽忍不住道：这姑娘性格挺好，我喜欢。粉衣少女劫财之后，拉着君时月喋喋不休。哎，交个朋友呗，你也是住店的吧？你要到哪里去啊？我打算去京城。啊，那太好了，我家就在京城哎，咱们一起走吧。到时候你可以去我家住。啊，对了，我叫云千朵，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可认识天月城的云家？啊，那是我堂哥家呀。怎么，你是从天月城来的？君时月点了点头。我叫君时月，你是御史府的小姐吗？啊，你怎么知道啊？我认识云千兰公子，他说他有一位叔父是京中御史。啊，对，就是我们家哎。你居然是我堂哥的朋友啊，那真是太巧了。君君，你来京城除了游玩，还有其他打算吗？我还想找一个人。啊，什么人？我帮你一起找。是我爷爷的故友，据说住在京城，但已经10几年没见过了。当年我爷爷与他萍水相逢，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那他长得什么模样？是个穿白袍的男人，蒙着眼睛，杵着竹杖，大约20几岁的样子，长得应该很好看。那如今应该是个40岁的美大叔了。好的，我回去就吩咐家仆出去打听，看看有谁符合那些条件。连日来由于心事重重，老是失眠，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一沾枕头，眼皮就像灌了铅一样，3秒钟就睡了过去。他居然梦见自己在一家青楼当妓女。辉夜妈妈，让我去接待他吧，我唱歌最好听。哎，辉夜妈妈，让我去嘛，我跳舞最好看了。行了，你们都别争了啊，一个一个排队去，只要能伺候好那位贵客，大大有赏。
好嘞！姑娘们争先恐后的朝房间里涌去。军师月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随即就看到那些抢着进去侍奉的姑娘，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扔了出来。哎呦，他说如果再没有合适的姑娘去伺候，他就拆了咱们这怡红院。可还是有谁能去的？姑娘们愣了愣，集体望向军师月。大爷有何吩咐？大爷，您这是闹哪样？还认得本座？当然认得。不乖乖在家等本座，私自跑出来，你说，本座该如何罚你？惩罚？我觉得没啥好惩罚的。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书信了，你没看到吗？等等，你要做什么？别！我错了还不行吗？军师月猛然张开眼睛，原来只是一个梦啊！军师月惊魂未定的喘息着，脸上的红潮还没有褪去。这个梦太可怕了。闭上眼睛不到3秒钟，他又睡着了，呼啦啦的坠入了梦境。娘子，为夫饿了。知道了。但是，我更想娘子。想你个大头鬼！夫君，你累了一天了，多吃点。娘子待我真好。那当然，我就你一个男人，不对你好，还能对谁好？娘子的好，为夫都记在心里，伺机回报。啊？你想怎么回报？自然是入夜后，卖力的讨好你。哼，还讨好他？不把他折腾的死去活来，他就很感激了。对了，今天你不在家时，隔壁的阿修罗国主又来偷咱家的红薯了。又来了。上次为夫已经逮到他，好一顿教训，他竟还不长记性。是的，太可恶了。再有下回，你干脆把他赶出村子算了。行，听你的。一时间沙哑莫测的笑了，忽然一个翻身，整个人都伏在他上方。军师月面红耳赤的张开双眼，老天爷呀，他又做梦了。睡到半夜，忽然惊醒，腹中一阵胀痛。我靠，你这是咋的啦？血皇叫道：“这时灵力吸收到一定程度，老子就要恢复真身了。”你要现出原形了吗？啊！老子要爆炸了！砰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军师月眼前是一阵刺目的白光，如同世界末日。他神识一晃，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军师月缓缓恢复了意识。军师月慢慢睁开双眼，瞳仁瞬间放大，眼前是一头通体毛发雪白蓬松、大型哈士奇犬。狗子，你是血皇神兽吗？你哪只眼睛看到老子是狗了？老子是远古雪狼，外形优美霸气，地位尊贵的神兽雪狼。我费那么大劲儿才把你喂成7品，你不能就这么离开我的丹田，你得给我留点灵力。灵力，哈哈，灵力都被老子用来凝聚肉身了，还怎么留给你啊？母的办法。军师月见他沉默不语，愤愤道：“说话。”血皇道：“嗷嗷，你别跟我扯没用的，说人话。”血皇神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狼身，受到物种限制，就不能再说人话了，并且也无法再为他提供灵力。军师月一脸懊丧，每天找那么多的灵果来吃，全力喂养血皇神兽，好不容易成了7品灵力大佬，可是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云千朵推门而入，吓了一跳：“狼！哎，不对，这京城哪来的狼啊？这应该是条狗，个头可真够大的，害得我差点误以为它是头狼呢。”这些愚蠢的人类，真让老子心痛！君君，这是你养的狗吗？对，一路跟着我从天悦城来的老伙计。哎，它叫什么名字啊？无知的人类，默哀老子！军师月叹了口气，名字嘛，就叫他阿雪吧。血皇神兽一脸黑线，就不能给老子取个霸气点的名字吗？哦，这名字虽然有点娘，但还是挺适合他的，毕竟是一身白嘛。老子饿了，想吃东西。军师月和血皇神兽毕竟共处了很久，虽然现在血皇暂时失去了言语功能，但是凭借眼神和心灵感应，他还是很快就搞清了血皇的意图。以前他是吃灵果的，现在他恢复了狼身，只想吃羊肉。我凭什么要去给你买羊肉？哼哼，你个白眼狼！我不去，你要是真饿了，就吃后厨的馒头。军师月走在买羊肉的路上，停车！他大婚刚过，军家就惨遭屠戮，爹娘惨死，偏偏这个孽女还活了下来。军师雅抬了抬手，正想要命令侍卫们将这个孽女拿下，军师月忽然一个箭步冲上来：“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姐姐，你知道吗？咱们家被阿修罗国灭门了，家人都遇难了。如今我孤苦无依的，你可会好好照顾我，不会让我受任何委屈，对不对？”军师雅原本是恨不得立刻找个理由让侍卫们把军师月当街痛打一顿，谁知这孽女竟来了这一出，军师雅不能让自己的形象因她毁掉。妹妹，你受苦了，要是有个3长2短，也都得姐姐负责啊！
你他妈有三长两短，凭什么让我负责？王府，今日父皇对我委以重任，西陵国有使团要来，父皇特地命我去接待。那也是王爷德才兼备，方能得到陛下信任。你妹妹的房间收拾好了吗？不如就让她住在你的院里，你们姐妹一处，正好方便。王爷，我想了想，还是不叨扰姐姐了，我回去住客栈吧。那怎么能行？好好的王府不住，住什么客栈？五王爷有所不知，民女是来自小地方，没见过世面，冷不丁到了王爷贵府，纵然处处谨慎，如履薄冰，还是心有不安。恳请王爷允许民女离开吧。是啊，王爷，我这妹妹从小就不懂规矩，想必也很难适应王府中的生活，硬要她留在这里也不会开心的，不如就让她走吧。不行，轩辕玉铁了心要把小美人搞到手。如果王爷愿意放我离开，作为回报，我让王爷拥有一头浓密的秀发，如何？你说什么？王爷的发质虽好，却不够浓密，终究配不上您这堂堂的仪表。轩辕玉的确珍爱自己的头发，他从小头秃，因此总是被众皇子嘲笑。你当真有办法？办法很简单，用仕女青丝做成假发即可，美观大方易打理。做好之后，只要王爷按照我说的，将内力聚在身体的那3个穴位，假发就会牢牢吸附在头顶，无论刮风下雨都不会掉，就和自己长出来的头发一模一样。但是这样一来，我岂不是要先把原有的头发也剃光？按照军师月所说的办法，将内力凝聚在身体3处穴位，点穴封住，结果假发果然就固定在了头顶上。轩辕玉心花怒放地摸了摸头顶，感觉人生都再无阻碍了。军师月买了羊肉回到御史府，君君，这肉串实在是太好吃了。不行，我不能白吃，今晚皇宫有夜宴，我带你溜进去偷窥皇室3花吧。皇室3花就是大周皇室中的3位美男王爷，包括9王爷轩辕彻、8王爷轩辕傲天和太子爷轩辕墨尘，他们都长得特好看，气质却完全不同，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3种美男哎。军师月考虑刹那，同意了。入夜，军师月跟着云千朵装扮成小宦官进了皇宫。你们俩是哪个宫的？怎么守着这么可疑？他们是我母后宫中的。轩辕彻缓步而来。是九王爷。九王爷，你们这是做什么？为何要扮成小太监？我们就是想溜进来参观玩玩的。那你们便跟着我吧，免得再被人为难。今日是8王爷轩辕傲天之母傲贵妃的生日宴，皇后早逝，如今傲贵妃掌管后宫，全是非同小可。见过大皇兄。军师爷暗道，看来这位就是大周的太子爷轩辕墨尘。老九，喝起什么？轩辕墨尘淡淡笑了笑，继而默默一转，停落在军师月脸上。军师月心头一跳，他老老实实的垂手站在轩辕彻身后，怎么就引起了这位太子爷的关注？片刻后，轩辕墨尘不着痕迹地移开了视线，那分明是一种看故人才会有的眼神。怎么样，太子爷美吗？但我觉得他气场太冷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还是喜欢九王爷。父皇，儿臣听闻九弟近日修为大有进进，恳请与九弟演练切磋一番，为宫宴助兴。女儿啊，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启禀父皇，儿臣今日偶遇了一位奇人，为儿臣改善了头发稀少之状。你想与彻儿比武助兴？好，真准了。谢父皇。轩辕玉大步走到堂中，九弟，请吧。军师月眯了眯眸子，轩辕玉那样子很不对劲，料想是提前服下了什么猛药。军师月忽然上前借机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果然轩辕彻压力山大，只守不攻，10招过后就开始趋于下风。方才军师月借着斟酒的机会对他说的是，不能以灵力攻击轩辕玉少海。可惜太冲3学，轩辕玉必败无疑。终于最后一次凝神出手了，一道灵力从指尖笔直射出，直击轩辕玉的太冲穴。轩辕玉的身子已经跃在了最高点，万众瞩目，只觉得头顶一凉。众目睽睽之下，只见轩辕玉那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突然就整体脱落了，华丽丽的离他而去。轩辕傲天眼中闪过一瞬毒辣，手中的方天画戟在金鼎上用力一撞，军师月就立在轩辕彻的坐席后，眼看着金鼎携着万钧之力轰隆砸来。一道浩光突然从殿外射入，砰的一下，刚刚飞出的金鼎被他击中，竟瞬间化作齑粉。大周皇宫真是热闹。一道光华从天而降，落在大堂中央。陛下，这位是圣灵宫的帝尊帝释迦。这个不知圣灵宫帝尊突然来我大周皇宫，所为何事啊？不是，素闻大周皇宫华美，突然就想来瞧瞧。军师月不禁汗毛倒竖，这男人突然出现，该不会是来找他的吧？可是他却从头到尾都没看过军师月一眼。欢迎欢迎，太欢迎了！我大周幅员辽阔，国富民强，京城更是繁华圣地。不如帝尊就留在京城，
朕愿拜帝尊为国师，位居满朝文武之上，永享公侯之礼。话言落地，众臣皆惊。这等无上权势，以后岂不是要一手遮天？都惊恐又忌惮地偷偷望去。帝释家的神色却毫无变化，只是饶有兴趣的道：“哦。”老皇帝一看他感兴趣，连忙又增加砝码。朕刚在京湖南岸修建了一座巨大行宫，还未曾有一人入住过，就赠与帝尊作为国师府邸。一般皇帝送东西都是用赐，而周武皇却用了一个赠字，言外之意，他虽是君王，却也不敢居高，而是与未来的国师大人平起平坐的。可以。国师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朕一定极力满足。只有府邸不够，还需要有人伺候。当然，朕这就命人从宫中挑选20名美貌伶俐的宫女，连同数名侍卫，一并送去国师府。不必那么麻烦，那个小太监眉清目秀，本座看着甚合心意，就要他了。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落在军师岳身上。周武皇被雷到了，内心百感交集。喜欢太监，这嗜好也太特殊了吧？一个太监有点少了吧？朕再从宫中多挑选几个相貌上乘的，一同送去国师府。不必，有他一人便够。君，那帝尊怕是对你动邪念了，你快赶紧想想办法呀！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小君子。小君子是吧？小君子德才兼备，品行俱佳，若提拔为太监总管，正一品俸禄。即日起赴国师府当差。谢陛下隆恩。赶紧去换身衣服，好好的拾掇拾掇。国师府，国师好。多日不见，变漂亮了呢。帝尊大人，你怎么来京城啊？本座养的小东西擅自乱跑，难道本座不该出来找找？啊，你是因为我才来到京城？他用十分怀疑的语气问出一句废话，帝释家眉目间的寒气就更重了。他在绝境森林中寸步不离地守了1个月，终于等到往生花开，可回来之时，军师岳却没了踪影，只留下一张字迹奇丑的纸条，上面毫无诚意的一句话，说什么给他带土特产，分明就是在敷衍他。帝释家的眸光沉了沉。既然你喜欢扮成太监，就先做点太监该做的事。太监该做啥？赤浴。浴池是凿的地下温泉，就建在绿荫遮掩的庭院里，月光浅照，碧波悠悠。帝尊大人一身血色浴袍，闭着眼睛，好整以暇地倚在池中。军师岳半跪在池边，有一下没一下地捻起篮子里的花瓣洒向水面，内心如同打翻了5味瓶。这种沐浴洒花的香丽场景，通常应该是发生在公主王妃沐浴时吧，洒花的也应该是丫鬟吧。可现在却是这个冷厉霸道的大男人在那里悠然享受温泉，而他这个一身华丽广督服饰的假太监在旁边撒花，这画面肯定很美，简直没眼看了。我走了，你自己慢慢泡吧。让你走了吗？继续。帝释家突然伸手抓住他的胳膊，一把就将他拖下了清池。帝释家里，我还穿着衣服呢。哦，你是在怪本座没有先将你的衣服脱下来？倒是本座考虑不周了。不过现在脱，来得及。红彤彤的锦囊掉了出来。哎，军师岳连忙将它捞起来，左右检查了一下，确认没有泡坏，才松了一口气。看着他将锦囊视如珍宝的样子，帝释家的脸色倏然温和了不少。本座留给你的锦囊也还没拆完。不是你说的要省着点用吗？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当然舍不得拆。是吗？当然啊，而且这个锦囊放在枕头下面，还可以梦到你啊，我就更得珍惜的留着，好能那个夜夜与你相会。现在本座已经回来，往后与你日夜厮守，不需要这锦囊了。开开吧，里面有本座要送你的东西。军师岳怔了怔，犹豫刹那，小心翼翼地拆开了锦囊。袋口敞开，竟是一株诡谲妖娆的血红色花朵。这是它叫往生花，传闻能超度生死，照见轮回。往生花在初开之时，原本皎如月光，那一瞬是它以鲜血浸染，光才能让它成了血红色，从此永开不败。好神奇啊！这株花是从哪里来的？本座外出时顺手摘的。傲娇一时爽，一直傲娇一直爽。若是说尊贵的圣灵宫之主居然不远万里跑去轩辕大陆的南方尽头，在绝境森林中孤苦伶仃地守了20几天，只为给他摘一朵花，这成何体统？帝释家忽然伸出手，将这往生花攥入掌中。当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帝释家并没有继续解释，而是突然翻身，将它抵在了池壁上，修长有力的手在水
忍着点儿，可能会疼。言罢，垂手就吻住了他的唇。他吻得太凶狠了，如同巨浪滔天。军十月的脑袋里一阵缺氧眩晕，蒙迷之际，腹部忽然传来一道锐痛，好像有什么东西穿透血肉，被移入了丹田中。他痛得闷哼一声，不禁用力咬下，指尖弥漫出腥甜的味道。帝释迦却没有因此后退，只是吻得逐渐轻缓温柔了下来。军十月的意识被这个吻分散了，神情恍恍惚惚的。良久，他终于放开了他，丹田中的疼痛也已经消失了。可以了。军十月意识到了什么，凝神进入丹田识海。军十月愕然，帝释迦居然将这所谓的往生花移栽到了他的丹田里。往生花会替代灵根，从此你便可像常人一样修炼。沛然灵力沿着经脉流转，军十月倏然张开眼睛，指着不远处的假山，轻轻一划，灵力的冲在地上而去。那假山上的大青石就像豆腐一样，被齐刷刷地切下了一大块。往生花会吸收天地灵气，自身灵力勉强可达8品，再想提升就要依靠修行。什么？8品？虽然不是太高，与你防身也该够用了。军十月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的天哪，8品啊！整个大周国能有几个8品？军十月已经激动得无以言表，终于明白周武皇为何要疯狂抱帝释迦的大腿。世上还有什么是这男人做不到的？帝尊大人，我能叫你一声老公吗？什么意思？就是夫君、相公、爱人、偶像等等等等的意思。军十月语无伦次地说，猝不及防的甜言蜜语，帝释迦微微一怔，唇畔不觉地扬起了笑意，邪魅的不行。可以，多叫几声也无妨。本座今日心情好，不与你计较。夫君，我爱死你了！不等他说完，军十月就大吼一声，猛地扑了过去，紧紧搂住帝释迦的脖颈，像八爪鱼一样紧紧缠在他身上，并且不给男人挣扎的机会，用力的在他脸上吧唧吧唧的上下左右的狂亲了好几口。天知道有了灵根他多高兴啊，简直是来到轩辕大陆以来最高兴的一天。后脑勺突然被扣住，帝释迦一把将他按了回来，深眸中噙着冷笑。亲完就想跑，有这么便宜的事？帝尊大人狂倦一笑，狠狠吻下。军十月差点被轻毙在温泉里，他一边绝地求生，一边想，为什么自己已经拥有了8品的修为，却还是无法与这个男人相抗啊？在他面前，多高的修为似乎都没有很大的区别，就好像在一个身高2.5米的人面前，1.6米和1.8米看上去都一样矮。良久，帝释迦大概是认为自己终于亲得回本了，才给了他呼吸的机会，打横抱出了清池。帝尊大人，我的8品修为还没用上呢，今晚要是死了，就彻底浪费了。宝贝，你真以为本座忍心要了你的命？刚才他刚植入往生花，灵根还未稳定，是万万承受不住他的掠夺的。往生花与你经脉完全融合，需静养几日。这几日你就乖乖在国师府待着，本座不欺负你。佳佳，谢谢你。不是想叫夫君吗？可是我刚刚已经叫过一声了。本座说了，特许你今日多叫几声，你若不叫，岂不吃亏？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军十月忽然玩心大起，夫君，反正他答应了不欺负他，趁着机会可劲儿嘚瑟。云千朵那边已经急得团团转。九王爷怎么办啊？君君被抓走了。哎呀，那个魔教帝尊若真有喜欢太监的变态嗜好，那一旦发现君君不是太监，会不会恼羞成怒就杀了他呀？能不能想办法闯入国师府把他救出来？我去找大皇兄商量对策，你回御史府等消息。切莫轻举妄动，否则不但会害了你自己，更会连累他。云千朵回到御史府。阿雪啊，君君伪装成太监，被圣灵宫帝尊抓走了。帝释迦，血皇神兽的耳朵一下子就竖了起来，整个狼都有些激动。大土豪来京城了，现在该怎么办呀？我真的好想去国师府救他呀！血皇鄙夷的翻了个白眼。人家小别胜新婚，另觅制成什么样啊？你去个屁！国师府，军十月蜷缩在榻上，发誓此生再也不玩火了。他就那么轻轻地撩了他一小下，就落得这个下场。现在脖子及以下一块好地方都没有，深深浅浅的，除了吻痕就是齿印。念在他刚刚做完移植手术，他没有真的侵略，把他全身都狠狠地吻了一遍。你刚刚的那句话，再说一遍。夫君，我喜欢你。不是这句。那是你不在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想你。也不是。佳佳好美，我这辈子都要和佳佳一起睡。不是。那是哪句？自己想。男人冷声吐出3个字，闭上眼睛，薄唇却是机不可见的勾了勾。帝尊，我不服天不服地，只服你。不对。帝释迦，我是真的喜欢你啊，无论你信不信，夫君，我喜欢你。不是这句，下一句。
现在不行，过几天我保证好好跟你那个。还是不对。以后我一定要乖，什么都听夫君的。继续。你他妈是不是在故意耍我？毕世家缓缓地睁开眼睛，深不见底的眸子凝住了他一刹。东宫，皇兄，事情就是这样，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国师府救出来？君时月，来自天月城的军将。他来自哪里重要吗？他的容貌很像当年的明妃。皇兄是说那个祸国妖妃？祸国与否，只是传言罢了。父王迷恋他，又不是他的错。明妃入宫的时候，我才刚出生，后来直到她死，我也没见到真人，只是听说她长得极美。我第一次见到她，就觉得若世间真有神女，便应该是这个样子。君时月的眉眼和她很像。明妃当年生的那个小公主，若是还活着，应该和君时月年龄差不多。皇兄不会怀疑小皇妹其实没死，只是被人偷偷送到了天月城，然后……不会，她死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亦亲眼所见。先别管她长得像谁了，眼下她被当成太监抓去国师府，万一国师发现她不是太监，大发雷霆。老九，轩辕墨尘忽然嗤笑一声，问他：“你会喜欢太监吗？”当然不会。那你凭什么认为圣灵宫的帝尊会喜欢太监呢？那现在应该怎么办？他在国师府，会不会有性命危险？静待吧，他有没有危险，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要看他自己如何做，以及这位国师大人的心情。次日，周武皇给国师府送来了20名婢女、20名太监、20名小厮、20名护卫、5个厨子、6个工匠、2个账房先生。君时月穿着一身新的厂都锦衣，人前他还得保持太监身份。这大热天的，你们活干完了就可以回房间去，打牌、聊天、睡觉都行，只要别无事生非打扰到国师，别的我都不会管。下人们连连点头称是，都暗自高兴。这国师府的活儿可比别处轻松多了。君时月将一众仆从安排出去之后，又让一名小厮给云千朵送了个信，让他不用担心。一团矫健的雪影狂奔而来。是你？你个没心没肺的死女人，没听出过一句话叫做狗富贵无相忘吗？你在这里好吃好喝好睡，留下老子独自在议事府受罪。云千朵那个二货每天对老子言语攻击侮辱，老子明明是肉食动物，却被逼着吃素，都要抑郁了。狗子，不是我抛弃你，而是这国师府目前还不太安全。你听我的，先回云家去。老子才不信，国师府是你男人的地盘，就算他看我不爽，只要你有心罩着我，能有什么不安全的？你就是见色忘友。大门突然打开，毕世家背负着双手，缓步踱入。血皇神兽立刻收敛四肢，乖巧地蹲立在君时月身侧。喵！听到这货学猫叫，他真想打人。帝尊大人，这就是血皇神兽。你看，既然他已经来了，要不就让他在国师府住下呗？可以留下。过几个月天冷了，本座房中正缺一块狼皮地毯。血皇神兽立刻夹起尾巴，蹑手蹑脚地向后退去。打扰了。突然觉得这御史府的馒头也不是不能吃。帝尊大人，你这是何必呢？血皇神兽又没得罪过你。他看过你的身子，本座不该扒了他的皮。君时月竟无可辩驳。血皇神兽寄宿在他丹田时，可以通过他的感官感知世界，他能看到的，血皇就能看到。那个其实没有啦，因为我不会没事就低头看自己的，也就是说，基本都没怎么看过。再说了，有很多地方我自己想看也看不到啊，所以他也看不到。何况他是一个动物啊，血皇瞅咱们，其实就跟咱们瞅他一样，穿不穿衣服都没有区别。帝尊何必因为一个动物胡乱吃醋呢？你说，本座会吃醋吗？不会，您自贵高冷，睥睨众生，怎么可能吃醋呢？根本不存在这种情绪。那个帝尊大人，你看他那么乖巧懂事，咱是不是可以让他活着留下来呀？待辉夜回来，交给辉夜喂养吧。血皇神兽立刻欢天喜地地摇起尾巴来。不管谁喂，能留在大土豪这里，我是肯定差不了。老子总算能告别吃馒头的不堪岁月了，开心！辉夜星夜兼程地奔波了2天2夜，才赶到京城。尊主，您为何要当着大周国师啊？您难道想一直留在京城吗？京城也没什么不好。辉夜心道：那以前大周皇帝3请4请，你咋都不来啊？就是因为君姑娘在京城，所以你就突然觉得京城挺好了？青柱在京城，您既然来了，不欲召见他吗？不必，让他安心做他该做的事吧。辉夜出去的时候，正巧遇到了君时月。辉夜大人总算是来了，血皇神兽一直在等你。君姑娘放心，我一定会照看好她的。君姑娘如今的修为大胜以往了，往生花不愧为千年一瞬的奇花呀。往生花千年才开一瞬吗？也不知他是怎么摘到的。当然是费尽心机了，那不然还能是顺手摘的不成？往生花仅此一株，生长在南方绝境森林。尊主找到它之后，就日夜守着，最后终于等到它开放。你是说，帝尊大人前些日子外出，就是为了去摘往生花？
对啊，尊主都没跟你说过吗？军师月心里突然又甜又涩，眼眶都有些湿了。这死傲娇怎么这么气人啊？辉夜看到他的样子，就都全明白了。尊主啊，就是死鸭子嘴硬，一边对媳妇儿好的不行，一边又偏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这种清新脱俗的宠妻套路真是绝了。晚饭后，易世家望着满满一桌子好酒好菜以及新做的莲花酥，目光幽深。帝尊大人，您慢慢吃着，我给你揉揉肩。哼，你又想求本做什么？若是你想离开国师府，尽早死了这条心。我没有呀。那为何无事献殷勤？误会，帝尊对我恩重如山，我哪里也不去，只想留在你身边报恩。我都知道了，往生花是你去绝境森林采来的。帝尊大人心一软，就将他拽过来放在腿上。本座高兴的事情，不需要你报恩。那可不行，我这人一向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你对我恩同再造，我必须报答你。哼，那你就尽快融合往生花，别让本座等太久。你昨晚又叫本座老公，当真是夫君的意思？当然了，而且还不止。夫君只是一个敬称，老公却是一个爱称，意味着对这男人极其喜欢崇拜，这辈子都想和他在一起。上穷碧落下黄泉，天上地下唯一的真爱。如此说来，本座的确是你老公。佳佳，你为什么这么可爱啊？既然你承认是我老公了，那我以后隔三差五叫你一声老公，你也得答应哈。吃吧。辉夜将馒头放到他面前，血皇神兽趁一个两个的都他喵的让老子吃馒头，老子是狼啊！你见过谁家狼天天吃馒头的？你想吃包子？那我就给你弄点白菜萝卜馅的。血皇神兽心道：白菜萝卜？请问你们国师府的肉都去哪儿了？辉夜明白了血皇的苦恼，叹息一声：哎呀，不是我不想给你吃肉，而是尊主不让。你说你赖在谁的丹田里不好，非得赖在君姑娘丹田里，结果到最后你还是头狼，而且还是公狼。这要是换成我媳妇儿，我也不乐意啊，更何况是尊主呢？他能留你一命，你就偷着乐吧，还想吃肉，那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你就忍忍吧，等过些天尊主忘了这事儿就好了。现在肯定不行，尊主对君姑娘多在意，你又不是不知道。哼，什么在意？你尊主就是缠人家身子。哎呀，你看我们平时犯一点小小的错误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君姑娘呢，她此次不辞而别，尊主回到九夷山大怒之后，转头又是怎么对待她的？我看这架势，怕是连一句训斥都没有。这种区别对待，真是太不公平了。你才发现啊？突然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哎呀，好了，吃饭吧，无论发生什么都有我陪着你呢。几天过去，军师月对于移植来的灵灯已经适应的差不多了。君姑娘，有件事情我有点好奇。什么事啊？我那天听到你称呼尊主为老公，尊主听了似乎挺高兴的，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啊？这嘛，就是一个称呼。我这么跟你说吧，在我们老家有个习惯，见到长相一般的男子，我们会叫他帅哥；见到长得比较好看的，会叫小哥哥；而见到那种长得极其好看又特别有钱有势的男子，大家就会想要直接叫老公。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也就是说，老公是用来称呼那些容貌俊美、地位尊贵的男人。这样说也可以吧？那我以后也叫尊主老公，怎么样？军师月将茶水一口喷了出来。你别闹，这个称呼只能女的叫，男的不行。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行，如果是公受之间倒也行，但你和帝尊大人并不是这种关系，反正就是不行。相信我，忘了这个词，就当从来没有听到过。老公这个称呼大概是暗含某种房中之趣。辉夜立刻吓出冷汗，还好自己没有傻呵呵的跟着一起叫，不然得被尊主一巴掌扇回九夷山去。晚饭时，帝尊大人，御史小姐约我去逛夜市，我是不是可以去呀？灵根稳定了吗？就想出门玩？稳定了，完全没问题。早点回来。好嘞。几个婢女聚在亭子里叽叽喳喳的。在国师府当差真是太好了，每天都没啥活。对，要是换成别处，一天到晚的被主子呼来喝去，哪能这么幸福啊？军总管对咱们可是太好了。是啊，希望能一直跟着军总管这样的主子。哼，主子？你以为他不让咱们干活，真的是为咱们好呀？他呀，是怕咱们抢了他的风头。他和咱们一样，都是来伺候国师大人的下人。可是他仗着手中有点权力，就把咱们都安排在外面花园里，就只留下他一个人随时在国师身边，不允许咱们踏入国师大师的寝院，就连送茶水的小厮端了茶进去也得立刻出来，一刻都不允许逗留。据说国师大人生性乖僻残忍，本就不喜欢别人接近。是，不喜欢咱们接近，难道就喜欢他接近吗？他的身材前凸后翘，走到哪里都有男人偷瞄，再加上这药效，
就算是神仙也把持不住啊。皓月将生，灯火淡起，莲花池畔的亭子里，帝释迦拿起茶杯，却在唇边一停。尊主，这茶水里是合欢散，属下这就去处理。尊主，您手中这一杯，属下也一同倒掉吧。你去换一壶新茶来，这杯本座自会处理。这小东西一到晚上就总想躲着他，给他增添一点情趣也未尝不可。反手将杯中茶水又泼了大半，只留下最后一口。如此稀释之后，药效就变得很轻微难受了。兰香算着时间差不多，换上了一套香艳的半透明的纱衣，偷偷地前行到国师大人请院外。重门深锁，兰香刚将外门推开一条缝，还未能窥得里面光景，侧面一道寒光闪电般袭来，唰的一声割断了他的咽喉。最后一刻，耳边只传来一声叹息：“敢打扰尊主，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把事得处理好，别污染了环境。”是胡爷大人。云千朵一见到军师月，就立刻抓住他上下打量。君君，你还好吗？那个魔教帝尊没有玩你怎么样吧？没有。我看你也挺好的，气色似乎还比以前好了呢。多多，你想不想致富啊？我做梦都想发财。那不如我们一起做点买卖。我懂些医术，我们可以开一家医馆，但是不接普通病症，只以高价诊金看疑难杂症。好啊，这越是有钱人越容易得怪病，咱就去赚他们的钱。不好意思啊，在夜市吃的小吃太咸了，将一壶茶水全都喝尽了。帝尊大人看在眼中，额角跳了跳。若他只喝一杯，这药效微乎其微，稍后他也不会认为是自己中了合欢散，但他却喝了满满一壶。如此一来，药效将发作得更猛烈，他必然会发现自己喝错了东西。帝尊大人好像有点失算。这茶怎么了？在夜市玩的可开心？挺好的。还有，我和云家小姐说好了，要一起开个医馆，你肯定不会反对，是吧？帝尊大人，我看你白天又不用我一直陪，我在家待着也无聊呀，还不如让我出去赚点钱，等我有钱了，就换我来养活你。我保证，到时候天天给你买好吃的。你即便身无分文，也可以给本座提供好吃的，明白吗？除了好吃的，我还可以给你买漂亮衣服。你看你现在只有红色的衣服吧？到时候我给你买别的颜色，神仙白、魔王黑、金老紫，各种风格。帝释迦微微一笑，缓步朝他走来。军师月望着他弧度惑人的薄唇，眼前一阵眩晕。我了个去啊，好想亲上去啊！不对劲，这种异样的感觉，大脑里轰的一声，军师月勃然醒悟了过来。我知道了，一定是你那壶茶水里有毒，就是那种特别卑鄙的药。哦，若是茶水里有药，本座岂会不查？难道不是你在夜市吃错了东西？但就算这禽兽想欺负他，也从来都是堂而皇之的，没必要用这种手段吧？军师月觉得他还没那么卑鄙。月儿，你好生想想，你在夜市都吃了些什么？我吃了龙须酥、糖葫芦、煎肉饼，还有麻婆豆腐。那个麻婆豆腐特别咸，简直像是放了10倍的盐。我回来之后才拼命想喝水。那或许就是卖麻婆豆腐的瞧你好看，便生了歹意。幸亏你回来的早，才没被别人占了便宜。你这情形，若是用冰水沐浴，定能舒缓很多。但本座不忍心这么做，怕你着凉。军师月简直想哭，这说的都是什么跟什么呀？说应该泡冰水，然后又不给泡，那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啊？宝贝，只要你开口，本座可以让你不那么难受。军师月彻底凌乱了，那句宝贝儿活脱脱的酥麻到了骨头里，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命都要没了。这他喵的就是神仙也坚持不住啊！军师月颤抖着闭上眼睛，手臂不由自主地攀住了男人的脖颈，整个人像是树袋熊一样挂了上去。师月心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江湖救急。窗外月落星辰，房中的蜡烛也快燃尽了。军师月半死不活地望着屋顶，脸上挂满了泪痕。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江湖救急，而是趁火打劫。整个人像是被彻底拆了一遍，一动也不能动了。以后别去夜市了，好好待在本座身边，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不，我今晚还要去整那个卖麻婆豆腐的，保证不打死他。看来昨晚仍是对你太过留情。没有，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实际上根本去不了的。别说出门了，我现在连下地的力气都没有。这才怪。帝释迦摸摸少女的脸，慵懒的笑。军师月心中百味陈杂，滴溜溜的转着眼睛。话虽如此，但他还是抱有怀疑。那药当真是下在麻婆豆腐里的？云千朵也吃了不少麻婆豆腐呀，到时候只要问问他，就真相大白了。一大早，军师月就差人给云千朵送消息，问他有没有觉得昨天在夜市吃的麻婆豆腐有问题。
小厮很快就把云千朵的回信送来了。君君，都怪那个该死的麻婆豆腐，把我给难受的，我一宿都没睡。早知道会这样，打死我也不吃了。我一边难受一边就想，我要是有个夫君该多好呀！这种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可以好好的安抚我，照顾我。君时月攥紧了信签，心情很沉重。如此看来，还真是那麻婆豆腐里有媚药啊！越王府，轩辕玉在宫宴上当众展现光头，惹得老皇帝大怒，被关了禁闭。要不是你把你堂妹领进府里，本王也不会出这等丑。军师雅冤得要死，这一切明明都是军师月的毒计，怎么能怪他呢？一边委屈，一边也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安抚轩辕玉，最后跪得膝盖肿痛，嘴皮子都磨破了，轩辕玉才听了他的话。京城就这么大，他一个大活人还能藏到哪儿去？王爷别急，那个死丫头一向狡诈，或许是乔装打扮，藏在某处，时间长了总能让咱们找到的。本王被他害得丢了职权，又寄宿王府，这鬼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还有轩辕傲天那个混蛋，本王一心拥护他，他也不说，帮着在父皇面前求求情，就任凭我这样被关禁闭。皇上还在气头上，八王爷他们或许也是束手无策。你的意思是，我就只能这么坐以待毙？当然不是，如今王爷想要翻盘，应该设法拉拢国师大人。只要有国师一句话，父皇肯定痛痛快快原谅您。你说的都是废话，你不说本王也知道。如果能得到国师青睐，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想要拉拢国师，谈何容易？老皇帝如今紧紧抱着国师的大腿，国师在朝中的地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或许可以从他身边那个姓君的太监着手。久闻君总管大名，今日总算得见了。这个生意，哎呀，这不正是他那个王妃姐姐君诗雅吗？君时月挑挑眉，就当没听见，也不回头，继续观赏着眼前的花木。君诗雅的脸微微抽了一下，这个死太监竟然不搭理他。他打听到这君公公今日要来皇宫，就赶紧抓住机会前来结交讨好。君总管大概还不知，我是武王妃，我和你一样也姓君。说起来，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呢。听说你升迁之后，我很为你高兴，一直想去拜访你，却又没有机会。今天终于有缘相见，这株千年雪灵芝就送给你，当做是见面礼了。你说的没错，咱们的确是一家人。你一想到自己与君时月水火不容的关系，再结合自己刚才谄媚巴结的态度，君诗雅只感到一阵无地自容的羞耻和难堪。姐姐又见面了，居然是你！武王爷的假发，你是故意的对吧？我早就和轩辕彻串通一气，那天你跟我回誉王府，就是为了去下炮。是，也不是。去誉王府之前，我还真没想过教轩辕玉戴假发，是他胡搅蛮缠不肯放我走，我没办法才随便想了这个主意。至于后来的宴会，如果他不挑衅主王爷，也不会发生这种悲剧。还有事吗？时候不早，我也该走了。哼，你假扮太监，这可是欺君之罪。哦，我是不是太监？你认为老皇帝会在乎？君诗雅一噎，是的，周武皇既将君时月送给了国师，那君时月就是国师的人了。什么欺君不欺君的，只要国师不说什么，周武皇才不会没事找事儿呢。所以说嘛，别再跟我过不去了。君时月笑着扔下这句话，路过他身边时，又顺手拿走了他一直捧着的千年雪灵芝。还有这个，王妃刚刚说要送给我，那我就笑纳了。王妃娘娘，你多多保重哈，再会。君时月回到国师府，就把雪灵芝泡了茶。姐姐，这是千年雪灵芝，喝了它可以养生美白哦。好，哪里来的？如果他记得没错，千年雪灵芝相当珍贵，而且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抢来的。长本事了。说到底，还是全靠大人您的威风啊！世人都知道我是国师府的总管太监，深得国师信任，所以即便我公然抢劫，也没人敢说什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狐假虎威的滋味。滋味如何？就一个字，爽。你来的正好，本座正有事要找你。就被男人抓住手臂，一把拽到了腿上。姐姐，你又想干嘛？干什么？本座又不会吃了你，给你修剪指甲。你的指甲太长了，本座总是被你抓伤。你可知本座背上的抓痕现在还疼？如果不是你那样对我，我能抓你吗？你那是自作自受，现在却要来剪我的指甲，我不同意。不想剪也可以。帝释迦淡淡道：“那今夜本座就把你的手绑起来。或许别有一番风味。”君时月瞬间被吓住了。虽然帝释迦的语气很轻描淡写，但是他知道这个恶魔一定会说到做到的，他绝不想被捆绑。纠结了一下，最终含着泪将爪子伸了出来。真乖。他将少女的手拉过来，握在掌心里，随意把玩了2下，就从拇指开始一根一根仔细的修剪，动作倒是极其温柔，长长的睫羽低垂着，神情十分专注。你给我留点啊！
别紧的太突了。正在遛狗的辉夜正好路过尊主的寝院外，大门没有关紧，辉夜和血皇神兽不仅双双停了下来，心有默契，同时好奇地顺着门缝向里面窥探。唉，我们这种单身狗活着真的好艰难呢。其实这样挺好的，这样下去，尊主的心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他高兴，你吃肉的日子也就指日可待了。你不说，老子都快忘了，老子是一个食肉动物，一天3顿的馒头，偶尔来几个菜团，这样都能活下来，老子可能是一头假狼。不要怀疑你自己。辉夜现在已经能够准确领悟他的想法了，相信过不了几天，尊主就能允许你吃肉了。越王府，你说什么？国师府那个太监就是军师月，是他假扮成太监，偏偏就被国师看中了。是的，那个死丫头早就与九王爷沆瀣一气了，假发的事情就是他们一早计划好的，共同设局害您。你和他不是姐妹吗？他现在这么有用处，你应该好生的劝劝他，让他站到咱们这边来。我劝了，但那个死丫头一心向着九王爷，打死也不回头。唉，更可气的是，他还抢走了雪灵芝。什么？雪灵芝也没了？当时在皇宫，周围都是太监宫女，臣妾也不好与他争执，只能让他欺负。王爷，您要为臣妾做主啊！轩辕玉一口气憋在肺里，雪灵芝没了，他原本大怒，但是军师雅这个样子，细细想来也不能全怪他。你个该死的小贱人，竟然敢在皇宫中公然抢劫，真是无耻至极！你认为这样有用吗？军师月不管有没有用，只是用力地攥住被角，一脸我死也不会放手的表情。帝释家倒也不急，连人带被子一起捞过来带进怀里，低头吻他软糯的唇。军师月被动承受着，禽兽的吻技太好了，他很快陷入迷迷糊糊。回过神来的时候，男人已经一路连绵地吻到他的脖颈，身上厚厚的防护襁褓就被男人轻而易举地剥离开来，然后帝尊大人就开始肆无忌惮地享用美味了。军师月睡到中午才醒过来，阳光从窗缝里透进来，房间里空荡荡的，那个衣冠禽兽估计是去外面吹风赏花修炼了。军师月慢吞吞地翻了个身，然后继续气若游丝地趴在床上，表情有些绝望。帝释家昨晚真的太过分了，或许是看他没了长指甲，再也抓不动他，他就更加无所顾忌，花样也越来越多。真不知再这样下去，他还能活几天啊？睡醒了？我已经死了。怎么了？你是属血皇神兽的吗？什么意思？你喜欢咬人。虽然他咬的并不重，但是那种极度暧昧的疼痛会让他毛骨悚然，几近崩溃。你若不是属狼的，为什么要咬人？因为你好吃。哼，你若觉得不公平，可以咬回来。不行，我不敢。为什么？我怕你把我的牙齿拔掉，我抓伤了你，你就剪了我的指甲。我若是再咬伤你，你不会把我的牙齿都拔光吗？怎么会呢？本座哪有那么残忍？不，你就是残忍。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无情，好残忍？月儿，本座好心给你修剪指甲，是因为它们还会长出来，但是牙齿不会。本座宁可被你咬伤，也不愿拔你的牙齿。哼，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因为拔牙会疼。不对，你骗人！你若是真舍不得我疼，昨晚就不会咬我了。那不一样，本座咬你，实际上是因为……军师月听他说完，血压已经飙升到了180。这个男人无法自圆其谎，就开始说骚话，这种行径已经卑劣到让他彻底无言以对了。帝释家却是一派慵淡自如，顺势又将人按住，亲了好一会儿，最终终于放开了他，关切道：“饿了吧？本座去给你弄些吃的。”军师月含泪冷笑，这是终于良心发现了吗？过了一会儿，帝释家回来了，玉骨修长的手里端着一碗飘香的阳春面。这个男人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阳春面啊？本座既养你，又怎会不知你喜好？3天后，解忧坊重新开业了。嘿，瞧一瞧，看一看啦！云家医馆解忧坊今日开张，特请来不是高人，玉面神医，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只要你肯花钱，就没我们治不好的病。大家不要怀疑，不要犹豫，要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解忧坊就是这么见钱眼开，保证你钱到病除。啊，九王爷，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来庆贺解忧坊开张，以及来感谢你的这位朋友军师月。你怎么知道我家玉面神医就是君君啊？因为除了君姑娘，你好像也没有别的朋友。云千朵竟然无言以对。她性格粗鲁又花痴，从小就与那些娇滴滴的官家小姐互相鄙视，搞得一个朋友也没有。那晚的宫宴，幸亏有你帮我出主意，我才没有败给武皇兄。这些药材送给你们，医馆或许能用得上。
那就多谢九王爷了。我一直好奇你是如何知道击中我皇兄身上的几个穴位就会让他假发脱落。因为他的假发原本就是我教他戴的。他简单讲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哦，原来如此啊！君君，你也太厉害了！这五王爷和五王妃估计得被你给气死。不过现在你去了国师府，让他们再生气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对了，你在国师府还好吧？国师大人他知道你是女子了吗？这个应该还不知道吧？嗨，反正我就是个管家的，是男是女他都无所谓。轩辕彻微微松了口气，既然国师大人不知道军师月是女儿身，就证明还没有对他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轩辕彻很担心军师月，他也不知道这份担心是从哪里来。打从第一眼见到她，他就很喜欢这个小丫头，但这种喜欢却又有别于男女之情，就是想要像兄长一样照顾她，对她好。回到国师府，嘿嘿，晚上带你去夜市，那有卖糖葫芦的。佳佳，你不想去吗？可是我听说今晚夜市还有烟花放。去吧去吧。面对他诚挚热烈的带着祈求的眼神，最后帝尊大人还是说道：好吧，本座还未逛过京城夜市，就和你去一次。晚饭后，为了逛夜市，军师月给帝尊大人重新装扮了一番。是那个卖麻婆豆腐的，一个胖大叔正在将烤好的麻婆豆干热热闹闹的卖给过往行人。好啊，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真是老天有眼，看我不砸了他的买卖。月儿，帝释迦将他搂在怀里，心虚地说：你现在去也没有证据，他不会承认的。还有什么证据？我就是人证啊！我看你那胖大叔长得人畜无害，实际上却是个卑鄙下流、恶毒无耻的变态。我现在就要去揭穿他真面目。卑鄙下流、恶毒无耻、变态。帝尊大人默默地收好了这5个标签。你现在有8品修为，而他只是一个小商贩，就靠这点买卖维持生计。你恃强凌弱砸他生意，不太好吧？本座只是觉得那人大概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你不必与他认真。什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就因为他的行为让你最终捡到便宜了，你就无视他万恶的初衷。我今天如果不去拆穿他，让他长长教训，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还会给别的姑娘相要的。看，烟花。眼前一朵烟花绽放，散开在漆黑的夜幕上，美丽夺目。他没有注意到，趁着这个间隙，男人的另一只手探出广袖，无声地指向地面，发了一招，灵力如闪电般的沿着地脉流窜而去。卖豆腐的胖大叔吆喝着生意，一道电流突然从地下窜了上来，灌袭了他的周身，连忙拉起了豆腐车，仓皇地迈着碎步跑了。军师爷揉了揉眼睛，哎，他不过是看了个烟花的功夫，卖豆腐的怎么突然就跑了？是不是你给他报信了？本座一直老着你看烟花，哪有功夫报信？哼，你当本座会分身术不成？只要你想报信，肯定有的是办法。本座为何要给他报信？因为看见我被下了药，你好像还挺高兴的。后来你从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不用我明说吧？纵然如此，他曾对你图谋不轨，本座也没理由袒护他，只是无心追究罢了。你若真不开心，本座就命人把那卖豆腐的找出来杀了，剥皮抽筋，给你出气。本座这就让辉夜去办。别，算了，也没有那么严重，不用特意让辉夜去找，什么时候再碰到他再说吧。也给可怜的辉夜积点德。男人勾唇一笑，他就知道会是这样。哼，真是个善良的丫头啊。忽然足下轻点，在几层飞檐上借力一跃，就上了房。真美。男人的手臂揽住她的肩膀，深眸被烟花火色映得如同琉璃，光滑流转。若是没有军师月，他只会一世独立于寂寞庄严的九云山，何曾想过要来看着人间盛景。你说，我们就这么坐在人家屋顶上，要是被长生阁的人知道了，会不会生气？长生阁是京城最大的拍卖行，作风孤傲凌厉，大有几分不可触犯的意味。不会。为什么？因为长生阁是圣灵宫的，所以长生阁那些残忍的规矩也是你定的。青豆是长生阁之主，那些规矩都是他定的，本座倒不曾过问。青咒是你的御护法的吗？他人在京城？他一直在京城做事。那你现在来了，他怎么不来见你？他有他的职责，身份又一向隐秘，若无必要，本座不会见他。军师月听着隐约明白了，传闻青咒管理圣灵宫的外务，圣灵宫遍布在轩辕大陆的势力，大概也都是这位右护法在操心管理。在瓦片上坐久了，军师月硌得有些麻，他活动了一下，帝释迦就把他揽过来放倒，让他枕在他腿上，正好可以望到漫天的星斗。老公，你是真喜欢我，还是单纯的只想，只想什么？单纯的想发车。本座没说过喜欢你。
只是特殊情况下说过，你该不会想赖账吧？自然不会。那些话，你现在想听？他可以宠她，却绝不会承认自己已经为她动心。他只是想占有她，从身到心，彻底的永远占有，然后对她好，把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她。至于所谓的爱情，那却是属于凡人的虚妄，热烈痴狂而又脆弱，于他不存在的。说呀，你在床上是怎么说的？你都不记得了？这是你求本座说的。行，算我求你的。居然想在这里听，你可真会玩。君时月一怔，等等，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还没等反应过来，身子已经被男人拥入怀中，垂手贴近，菲薄的唇瓣压在他的耳廓上。宝贝，舒服吗？本座就喜欢你这样。那声音明明很低，落在耳中却如雷霆般轰隆，一股热血从脚底一直冲到天灵盖。他的腰在他拒绝之前，带着他一同旋转着从屋顶落下。若真想听本座说喜欢，那你今晚好好表现。只是吻了他一会儿，就与他并排躺在榻上。是不是很好奇本座为何没欺负你？哼，难道不是因为你突然良心发现，突然发现自己以前的行为过于恶劣？可是本座已经上演了，孰可能改？因为时间还没到，到了此时，本座再让你经历些不一样的东西，带你玩点新鲜的。以后日子还长，老是一个样子，只怕你会觉得无趣。今晚是新月夜，待到此时，本座体内的魔气就会复苏反噬。这红莲法印蕴含古老精纯的圣物，本座原以为只有它能将魔气压制，那晚却发现，你似乎也可以。我想起来了，他靠近我之后会逐渐平息，昏昏欲睡。那你离本座近些，像八爪鱼一样缠上去。可以了，别乱动。直至此时降临，一阵巨大的浪潮海啸般的邪力忽然从男人身上觉醒，黑暗无边，如同再无止境的涌艳。巨大的威压让人恍惚灰飞烟灭，滚滚魔息却似一头凶猛的巨兽，急欲将它吞噬。骇然惧意从心底生发出来，牵连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玉儿，不行，这个游戏对他来说太危险了，那是天地至邪，是连他都无法掌控的魔，怎能让这个小东西面对？等一下，我没事啊，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试试。君时月再一次试探着对他伸出手，他就突然退开消散了，转瞬间消弭殆尽，再也见不到踪影。成功了，对吧？以后有我罩着你，你就不用担心魔气反噬了。那你就永世陪在本座身边，这样本座才不会入魔。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将魔气彻底封印。真的？什么办法？双修。你既能压制魔气，那与你双修定有很多益处。那什么，你别瞎想啊，双修什么的我可没接触过，完全不会。本座教你。那好歹从明晚开始行不？我今天实在不行，你看我刚刚为了你出生入死，和那魔气厮杀搏斗，简直是拼了老命才将他压制，你得让我缓缓。可是本座记得，你除了抱着本座，什么都没做。好，那就明晚开始。次日，哎呦，神医啊！我昨晚睡得极好，完全没打呼噜。但是此药治标不治本，一直喝也不是长久之计。那有治本的法子吗？有，但是所需药草价格昂贵，可不是10两银子就能买到的。那有多少银子？5万两。要不我还是继续喝那10两银子一天的药。一天花10两，细水长流，可比一下子花5万大放血好很多。金四爷，这你就不会算账了。你看啊，你这一天10两感觉不多，可是这一年呢就是3650两，你就说你还能活多少年吧？20年够吗？20年？我看起来像那么短命的人？好吧，那既然20年你嫌少，那就给你按40年算。这一年3650，40年就是，哇，天哪，145600两。这边建议您还是一次性的治本比较好呢，只要花5万两银子哦。你病好之后要为我解忧访扬名，告诉你那些朋友，是我玉面神医治好了你的病。行，这个不用您说，我自会为您宣扬。金四爷小心地记下了服用方法，然后一手交钱，一手拿药，感恩戴德的走了。本宫可以进去吗？殿下请。轩辕墨尘缓步而入，云谦躲在后面关了店门。金姑娘，本宫也是来问诊的。殿下请坐吧，带我看看。这一诊脉，君时月的眉心不禁蹙了蹙。殿下身中奇毒，已经3年有余了。轩辕墨尘眸色一震，
他今日来原是想以诊病为借口来见见军十月，这个容颜酷似明妃，又扮成太监被国师带走的小姑娘。至于她中毒之事，却是绝对的机密，只看脉象很难辨识出来。此慢性奇毒，属性极寒，会阻碍修行，长此以往，甚至伤及经脉。殿下应该深有感触。不错，自从中了这种毒，本宫在修炼时就如同寒冰刺体，疼痛难忍，修为也无法再做提升。此毒有法可解吗？此毒入体太久，已经化归脏腑，我暂时没有解毒之法，但我可以尝试定期为殿下施针，将毒性暂时压制，不至于影响修行。待完全摸透它的本质，再寻办法根除。朵朵，你也进来帮忙搭把手。轩辕墨尘背对着他们，在榻上盘膝而坐。这云千朵落在男人背上的鼻血，军十月纠结地揉了揉额头。这实在是没眼看了。给太子医治明明是很严肃的，这么一搞，倒像是他们两个在做什么非常邪恶的事情。云千朵做完清理工作，就捂着鼻子逃也似的跑了出去。这已是好，请殿下在此静坐2刻钟，我也先不打扰了。轩辕墨尘闷闷地嗯了一声。怎么办呀，君君？太子殿下会不会从此记恨我呀？恨倒不至于，没事，这点小事太子殿下不会计较的。倒是你对太子的态度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啊？是吗？我看你在九王爷和其他美男面前都挺豪放的，怎么到了太子爷这里就格外的小心恭敬？因为太子以后是要当皇上的，我这不得提前救着点吗？哦，我还以为你内心深处喜欢他呢。你可别乱说啊！我喜欢的是九王爷，怎么会喜欢别人呢？可是太子殿下也很好看啊。皇室大人最好看，你敢喜欢他吗？军十月他不说话，云千朵就当他不敢。那不就得了？这嫁人也不能光看长相啊，那以后是要过日子的。太子殿下的确美，但给人的感觉嘛，太冷，城府太深了，会让人有压力。走吧，去取针。看来是有效了。在找出彻底解毒的方法之前，每隔7日我就为殿下施针1次，可以暂缓毒性。多谢君姑娘。还有，诊金多少？分文不取。那君姑娘想要得到什么呢？殿下真是爽快人，看出来我不要钱是因为另有所图。不错，我想加入太子党，殿下愿意收留吗？轩辕墨尘一震，岂止愿意啊，简直是求之不得。如今京中有多少人算计着想贿赂军总管？国师府的门楣无人敢攀，而军总管是最接近国师的人。我是以军十月的身份投至您麾下，并非军总管。想必你也知道，国师大人一向不问朝政，我无法左右他的态度。与您合作，我只能贡献我一人之力。我可以帮你解开体内寒毒，并且提供一切我力所能及的帮助，辅佐您登上皇位。你的条件呢？殿下登基之后，剿灭阿修罗国。这就是你的最终目的？是，我会想尽办法为殿下解毒，指望殿下即位后能够不遗余力地铲除阿修罗国，为民除害。好，我答应你。玉儿今天好像不大开心，因为今天在医馆听人讲了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哦，军十月于是将明妃的故事讲给他听。这个万恶的封建世界对弱小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哼，像你这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家伙，竟然理解不了那样的尘世苦痛。本座的确不曾体会，别难过。待会儿和本座双修，本座会让你开心。猛地抽身就是一脚，扑通一声，他这是居然把帝尊大人踢下了床榻，深眸阴森森地望向目瞪口呆的少女。这小东西一向被他吃得死死的，时间一长，他在他面前已经没了丝毫的防备。帝尊大人，一晚上是不是挺舒服，挺凉快的？嗨，你看这夏天这么热，我就知道这松木地板触感轻软，特养生。的确不错。你看看，我就说是这样吧。帝释迦一把将他也从榻上拽了下来，男人一个翻身就把他压在了清凉的松木地板上。既然你厌倦了床榻，那这舒适的松木地板也不是不可以。军十月的瞳孔骤然张大，哗啦啦的一声，屏幕中的一束鸟儿被惊得从枝头飞起。下一秒，烛火晃动的寝房里已经传出少女歇斯底里的嚎叫。远处的另一处院落，辉夜正仰面躺在青石阶上，悠闲的纳凉看星星。血皇神兽没精打采地枕在他肚子上，像条无聊的傻狗一样。倏然，他的耳朵竖了竖，刚刚好像听到那个死女人在呼救。不会出人命了吧？想啥呢？村主对媳妇有多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没事瞎操什么心啊？但那个丫头可是猪死养狗，万一真的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惹得帝尊对她不再留情。血皇神兽不放心，疯狂地原地打转。那走吧，反正咱俩待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偷摸过去瞅瞅。
大门紧闭，里面是死一般的寂静，一点声音也没有。难道真的出大事了？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在房间里面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尊主的某些宠妻方法不够得当，把媳妇惹生气了，所以此时尊主正在默默的跪搓衣板，等待原谅，所以就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息。雪皇忍不住用一种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他。你怕是活在梦里吧？还跪搓衣板？你是第一天认识你家帝尊啊？就那个恶魔，要是肯跪搓衣板，老子愿意把脑袋拧下来给你。走吧，回去睡觉了。大半夜的居然偷听墙角，要是让尊主知道，肯定拍死咱俩。他们两个并没有想到，他们之所以听不到任何声音，是因为帝尊大人很英明的设了一层断声结界。又过了一日，哎，君君，你没事吧？国师大人没有为难你吧？没有，心里在哗哗流泪呀，没有才怪。帝释迦将他从地板上一直为难到外堂，最后又为难到外面的温泉池。他在他耳边狰狞地问：“还敢把本座踢下床吗？”他哭着说：“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唉，云千朵看出他一脸悲戚，心里估计他经历了什么难言的挫折。抱抱你，太可怜了。解忧坊已经名声大噪，有金四爷等治好的患者帮忙宣传，再加上轩辕墨尘在暗中推波，解忧坊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神医馆。你家小姐得的是心病。对，是心病。是这样的，华夏小姐看上了柳家的大公子，柳公子却不愿意，小姐从此就茶饭不思。柳公子是不是就是柳尚书的长子柳嫣然的胞兄啊？对，就是他。我也不想这样，但我真的吃不下。每闻着桌上饭菜，我就忍不住想起柳大公子，然后就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君君，我有办法。晌午，柳公子约了人在醉霄楼吃饭，今日是他们兄妹宴请八王爷轩辕傲天。新来的，挺机灵啊！谢公子爷打赏。小二嘻嘻笑着提着茶壶出去了。谢药茶柳高清已经喝了，云千朵那边估计也安排的差不多了。八王爷，嫣然觉得这雨前龙井滋味极好，不知合不合您的口味？那声音嗲到不行，就跟猫叫似的，听得柳高清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王爷小妹，你们先聊。捂着肚子起身说道：“天哪，魔方塌了！里面好像有人。赶紧把人救出来呀！”众人都暗暗的皱眉掩鼻。柳高清被人从粪坑中强行捞出，头发散乱，浑身都沾满了那啥，连脸上都是模糊的，一点也不高清了。但还是有人瞬间认出了他。我靠，这不是柳公子吗？就是那个京城第一公子。柳高清不想承认，绝望的嚎叫起来：“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柳公子，不是！”众人无语，这柳大公子八成是掉茅坑里摔傻了，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无数火辣辣的目光扫射而来，柳高清恨不得一头撞死。柳高清是被人算计了。轩辕傲天目光一转，方才那个报信的店小二正抱着双臂倚在窗户边上，他翻袖就是一招，狠狠轰了过去。轩辕傲天居然追了过来，高大的银色身影急如利剑，锋芒雪亮，只需一瞬就能杀到他身后。他如今的修为刚达8品，而轩辕傲天已是8品巅峰，被誉为大周的神武天子。军师月可不想跟这种人正面交战。轩辕傲天倒不是为了给柳高清鸣不平，他只是忍不了有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耍花招，非得把对方揪出来不可。进入密林中，军师月抓了一大把树叶，反手撤出。轩辕傲天追得正起劲，迎面飞来暗器树叶，几片薄薄的叶子竟暗携了强大的内力。轩辕傲天瞬间就判断出来，对方的修为竟有8品，京中竟还藏着这么一号人物。轩辕傲天有些震惊，他躲开树叶，却猛然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紧接着头脑一阵发晕。轩辕傲天的瞳仁骤然一缩，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树叶只是用来吸引他注意力的，对方刚才的那一招是为了给他投毒。轩辕傲天无奈，只得停止追击，封了2个穴位，原地调息。我们还会再见。军师月绕了一大圈才回到城中，回来了，这是醉霄楼的烤鸭，快尝尝，特好吃。你怎么知道本座没用午膳？因为你不在，本座才没了胃口。今天是特殊情况，不然我哪顿饭不是陪着你？我也觉得只有和你一起才能吃得香。别看中午我在外面，其实都没吃上几口。军师月的头顶一排乌鸦飞过，这饱嗝打的可真不是时候啊。饭后，帝释迦带他去后院，不知何时竟多了一个秋千椅。佳佳，你怎么想起来扎秋千了？你小时候喜欢荡秋千？军师月怔了怔，昨晚闲聊时，他好像是说过一句，说他小时候没什么玩的东西，最喜欢玩的就是秋千，却没想到帝释迦会放在心上。军师月枕着他华丽的衣袖，闭上眼睛开始想东想西。
又想起柳高清的事情。侍郎千金那么痴迷柳大公子，可是在亲眼看到他掉进茅坑之后就立刻死心了。感情这东西其实挺不靠谱的。佳佳，如果有一天我掉茅坑里去了，你会怎么办？地势嘉兴的。小东西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把你捞出来洗干净。那你会因此嫌弃我，不想要我了吗？会嫌弃，但还是想要。这辈子你都得跟着本座，永远不能离开。我也没说要离开呀。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你到底喜欢我哪里呀？你不会想知道的。不，我想知道，你快告诉我。当真想知道？哼，喜欢你在本座身下哭的模样。你换个人也会哭。可是本座只想尝你一个人的眼泪。男人沙哑地呢喃了一句，旋即抬起他的脸，在他骂人之前直接吻了下去。这个吻并不温柔，格外激狂连场，甚至有些暴力，充斥着霸道和占有欲。军十月心中1万匹羊驼奔腾而过，他仇恨地望着帝释迦，男人却无视他的苦大仇深。在别的地方，本座是不会让你掉眼泪。次日，怎么办啊，君君？我爹他惹大麻烦了。是这样的，我爹和北药国将军是故友，常年信件来往。可是现在大周和北药边境打仗了，我爹却不避嫌，坚持通信，嘱咐他一切小心，大不了就投降。结果就被柳尚书那个老狗贼知道，半路把信截走了。那信的内容很容易被曲解，要是不知情的人看了，肯定都会怀疑我爹通敌叛国的。柳尚书现在就拿这信威胁我爹，让我爹给他卖命，不然就把他交给皇上。哎呀，你说我摊上这种爹，我该怎么办啊？军十月皱着眉，这通敌叛国可不是小事，尤其是两国交战期间，从来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信真的被交到了老皇帝手里，这云御史怕是要凉啊！你别急，咱们想办法。御史大人答应柳尚书了吗？当然不能答应了。柳尚说给我爹3天的时间考虑，3天之后要是还不答应，就向皇上告发我爹。如此说来，那信应该还在刘府。有办法了，可以让阿雪去找。回到国师府之后，帝孙大人，御史家的小姐约我晚上出去散步。又是御史府的小姐，这小东西见有忘色，总是喜欢扔下他，跑去跟那个姓云的丫头一起玩，老这样可不好。那丫头可有婚约？还没有。男人沉吟着，下次见到老皇帝，就让给那个姓云的指个婚，让他赶紧嫁出去，省得总来勾搭他的人。那我今晚到底能不能出去呀？帝释迦心中有了办法，眼下也就不再计较。去吧，早点回来。军十月于是去找血皇神兽。狗子，数日不见，你好像胖了。老子天天吃素，去哪里胖啊？入夜与云千朵会合之后，两人一狼趁着夜色翻进了刘府。血皇神兽顺着气味，带着他们躲开家仆，一直来到柳尚书的卧房外。血皇用狼爪示意，信就在这里面。军十月将一根细管从窗户伸进去，吹入明香。反省子寝房外是一层结界，眼前是一间夜明珠点亮的密室，多宝阁上安置了很多珠宝玉器，银票更是一沓一沓的垒在墙边。这柳尚书多年来贪污来的都在这里了。桌上有个木匣，里面盛了不少信件，最上面的那一封就是写给北药将军的。给，你看是不是这个？对，就是啊。好不容易来一趟，就偷走一封信，有点可惜了。你的意思是？看什么顺眼，赶紧拿。云千朵激动的双手打颤。哎呀，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带2个麻袋过来的。这一沓书信可比这一屋子的赃物都值钱多了，这一趟可真没白来啊！收获了这么多桩贪赃舞弊、徇私枉法的罪证，这柳尚书与多少人勾结过，甚至是在太子党中有谁是八王爷的卧底，都能根据这些信件推敲出来。他们跟着血皇翻进了一个偏僻的院子，院落中央是一座巨大的铁笼，这不是那头大黑熊吗？啊！天哪，他怎么伤成这样了？是柳家的人将他关在这里抽胆汁，他们居然这样对待大黑，他们真是太可恨了。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小可爱，你可真是受苦了。大黑得到安慰，就不那么害怕了。血皇神兽又跟他嗷嗷地说了几句，他终于振作起来，迈步走出了笼子。我们送他出城吧。可是他的伤没事，回到山林里，慢慢的就会好。与云千朵分道扬镳之后，军十月将血皇神兽送到了解忧坊，雨水已经从夜空笼罩而下，一把伞忽然举到了他的头顶。帝佳佳，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来接你回家。2辈子了，第一次有人说来接他回家。走吧。那伞依然是向他这边倾斜的。对了，你为什么不让血皇神兽吃肉？你这是虐待动物，你知道吗？帝释迦的眸子眯了眯。辉夜回来的时候，他正在醋头上，的确是随口说过一句不许给他肉吃。本座当初是无心之言，你想让他吃肉，给他吃便是。帝孙大人，你以后说话一定要三思啊，因为你的话实在是比圣旨还管用。
无论合不合理，所有人都不敢违背。所有人？哼，不是还有你这个不听话的？院子里有温泉。可是外面在下雨。男人一言不发，衣袖一拂，温泉池上方就撑开了一张屏障，光滑流转的漂浮在上空。你竟然会这个？刚刚在路上怎么不用？不想用。他自然不会承认，他是喜欢与他一同撑伞，走在潇潇夜雨里，然后在温泉里沐浴。我洗好了，先回去睡了。为了表明自己并非逃跑，而是真的很困，他还用力地打了个哈欠。帝释迦合着眸子嗯了一声，去把床暖好，等着本座。暖你妹呀！男人回来的时候，军师月已经假装睡着了。装睡可不是好习惯。灵机一动，如梦一般的喃喃叫了一声：“夫君啊！”帝释迦的动作倏然一停，莫非真睡着了？说什么呢？再叫一声。夫君这个称呼真是百听不厌啊！但是除了有求于他的时候，军师月都不会这么叫，除非是在梦中。军师月哼唧了一声，索性转过身，毫无征兆地抱住了他，整个人都用力地往他怀里拱。帝尊大人微微一僵，旋即就笑了。一睡着就这样。哎，宠溺的声音传入耳中，军师月瞬间凌乱了。一睡着就这样？难道他以往睡着的时候也会拼命地往帝释迦怀里钻，并且抱着他？这种举动却让男人相信了他是真的睡着了，反手将他抱住，就闭上了眼睛。军师月已经一点睡意都没有了。以往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跟帝释迦抱在一起的，可是这现在看来，这不会都是他自己主动抱上去的吧？第二天，帝尊他答应让我吃肉了。君君，不好了！又咋了？我回去之后才发现，我有一块随身的手帕不见了，可能是昨晚落在了刘府里。别人捡的那块手帕，能看出是你的吗？那手帕上有我绣的云字，我的绣工很独特的，见过的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刘尚书只要是捡到那块手帕，就知道昨夜入府偷窃的人是我。如果移交给大理寺，我就得坐牢了。云千朵，你竟敢来我家偷窃！柳嫣然带着一众家仆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没想到吧？这物证恰好被我捡到了，我马上就去大理寺揭发你，你就等着坐牢吧。你瞎扯什么呢？谁知道你是从哪里捡的一条手帕，就想用它来诬陷我？诬陷？切，你可看好了，这帕子上绣的是什么？一大团白影突然扑过来，闪电般的叼走了他手里的帕子。回过神来的时候，物证手帕已经被那头白色大狗给抢走了，然后咕噜一声被他吞进了肚子里。给我抓住他，剖开肚子，把手帕抢回来！一场追逐大戏拉开了帷幕，一众家仆累的是气喘吁吁。血皇神兽停下脚步，哼，一群渣渣还想追老子？追不上还想着什么？赶紧放暗器，打死他！血皇神兽还没躲避，忽有一道蓝色光弧袭至。我找了你有人渣，军师月正拉着云千朵在旁边嗑着瓜子看热闹，看到辉夜来了，心道来得正好，倒省得他出手了。是你说的要打死他？小灰灰，你真是男友力爆棚啊！你家狗吃了我家小姐的东西，不打死它剖开肚子怎么取出来？识相的话就赶紧滚开！血皇神兽心道，你才是狗呢，老子是狼！辉夜也不跟他废话，抬手就是一掌，倒着飞了出去。大小姐，这个人是辉夜，圣灵宫的左护法，如今他就住在国师府。圣灵宫左护法，原来是辉夜公子，久仰大名。就是你想动我的神兽？他颤声道：“没有，刚才都是误会，都是下人们不长眼，实在不知道这狗是辉夜公子你养的神兽啊。”嘴上忙着道歉，也憋了一肚子苦水。你们国师府的狗崽子就不能看好点吗？为什么要让他随便乱跑，还偏偏见鬼的跑去解忧坊？为什么？你刚刚说他吃了你的东西啊？对，是一条手帕。这锭银子够赔你的手帕吗？柳嫣然心里在流泪，那手帕可是云千朵偷窃的罪证啊，那是一定银子就能赔偿的。可是对方是圣灵宫啊，他岂敢拿自己家的这点破事去烦扰？够了。现在手帕的账是算清了，但你们追杀我神兽的账该怎么算？都是我府中的下人们不懂事，惊吓了您的爱犬。这些人都是奸民一条，要杀要剐，随您处置。家仆闻言都是一脸的绝望和愤怒。辉夜大人，我看不如这样吧，这位尚书府的柳小姐很喜欢让人下跪磕头，那就让她给您的神兽下跪磕头，好好道个歉。尚书府柳小姐是吧？你若肯跪下来忏悔，这事能了结。血皇神兽冷冷地望着他，一想到这柳嫣然曾经是那样的残害大黑熊，就觉得让他磕死在这里也不为过。若是云家盗走了书信，依照云御史的性情，今日早朝就会当众交出来。
但他却没行动，这就说明那沓书信并不在他的手中。啊，对。柳尚书连连点头。殿下，妾身猜测那信一定在军师院手中。殿下，为今之计，只有杀了他，才能永绝后患。殿下，您想啊，云家小姐就是个只知道跟在美男子后面跑的花痴，单凭她自己能顺利找到密室拖走信件吗？轩辕傲天考虑一下，弹指发出一道灵光讯息：殿下有何吩咐？鬼狼，你即刻去解忧坊杀了那个玉面神医。对方修为如何？没有灵根。解忧坊到了打烊时间，云千朵关了店门，整理今天的账簿。一条幽灵般的人影突然从天窗滑了进来，挥手就布开了一道结界，将两个少女困在其中。你到底是谁啊？我是来杀你们的。不过看在你们长得惹人怜爱，我倒是可以大发慈悲，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说吧，你们是喜欢先辱后杀，还是先杀后辱？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吗？左右都是死啊！如果是先辱再杀，你们还能多活一会儿。大概多久？还能有那一节香的时间吧。只见那香炉里的香只剩下最后一小节，也就能燃个2-3分钟。啊，不是吧，这么短啊！军师院也是一头黑线，云千朵这个家伙到底看了多少小黄书啊？你两个给我闭嘴！当我不存在是吗？你们真是死有余辜！军师抬手向前红红的夜华，灵力光耀扫荡而出，强大灵力打得他倒飞了出去。军师月的手掌在桌子上一拍，桌上的10几枚银针就跳了起来。你竟然有修为！故意将玉佩从身上掉了下来。哎，这是太子爷的玉佩，这一定是栽赃，太子爷不可能对咱们动手的。怎么不可能？谁告诉你我没有灵根的？是我的王妃姐姐吧？不错，看来你已经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我和她串通好的。反正你也要死了，我不妨就让你死得明白些。当然还有我姐夫薛元玉，早就受够了你家八王爷，暗中投奔太子了。鬼狼闻言大惊失色，立刻咬破藏在齿间的弹丸，口中噗的一声吐出一大片的迷烟。鬼狼提尽全身力气一跃而起。他们是太子的奸细，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阴谋。解忧坊那个少女确实是个绝世高手，至少有8品修为，咱们都被他们给骗了。说完这段话，他就眼皮一翻，再也撑不住，嗝的一声，彻底昏死过去。胡说！你他妈在胡说！轩辕傲天没有理他，兀自上前扣住了鬼狼的脉门。鬼狼竟被人活活整残了。对方是以银针为媒介，将强悍灵力直接导入他的体内，震飞他的几处要穴，从而毁了任督二脉。鬼狼一身修为因此彻底被废，即便能够救活，也得终身瘫痪。好可怕的手段！吾皇兄，这就是你所说的废柴干的？霞儿，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废柴干的？没错，那个小贱人的确是没有灵根，天生就没有。鬼狼都已经被揍得生活不能自理了，你还要说对方没有灵根？你当本王是傻子吗？鬼狼的修为就是被人凭借灵力生生碾压废掉的，能做到这种事，至少要有8品修为。殿下说那丫头真的有了修为，那就是她之前故意隐藏，欺骗妾身。妾身和武王爷一心拥护殿下，殿下您可千万别中了她的离间计啊！对，那小贱人极其奸诈，这次就是蓄意挑拨，想要挑拨离间咱们兄弟的感情。轩辕傲天沉着脸，离间计嘛，倒也不是没有可能。更损的是，他废了鬼狼一身修为，却又留下他一条命。鬼狼瘫痪，自己还得给他养老送终。虽然他不缺那点养活的银子，但这事儿让他一想起来就膈应得慌。皇兄放心，本王刚才一时激愤，才误会了你。你与皇嫂对本王的心意，本王自然是信得过。今日的事情全是那丫头的离间计，本王心里有数。你们先回去吧。壁咚你！既然你喜欢这个调调，那老娘就陪你玩一回。哼，男人，这是你自找的。军师月说罢，连脚狂吻。帝尊大人闷哼了一声，缓缓合上了潋滟的眸子，刺激。军师月强势激吻，霸道的攻城略地，忽然也觉得这样好爽啊！明明是呼风唤雨的帝尊，此刻却乖乖的在被他壁咚，任凭他蹂躏。吻着吻着，一个想法蓦然从脑海里闪过，要不干脆……不知道会是何种滋味啊！他偷偷睁开眼睛，眼前是美人夫君放大的俊脸，睫毛长得不像话，覆盖在眼睑下，居然还因为他的行为而轻轻颤抖，天使般的眉微蹙着。玉儿果然比莲花酥还香，让本座吃了你好不好？
军总管，宫里来公公了，想要见你。好，我这就去。小东西越来越精，都不上套了。哼，本座的美人计没有成功，往后再诱惑他，本座还要更费一番心思。军总管，公公不必客气，不知公公前来所为何事？啊，是这样的，西陵国的使团已经抵京，明晚殿下要在宫中设宴款待，就是不知道国师大人明晚有没有空啊？殿下是希望国师大人也能来参宴。军师月一听就明白了，周武皇这是想用刚抱到的大腿震慑西陵国。他拜了帝释迦为国师，就像请了一尊大神在家里供着，现在外人来了，当然得显摆一下。大周和西陵的关系如何？多年来摩擦不断，最近才停战。西陵国有些作为，着实令人头疼啊。就拿这次的使团来说，他们带了一项礼物——天玉9连环，说是要献给陛下的，却又问我大周有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不摆着明的挑衅吗？唉，说起来这9连环也奇怪，九王爷找来了几名有名的能工巧匠，可偏偏谁也解不开。九王爷如今正为这个焦头烂额，陛下也暗中下旨了，若是有人能解开那9连环，重重有赏。军师月挑挑眉，这是在武力上拼不过，就想在智商上进行碾压和侮辱。下午，军师月趁着帝尊大人独自闭门修炼的功夫，偷偷溜去了御史府。哎，君君，你来的正好，我给你看个东西。书桌上放着几张图纸，正是那天的御9连环，正视图、侧视图、俯视图一应俱全。这个破玩意儿是西陵国使者带来的，谁要是能解开，我估计陛下少说也得奖励1万两黄金呢。可惜我瞅了半天也没瞅出名堂。君君，你有办法吗？到傍晚时，终于区破了其中关窍。原来如此，他千唇一笑，难怪工匠们都解不开，因为此9连环只有用特殊的手段才能解。军师月心中有了主意，这个好事就交给云千朵去做吧。明晚的宫宴上杀一杀西陵使者的锐气。晚宴开始，众皇子和陈宫都已经落座。陛下，大周国力强盛，美人如云，让我等大开眼界呀。不知那天玉9连环解开了没有啊？陛下，臣平日喜欢这些玩物，请让臣来试试如何？好。柳高清一脸得意，他的确玩过9连环。刘尚说当真养育了好儿子呀。军师月望着柳高清，笑而不语。他若能解开，就算怪了。然而不过片刻，柳高清脸上自信的笑容就逐渐消失。这位大人解不开，就不要逞强。听闻大周国以武为尊，常年习武，头脑难免变得简单。这9连环对诸位大人来说太难了。臣无能。老皇帝拉着脸挥了挥手。云御史忽然起身，拱手道：陛下，这9连环都是女孩子家玩的东西，我大周男儿自然不会过多了解。此物小女就能解开。话一落，众人皆惊。呵，就你家那个花痴还会解9连环？老皇帝怔了怔，云家丫头她也是有所耳闻的，那可是出了名的不靠谱啊。臣女叩见陛下，那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迎申，你当真能解开那个9连环？能，一下子就解开了。好，你若真能解开，朕重重有赏。谢陛下隆恩，为了1万两黄金的奖赏，臣女一定解开9连环。老皇帝惊道：等等，朕什么时候说过要赏你1万两黄金了？军师月看在眼中，纠结地扶了扶额头。这云千朵可真是想啥说啥呀！提前商量好的一切，但愿别节外生枝才好。老皇帝望着云千朵，心情有点复杂。他原本想着，谁能够解开9连环，这便是为国争光，在两国外交史上立下了一件大功，应当赏10万两黄金。结果这云家丫头居然只想要1万两，朕心甚悦呀！我要开始了。到。抡圆了胳膊，就将那天玉9连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啪的一声脆响，摔了10来次之后，终于哗啦一声，9连环在落地的瞬间，成功的碎裂成了18瓣。陛下，这9连环已经解开了。周武皇愣住了。好，云丫头解开了9连环，赏黄金1万。谢主隆恩。你可还有其他想要的赏赐？朕也准你。云千朵刚要说，那我还想要钱。会席上一直高冷旁观的国师大人忽然淡淡开口：云小姐待字闺中，何不赐她一门婚事？
军师月也愕然转头望向男人，这家伙怎么突然关心起云千朵的终身大事了？对，国师所言极是，朕也正有此意。云丫头啊，朕给你指个婚。啊，这是要把我许配给谁啊？天哪，这要是许配给了九王爷怎么办？我会不会高兴的昏过去啊？啊，不，搞不好是别的皇子。那万一给了太子爷我就惨了，以后太子爷当了皇上，我还得跟一群女人宫斗。天哪，想想就好可怕！我不行了，要死了！殊不知，老皇帝望着云千朵，内心也正疯狂地打着算盘。按理说，指婚那肯定要指给某位皇子当正妃的，但是云千朵花名在外，一点女孩子家的贤良淑德都没有啊！朕的儿子绝不能给这花痴糟蹋。小柳爱卿，哈哈，云丫头，你与小柳爱卿年龄相仿，门当户对，又有共同爱好，都喜欢玩九连环。朕今日就做个媒，将你许配给他，二位亲家喜结连理。啊？什么？陛下，这桩婚事臣女不愿意。为什么？柳高清他喜欢吃屎，这种饮食偏好，臣女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所以，恳求陛下收回成命，千万不要让臣女嫁给他。小柳爱卿，臣在。朕问你，你当真吃过屎？臣不曾。丫头啊，这回你放心了吧？小柳爱卿亲口说了，她是不吃屎的。倘若你嫁与他之后，发现他吃，那他就是欺君。到时候你告诉朕，朕为你做主。云千朵没有搭话，老皇帝急着把云千朵这个烫手山芋抛出去，趁着帝释家没有反对，立刻下旨。回到国师府，你为什么要让陛下给云千朵赐婚？你可知她根本不想嫁给柳高清。那丫头嫁给谁，不在本座的关心范围之内。她年纪不小了，该有个夫君管管她。本座这样做，亦是出于好心。你是不是故意的？就因为我总是跟她一起出去玩，你就不高兴了，就想着赶紧让她嫁出去。你怎么能这样呢？哼，怎么不能这样？云千朵太花痴，你要被她带坏了。有一次你和她出去玩，可是在潇湘院外停留了好久呢。当时一定很想进去吧？军师爷有点心虚。佳佳，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一直派人跟踪我是吗？我又不是你的囚犯，你居然这样对我！不管怎么说，云千朵的事情就是你的祸。那你希望本座怎样呢？是你造的孽，你就得负责，不能让云千朵嫁到柳家去。帝释家沉吟着。宴会中，他并没有出言反对这桩婚事。如今圣旨已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杀了柳高清。但如此一来，云千朵就要守望门寡，以后更加嫁不出去了。唉，算了，这种小事就不劳烦您帝尊大人了，还是交给我吧。但是你必须答应，最近1个月都不许再管制我，要给我充分的自由，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这样我才能处理好云千朵的事情，也算替你赎罪了。可以，本座答应你。君总管，御史府的小姐来了，就在大门外。云君，我要走了，我是来跟你告辞的。你这是做什么？我不能留在京城嫁给柳高清，我要逃婚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到底是该去西陵还是北药，也不知道哪个国家的美男更多一些。啊，我听说西陵有很多不留大胡子的男人，长得英俊又温柔，说话又好听。而北药国的男人嘛，久居高寒地区，性格冰冷孤傲，但是据说在床上天赋异，体力特别好。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君君，你说我到底该去哪里啊？不愧是云千朵啊，都要走了，最纠结的居然是这个问题。军师月突然就理解了，为什么老皇帝死活也不想把他指婚给皇子。这家伙简直就真的会带坏皇室风气。唉，你要是去了别的国家，就再也见不到你的最喜爱的九王爷了。啊，那我该怎么办呀？所以你不要走了，好好待在京城。这个婚事可以想办法退掉，只要让柳高清因事下了大狱，你们的婚约自然就无法作数了。啊，对呀。怎么去了？出门搞点事情。你刚刚答应了，不许阻拦我。本座陪你一起去，如何？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体验体验生活，让你看看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鬼鬼祟祟行事的。夜黑风高，军师月带着帝尊大人一路飞檐走壁进了武王府，最后轻飘飘地落在了寝房的屋顶上。透过敞开的天窗，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景象。罗帐之内，2道人影交叠着，正在上演少儿不宜的动作片。军师雅为了讨好轩辕玉，拼命地努力表演。玉儿，你说的搞事情就是来看火春宫，你想要直接跟本座说就好，
本座又何曾委屈过你？何必看别人的呢？滚蛋！身子一闪，从天窗溜了进去。什么人？只见一个人站在多宝阁后面的阴影里，看不到其形貌。你是谁？竟敢闯入本王的寝房！君时月将手半扣在唇边，变声之术又经过灵力渲染，听起来赫然是一道优美的男音。轩辕玉，3年前你在醉霄楼喝醉，大醉之后辱骂陛下，说他老糊涂了，眼睛还瞎，不肯重用你，并且做了一首打油诗表示嘲讽。这件事情你还记得吗？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的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被我知道了。你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拿出来给我看看！我既然知道你的秘密，自然拿得出证据。但是你自己做的事情就没必要再看证据了，我不如直接呈给陛下比较方便。啊！不要！这位朋友，你如果真的想呈给陛下，就不会来告诉我们了。你来就是想用这件事情来威胁王爷，对吧？你想要什么？说说你的条件。哎，还是王妃娘娘聪明。论智谋，你可比你的窝囊夫君强太多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轩辕玉立刻黑了脸。君诗雅的脸也气得一抽，这话听着像是在夸他，却会让轩辕玉从此对他更加厌烦和冷落。没有男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老婆比自己强。你到底想要什么？很简单，我希望你家王爷去跟陛下揭露柳尚书的一些罪行，好让他被革职抄家。什么？他和柳尚书可是同党，怎么能自相残杀呢？你们只要记住，我就给你们7天时间，7天之后，如果柳尚书还没下地狱，那你们就下地狱吧。扔下一句冰冷的话语，黑影一闪，已如鬼魅一般，彻底没了踪影。原来月儿在外面这么霸道。你以为我在谁面前都那么怂啊？也就只有你而已。本座的确应该重新审视你。无论治病救人、修行法术，亦或玩弄权谋，他都比他想象的厉害多了，难怪不甘心当他的私宠。我王爷的把柄，你是如何知晓？天机不可泄露。这都得感谢柳尚书的密信呢，其中一封就提到了轩辕玉这桩事。柳尚书也是个勤快人，不仅保留了信件，而且还特意有加了备注，详细说明了事情因果，结果都方便了他。王爷别急，是柳尚书自己没用，密信落入别人手里，就算您不去揭发，柳家迟早也得大祸临头。你的意思是真要让我去揭发他？唉，现在王爷有把柄落在了外人手里，咱们只能先稳住对方。7日之内，如果有机会，王爷就揭发吧。但是这样一来，我就等于彻底背叛了八王党，以后朝中还如何立足？现在太子和八殿下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王爷完全可以10个边也不炸，看他们鹬蚌相争。所以这次揭发柳尚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借机脱离八王党，从此不再干涉两党之间的争斗，坐收渔翁之利啊。君诗雅分析的头头是道，轩辕玉稀里糊涂的就被忽悠了。王爷，爱妃早点休息吧，本王再去看会儿书。说着就往别人的小妾那里去了。君诗雅独坐空床，气得脸都绿了。佳佳，你想玩捉迷藏吗？哦，小孩子的游戏，本座没有玩过。连捉迷藏都没玩过，你是没有童年的吗？那我带你去玩好不好？咱们就以这一片树林为界，开始玩。是你先捉我，还是我先捉你？本座来捉你。好，那你背过身去，数20个数，然后来找我。男人听话的转过去，开始数数。君时月身子一闪，就没入了林中。这男人根本不会想到，他居然会藏在树顶上。正得意着，一双骨节修长的手忽然从身后伸出来，抱着他的腰，捂住了他的嘴。怎么办呢？本座捉到你了。男人一把将他转过来，用力稳住。沙沙声响起来，大树的枝叶摇晃了一下，附近栖息的夜鸟都被惊得飞了起来。巨大的树冠里，帝释迦抱着他，大肆亲吻，狂野霸道，却又悱恻缠绵。我找你，找到之后一定按在地上摩擦。帝尊大人在林中转了一圈，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树洞。君时月数完之后，就开始满树林的找，树上树下草里草外都翻了个遍，居然都没踪影。君时月灵机一动，大声叫道：“帝尊，我看到你了！”帝释迦在树洞里冷笑：“这种诈术也想骗本座出来？可恶，居然不上当！找了许久都没找到，君时月的肚子都有点饿了。佳佳，你赶紧出来，否则我会让你后悔的。”小东西还在继续骗本座，本座才不会上当，就不出去。还不出来是吧？好，那等下你后悔了，可别怪我。说罢，他就转过身，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树林。鬼知道那男人藏在了哪里，但他那么坏，给云千朵找麻烦，还老是欺负他。作为惩罚，就让他独自在树林里蹲一宿好了。
回去之后，立刻热了香喷喷的酥肉，先是大饱口福，然后又去舒舒服服的泡了个澡，洗去一身的草屑，感叹这样的人生好生肆意呀。与此同时，都过了这么久了，小东西还没找到我，肯定急死了。时过午夜，帝释迦开始替军十月着急起来。这个小笨蛋，怎么还找不到本座？也怪本座藏得太隐蔽，难为他了。再这样下去，他大概会恼怒。罢了，就给他点提示吧。于是伸出手拨动起前面的藤萝，故意制造出动静来。帝释迦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帝释迦立刻用神识探查了一番，果然小树林中根本没有了军十月的踪影，他已经回国师府了，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他居然敢！怒气冲冲地回到国师府，耍了本座还敢睡觉。少女缩在那里睡得好香，长长的睫毛像安静的小翅膀一样一动不动地覆盖在眼睑上，怀里还抱着她的枕头。军十月睡着之后就会不自觉地抱住她，而此刻她没在榻上，她却还是习惯性地凑到了她这边，抱不到她的人就抱住了她的枕头。帝释迦的心蓦然一软，军十月的模样让他无法下手了，尤其是他抱着她枕头的姿态，依恋而又楚楚可怜。帝释迦被他萌到了，他只有在熟睡的时候才会将最可爱柔软的一面呈现出来。他不想打破这种爱意满满的场景，垂眸凝视了他一会儿，男人终究还是缓缓放下了轻纱幔，转身去温泉沐浴了。佳佳，男人微微一震，小东西这是梦见他了。他在梦见他的时候露出了这般幸福甜美的笑容。帝释迦立刻就不忍打扰他的好梦了。帝释迦当然不知道，军十月的确梦见了他，梦见他会搓衣板儿。梦里，帝释迦跪在搓衣板上检讨道：“本座不该谋害云千朵，更不该欺负你。本座错了，未来再也不敢了。”起来吧。帝释迦满脸问号。起来？他这是梦见什么了？军十月嘟囔道：“你可以起来了。”什么起来？月儿，你让本座起来是什么意思？说呀。搓衣板。搓衣板？你都跪半天了。帝释迦一脸震惊，这个死女人搞了半天就是梦见她在跪搓衣板，所以她笑得那么开心也是这个原因。男人放在少女腰间的手掌不禁一个用力。啊！帝尊大人，你回来了。梦见什么了？没梦见什么呀。是吗？敢做却不敢承认，这点胆量还妄想让本座跪搓衣板呢？你怎么知道？你说梦话了？是我梦见你，不知道为啥突然就想跪搓衣板。那个场景，说实话我是不太忍心看的，但是你非要那样，我也不敢阻拦。不忍心看，还笑得那么开心？这个我真的不记得了。做梦啊，乱七八糟的，我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反正都是梦，梦见什么都是迫不得已。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梦境，本座的确不该怪你。哼，那你将本座丢下一个人回家呢？难道也是迫不得已？那件事可不能怪我，我想回国师府了，想叫你出来一起走，你却不肯。然后我说你不出来一定会后悔，你还是不肯出来，这我才走的。怎么样，真后悔了吧？我是不是没骗你？男人一言不发，只是俯身压下，慢条斯理地按住她的双手，用缎带捆了起来。让你知错，有种法子更合适，不是吗？你又想……第二天，玉面神医再次悲催的无法出诊了。云千朵收到了小厮送来的消息，说军大总管今天身体不适，要留在府中休息。云千朵听罢忧心忡忡，总感觉君去了国师府之后，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看着他的气色却又很好，就像金星式呀，每天都用雨露浇灌的花木一样，总之很诡异。一晃好几天过去了，西陵使者们也要离开了。他们临行前参加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大周国的欲猎之会。军十月走到云千朵面前：“你怎么样？受伤了吗？”“我没事。”军十月刚才就纳闷，这货怎么一直在稀泥里面坐着？难道只是为了软和吗？现在才明白，八成是扭伤了脚，起不来了。我给你设个结界，你就在这里等我，我去找人把你抬回去。嘿，我这脚也不能白扭啊，得趁着机会捞点好处才行。君，九王爷他们都在林中打猎呢，我想坐在这里高声呼救。你说，如果九王爷听到了，赶过来，发现我受伤了不能动，会发生什么？嗨，当然是将我抱到他的骏马上，亲自带回行宫了。那场景啊，光是想想我就……好，那你加油吧，我就去树上坐着，等着看你们的好戏了。去吧！天哪！救命啊！有没有人在啊？快来看看我呀！我动不了了，热死了！
过了一会儿，还真来人了，但却不是轩辕彻，而是一队在猎场中巡逻的侍卫。云小姐，您是受伤了吗？我们送您回去。住手！那个我没事，你们走吧。嗨，我那就是闹着玩的。哎，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了。侍卫首领无奈，早就听说云家小姐奇葩，此刻不免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他们走后，云千朵又开始扯着嗓子嚎叫。后来又陆陆续续的来了几个人，见到云千朵受伤了，都以为她需要帮助，说要送她回去。云千朵连忙说不用。军师月看在眼中，忍不住嗟叹：啊，九王爷，你到底在哪里吗？你听不到我真诚的呼唤吗？啊，救命！到底有没有听见？我受伤了。伤到哪里了？太子殿下，脚扭了。这回他不敢再说自己没事，戏耍太子爷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男人忽然俯下身，一手揽住他的腰，另一只手穿过他的腿弯，轻而易举地将他抱了起来。军师月在树上看到，忍不住笑了。轩辕墨尘一言不发地将云千朵抱到了他的骏马上。此刻他跟轩辕墨尘骑在同一匹马上，男人温热健硕的胸膛就堪堪贴着他的脊背。轩辕墨尘弹了弹缰绳，带着云千朵回去了。军师月眼看着他们的背影慢悠悠地消失在了林子里，心中莫名的想笑。比起轩辕彻，他其实觉得轩辕墨尘和云千朵更配，这对 CP 他可以磕。现在每隔7天，他都会和军师月一起去东宫给轩辕墨尘施针压毒。面对轩辕墨尘宽衣解带后裸露的身躯，他也能控制住自己，不再流鼻血了。可是如今他离他这么近，马儿的颠簸总会让他或轻或重地碰触到男人。云千朵忍不住就歪歪起来，脑补出太子爷的腹肌和胸肌，以及摸上去的手感，鼻腔里一阵火热。哎呀，感觉到鼻血马上就要喷薄而出，云千朵连忙暗自将灵力凝聚在几处药穴。这个办法还是军师月教他的，可以有效地将鼻血憋回去，同时帮助脸色恢复正常。片刻后，功法生效了，云千朵松了一口气。对于他的一系列变化，轩辕墨尘毫无反应，又似乎是根本没有注意。大皇兄，云千朵的眼睛一下就瞪大了。轩辕彻，哎，九王爷啊，你怎么可以现在才来啊？臣弟的骑射之术一向拙劣，只射到了几只兔子。无妨，欲猎不过是游戏，成果并不重要。皇兄，云小姐这是受伤了，动弹不得，被我在林中捡到的。皇兄，可是如此一来，你就无法狩猎了呀！我刚刚听说八王爷那边已经猎到20几只猎物，这场猎赛文武百官都在，皇兄甘心输给他？不如将云小姐交给我吧，我来送她回去。云千朵一听，立刻激动起来。不必了，老九，我是因事退出比赛，算不得输。至于轩辕傲天，就让他得些风头也无妨。轩辕墨尘带着云千朵回到行宫，军师月照常侍坐在帝释家的跪席旁。臣女见过陛下。你有何要事？陛下，臣女要弹劾一个人，军总管，他根本就不是太监，而是一名女子。你说什么？完了！帝释家喜欢太监，朕却送了一个假货过去。陛下若不信，可以当众验她的身，说她不是女子，臣女愿意以此谢罪。国师大人，这……帝释家眸光阴森幽寒，尤其是听到当众验身4个字，周遭的温度都一下冷了几10度。满朝文武都觉得有寒风过电，心道军总管这回算是玩完了，胆子也真大，一个女子居然敢冒充太监，欺瞒圣灵宫的帝尊，这是嫌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太多余吗？本座的人轮到他人过问。帝尊这话似乎根本就没在意军总管是男是女的，甚至好像还有种袒护之意。对，此乃国师大人的家务之事，国师大人回府后自行定夺就可。国师大人，您是不相信臣女的话吗？这个军总管，她真的是女的，真的是女的。军师月都看得心情复杂，这柳嫣然是真拼啊！只可惜自己是不是女的，这世上没有人比帝释家更清楚了。此女出言不逊，该如何处置？柳嫣然无事生非，妄议国师府大总管，拖下去，杖责40。陛下，臣女所说句句属实啊，请陛下明察，明察。这种处罚轻吗？国师所言极是，此女目无尊卑，满口胡言，祸乱人心，拖下去，打80大板，关进大牢。柳尚书和柳高清双双正中央跪下。陛下，都是老臣无能，管教不好女儿，求陛下可在老臣多年为朝廷鞠躬尽瘁，请对小女从轻发落。
求陛下看，饶过圣明一回。轩辕玉见局势巨变，父皇，儿臣以为不仅是柳嫣然，就连柳尚书父子也该一并打入牢中严加审问。父皇，儿臣昨日才听闻，柳尚书担任户部侍郎多年，我同柳高卿一直暗中贪污粮饷，每年运送至西北边关的粮饷都要经他剥皮，10成中他至少会贪污半成，恳请父皇明察。陛下，老臣对朝廷是担心可召之悦，我王爷他血口喷人，所谓的贪污粮饷都是子虚乌有。有没有？让人去刘府一查抄就知道了。吴王爷，老臣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老臣？你做过的那些事情就不怕别人知道吗？3年前你……父皇休要再听这奸臣胡言乱语，恳请父皇赶紧将他打出牢中，没抄家产，还户部一个清明。够了！本人将柳尚书父子也带下去，关入大牢审讯。究竟贪污了多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陛下，既然柳家父子已然入狱，那小女与柳清高的婚事，取消！殿下，救我！还剩多少板子？回报殿下，刚打了一半，还有40。轩辕傲天拿出一颗药丸，给他个痛快吧。言罢，就头也不回的走了。这药吃下去，立刻就会肝胆爆裂而亡，不用再吊着一口气活受罪。轩辕傲天回府之后，轩辕傲天闭上眼睛，缠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竟是君时月的身影。没错，自从这少女突然来到京城，他就开始步步受阻。轩辕傲天原本没什么兴致，抬眸看了一眼，目光却被其中一个舞姬少女吸引了。乍一看，竟跟君时月有3分相似。轩辕傲天心念涌动，蓦然起身，走到那名舞姬少女面前，伸手挑起她的下颚，让她抬起脸来。轩辕傲天的眸底掠过一抹灼热，突然就将她打横抱了起来。内房中，轩辕傲天将那舞姬少女扔在床榻上。你都不反抗吗？如果换成君时月，一定会反抗的，不可能就这样乖乖就范。能伺候殿下，是奴婢的福分。轩辕傲天这回彻底觉得不像了，想从一个赝品中得到些许凌辱报复他的快意，居然都得不到。滚！国师府，帝释家觉得自己如今的存在感都不及云千朵，那个讨厌的丫头又没能嫁出去，以后啊又要成天缠着月儿了。不许碰我，我对你有心理阴影。还疼吗？让本座帮你治愈。留在我身体上的伤痕，你动动手指就能抹除，可是心理上的呢？你知道你那天的行为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多大伤害吗？哎，可是月儿，你当时也很享受，你还求着本座。住口！我那都是被逼无奈，苦中作乐。我现在看到你就浑身害怕，你伤害了我，还想一笑而过，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哎，那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本座？这个可难说了，你得让我再仔细好好想几天。你也来帮本座一次，总可以了吧？本座将欠了你什么都原样还给你，若是你捆的，本座绝不挣脱。一整夜都不挣脱吗？你确定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挣脱？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动作粗暴的用缎带捆住了他的双手。帝尊大人正暗戳戳的想好事儿。好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躺着吧，一整夜都不许挣脱啊！我回自己房间去睡了。帝释家生气，居然不是为了跟他玩花样睡，而是想耍花招，将他一个人扔在这里独守空房。的一声，紧接着帝释家已经走到了面前，用力禁锢住他的腰肢。你刚刚可是亲口说了，你说你绝对不挣脱的，那这是什么啊？因为本座突然想起一件事，得先处理好，才能陪你玩捆绑。什么事？今日在行宫有人弹劾你，说你不是太监，还想给你当众验身。是啊，然后不是被拖出去处死了吗？但现在想来，他的话也未尝没有道理。既然众人都质疑你之性别，本座的确该给你验验身。帝尊大人，你真的不是在逗我吗？我天天跟你睡在一起，我是什么性别，你难道不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本座只知道自己睡过一个小东西，从此就上了瘾，却不曾留意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本座今晚会好好留意一下。就被男人顺势按在旁边的墙壁上，狂野的吻随之落下，将他侵占、淹没、吞噬。窗外的雨淅沥沥、哗啦啦的下了一夜，庭院中的花朵都被风雨摧残，从枝头零落。君时月哭了，他被帝释家反复验身，从上到下里里外外的都验了好几遍，几度持干抹净后，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帝释家将他抱到温泉池，他生气的样子让帝释家觉得好笑。还在生气啊？莫不是本座方才没能伺候好你？帝释家，你有完没完？
自己说话不算话，还来笑话我。君时月没注意，还在愤愤地与他对峙，那模样看上去莫名的呆萌可欺。帝释迦失笑，突然就将他扯过来，强行亲吻。君时月心中有句脏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索性放弃治疗了，也不再挣扎了，只是稀里糊涂地反省自己到底是怎么落入到这色魔手中的。追溯到最早的起始，是他有错在先，人家好好的坐在神坛上渡劫，他却不要命的跑去打扰，然后就被他缠上了。后来不记得是哪一晚，他在恋爱缠绵中咬着君时月的耳朵，语气销魂蚀骨：“宝贝，你睡了本座一次，就得还本座一辈子欢愉。”那时候他就知道了，他是不可能放过他的，并且将一切做得堂而皇之，理所当然。唉，佳佳，你说我是不是自作孽不可活？别乱想，现在身也厌了，等下回寝房，本座就自负双手，这次保证不再挣脱。君时月试着动了动，发现自己被他禁锢得紧紧的。不行，你赶紧放我出去！你这样，我想动一下都费劲儿。动不了也好，免得你睡着之后，总要在本座身上乱摸。有一次，你还把手伸进本座的锦衣里，四处占便宜。本座宠你，就都由着你乱来。垂眸看着男人束着缎带的手腕，突然觉得应该被捆绑的其实是他自己，免得他睡着之后又稀里糊涂的耍流氓。第二天就传出消息，柳尚书父子在狱中畏罪自尽，一代贪官就这么陨落了，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八王府，轩辕玉这个缩头乌龟，这是不敢亲自来见他了，所以就把老婆推出来。五皇嫂，柳尚书是你们做掉的？是，柳尚书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为人又不可靠，妾身和五王爷担心他会连累更多的人，才提前下手。柳尚书可有得罪过五皇兄？没有。那你们为何落井下石，害他入狱？殿下有所不知，妾身和五王爷都是被那君时月胁迫，不得已而为之啊。那个贱人手里捏着五王爷的把柄，逼迫我们对付柳尚书。妾身和五王爷商量之后，觉得柳尚书为人贪婪卑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顺势除掉他也好，免得未来惹出更多麻烦，这才擅自动了手。只求殿下理解我们的难处和苦心。就只有这等说辞？五皇嫂，你觉得本王能相信你们吗？相较之下，本王更愿意相信你们是太子派来的奸细。殿下，妾身和五王爷真的不是奸细，妾身今日来就是想要将功折罪的。妾身这里有一条妙计，可以帮助殿下除掉太子。轩辕傲天面不改色，只是唇角的笑容更讥讽了。上一次军师雅来献计刺杀军时月，结果害他损失掉鬼狼。哼，说来听听。昨日陛下头风发作，听闻这次十分严重。妾身已经买通了陛下最信任的刘太医，可以让他告诉陛下，想根治这头风，必须有寒光草做药引。而据说那寒光草只生长在不周山的轩辕古祠中。轩辕傲天眸光一动，轩辕氏祖先曾有遗训，唯有皇上或储君才有资格进入古祠，所以这寒光草就只能太子亲自去采了。不周山是天下5大绝境之首，山中无法使用灵力，纵有再高的修为，也都形同虚设。国师府，军时月睡意朦胧地睁开眼睛，缎带依然绑在手上。心疼了？请松手，我今天还得和云千朵去东宫给太子爷治病呢。记住，你这一生都得跟本座在一起，以后还要给本座生孩子。军时月小心肝颤了一颤，帝释迦还不知道，他有了灵根之后，就偷偷修炼了一门避子之法。他现在一心搞事情，并不想生宝宝。帝尊大人，你会喜欢孩子？不怎么喜欢，但你生的除外。那如果有一天我真生了你的孩子，你会好好照顾他吗？自然。若你生的是女儿，长得像你，本座就把星星和月亮摘下来送给她。那如果是儿子呢？那就交给辉夜，跟血皇神兽一起养就好。男孩子本就不该娇生惯养，当然，本座也会教他修行，让他长大后能够主宰一切，然后像本座一样，得到心爱的女人。军时月默默地叹了口气，唉，我还是继续坚持修炼避子大法吧，反正绝不能给帝释迦生孩子。军时月洗漱就跟云千朵一同去了东宫。君君，你不知道，我昨晚做梦都是太子殿下，被他带去了东宫，走进咱们给他施针的那个书房，然后他就把我给睡了。那个书房内堂里不是有一张软榻吗？他就是在那张软榻上睡的我。我的天哪！等下进了书房，我该怎么面对那张软榻呀？我看到他肯定就会想起那些。没事没事，你那都是做梦，根本就不是真的。约莫半个时辰，轩辕墨尘回来了。太子殿下，
伤好些了？已经没事了。君姑娘，看殿下的神色，是方才在皇上那里遇到了什么难题？果然瞒不过君姑娘的眼睛。有太医给父皇献计，说生于不周山中的寒光草可以治好父皇的头疼顽疾。父皇让我考虑，说若是我不愿去，便让八皇帝去。殿下，这不周山您的确应该去。为何这样说？听闻不周山的地之峰其实是一座火山，冰川下埋藏着上古熔岩，由此形成了一片火山湖。殿下只要在湖中沐浴一个昼夜，以湖水中的炙热地气洗灌经脉，体内的寒毒自会消解了。多谢君姑娘指点。那能不能捎上我？我也想去不周山逛逛。那我也要去，不然你们都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在京城里，我会无聊到上吊的。不然你们都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在京城里，我会无聊到上吊的。你们两个以为不周山是什么好地方？早年曾有传说，说不周山的天之峰上有一扇门，只要打开它，就可以得到人想要的一切，财富、修为，甚至是永生。于是就有人去冒险去寻，结果十有八九都死在了里面。无妨，我就是想去寻几块天之峰的万年冰块。国师大人允许你去吗？这个，军师月回到国师府，跟帝释迦一说，好，本座陪你一起去。夏家，不周山很危险的，而你身份尊贵，既是圣灵宫之主，又是大周国师，怎么能以身犯险呢？正因为不周山凶险，本座才不能放你一个人去。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云千朵、太子殿下和很多御林军，他们都没什么用，保护不好你，只有本座才能将你照顾得好好的。你根本离不开本座。请问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啊？哼，不周山里无法使用灵力，到时候帝尊大人，你这一时逆天的修为可就没啥意义了。不怕我借机欺负你吗？玉儿，你想怎么欺负本座呢？像本座欺负你那样吗？次日一早，军总管英姿勃勃地骑着一匹骏马，国师大人则照例乘坐车驾。军师爷那个死女人就不能安分点儿？国师府养尊处优的日子不香吗？为什么非要去不周山？你说是不是？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军师月和云千朵都抱着旅游的心态，心情特别好，骑马跑在最前面。军师月想起一首歌，就交给云千朵唱，云千朵很快就学会了，放开喉咙跟着唱了起来。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军师月正骑在马上，跟云千朵嘻嘻哈哈。军总管，国师大人有事找您，要您去他的车驾里。军师月翻了个大大的白眼，那家伙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肯定是一个人觉得闷了，就想折腾他，一向如此。朵朵，我先回去看看国师。哦，好的。非得等他传唤才敢来，对他一点都不上心。国师大人，你找我有事？你给本座剥葡萄吃。容我先问一句，帝尊，您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手去剥呢？巨世家懒懒的，有你这个大总管贴身伺候，本座何须自己动手？唉，我看你就是太无聊了，才想跟我找茬。哼，你既然知道本座无聊，就该想方设法哄本座开心。哟，我的佳佳，你别忘了，这里是不周山，在这里根本没有灵力差距，我们是平等的。你再跟我作威作福，小心我打你哦！你敢？他的敢字刚出口，军师月伸手就抄起角落里的鸡毛掸子，毫不犹豫地招呼在他身上。帝尊大人始料未及，有些震惊，一时就没有躲开，就坐在那里挨打。疼不疼？舒服吗？想不想我再快点？帝释迦穿着薄裘，军师月力气又不大，倒是没有很疼，但是感到非常非常的耻辱。他居然真的敢打他，而且说的都是什么荒唐话哎！军师月沉浸在反攻的快意里，一边打一边邪恶的笑道：“怎么样，受不了了吧？要是受不了了，就赶紧求我呀！求我，我就饶了你。”帝尊大人的太阳穴突突的跳着，好在此景没有别人看到，不然他圣灵宫帝尊的面子该往哪里放啊？尊主，太子说要在此地插营整修。我勒个去！我看见了什么？君姑娘居然在家暴尊主！天哪！那个死女人竟然敢打帝释迦，不要命了吗？那我就先告退了，你们快继续。君姑娘，这鸡毛掸子有点小吧？要不我给你找个笤帚？伯爷，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郡主，属下什么都没有说，属下告退，告退。然后就看到马车剧烈的摇晃了几下，里面传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然后又恢复死一般的平静。马车里，军师月像翻白的鲤鱼一样绝望地躺在男人怀里，动弹不得。原以为不能使用灵力，他跟帝尊就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了。然而事实却是，他刚刚跟帝释迦过了2招，想要去点他的穴位，结果非但没有点成，反而被他轻而易举的反手就点了穴，现在完全动不了了。一手凉凉送给自己。那个佳佳啊，我刚刚把你打疼了吧？要不你把我的穴道解开，我给你揉一揉。玉儿，你就仗着本座喜欢你，就敢为非作歹？过后，夜空中开始飘落雪花，整片雪原重新归于安宁，天地静谧。军师月和帝释迦站在皑皑白雪上，可以遥望到众人方才安营扎寨之处，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空空荡荡，所有的车马人都被这场灾难彻底抹除，消失得了无痕迹。佳佳，你后悔跟我来不周山吗？唉，咱们现在什么吃的用的都没有，还得在雪地里露营。你一向金尊玉贵的，能吃得了这种苦不？你未免太小瞧本座了。何须露宿？就算你想在这雪地里与本座欢好，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帝释迦还没被大风刮走啊？倏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道鸟鸣，9色鸟滑翔而来，在他们头顶轻力的旋转，似是要给他们引路。走吧。帝释迦握住了军师月的手，说道：“随他去看看。”2个人跟着9色鸟走了大约1刻钟，就来到了一片有物资的地方。雪地上有一辆马车的残骸，周围散落着好几个大箱子，里面有火折、炭盆、棉袄、被褥，不远处还有一个塌了的帐篷。太好了！另一边，风暴终于过去，云千朵劫后余生的张开眼睛，就撞入太子爷深邃的眼眸，居然被太子爷压在身下，不，严格来说是护在身下。刚刚龙卷风来袭，轩辕墨尘就抱着他滚到这块巨石的后面，将他的脑袋按在胸口上，用身躯挡住了飞溅而来的狂风暴雪。君君，你在哪里啊？你没事吧？不周山那么大，你找不到他的。那他遇到危险怎么办啊？他跟国师在一起，不会有危险。但我觉得国师本身就很危险。你大可放心，国师不会伤害他，至少现在不会。啊？真的吗？当然。去那边吧，找个山洞生火过夜，明日再启程。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避风的山洞，不到半个时辰，就在洞内搭好了一个简易的床榻。等下你就睡在这里吧。那你呢？我坐在火堆旁边就好。云千朵瞄着那张野生床榻，有些疑惑了。太子爷真的是想让他一个人睡床，他则坐着过一夜吗？那为什么他搭的是一张双人床？太子殿下，要不等会儿你也睡床上吧，反正还有地方。不必了，你是小姑娘，倘若被别人看到与男子同榻，会损了你的清誉。可是这里也没有别人啊。没关系，这件事情你不说我不说，就没人会知道的。好吧。啊！云千朵的大脑有点宕机，隐隐觉得太子爷其实就是打算要跟他一起睡的，不然就给他搭个单人床就好了，还能省下一些功夫，何必搭个双人的呀？轩辕墨尘脸色平淡，看起来一点情绪也没有，也没再跟他说话。屋子上了床，血液寂寂，他能听到男人的呼吸声，清浅而沉稳，还有他自己的心跳，砰砰砰的，像是要跳出腔子。想着想着，鼻子里又是一股热流。云千朵腾的一下坐了起来。不周山里不能用灵力，他就无法再控制住自己的鼻血。出什么事了？没事，我鼻子出血了。慌乱的寻找手帕，有一样东西也不慎一起被带了出来。这是我丢失的玉佩，怎么会在你这里？这个，殿下千万别误会啊！这个玉佩是我在大街上捡到的，捡到的。然后呢，我觉得它挺好看，就留着了。没想到竟然是殿下的东西，万万没想到啊！这玉佩是我母后命人雕琢的，算是她的遗物。这块玉佩你既然已经保管了这么久，那就继续保管下去吧。那有保管费吗？云千朵的想法很简单，当初将玉佩贴身藏着是将它占为己有了，现在主人已经认了回去，东西却还要放在他这里，总得捞点好处吧。你想要多少？多少都行，给点就行。好，那待我想好了价格，会给你的。不周山边界，辉夜和血皇神兽终于被龙卷风抛下了。喂，狗子，你没事吧？
小灰灰都怪你，都怪你那尊主荒淫无度，就不能管管自己的女人啊？就任由她任性，她要来不周山就让她来，害得老子无辜受累，跟着一起遭罪。老子的命好苦啊！没事，尊主已经挨打了，此生能看到那一幕，我觉得人间值了。哎呀，薛姑娘真是了不起啊，又拿下了一项很逆天的成就。哎，你说的下一步会是啥？能不能成功的让尊主跪姿催把？你怎么老盼着你尊主受欺负呀？他受欺负对你能有啥好处？那现在咱们两个怎么办？去哪儿啊？尊主带着薛姑娘去逛二人世界了，想必也不愿意看见咱俩就先回国师府吧。一根冷箭从林中射出，史家拉着军十月飞身而起，两个人的身形都宛如惊鸿，一个转圈就躲过了那根箭。下一秒，有20名黑衣人从树林里飞跃而出，手中刀枪剑戟冲着他们扑杀而来。大群架了没灵气用，你怕不？帝释迦嗤笑了一声，纵然不用灵力，这些人又何尝是他的对手？眨眼间满地是血，最后只剩下杀手头目身受重伤跪在地上。谁让你们来行刺的？我们的目标不是你们，但被你们发现了，就只能杀人灭口。你们的目标是太子殿下，你倒不怕死，算条汉子。那我今日便饶你一命，你走吧。不用跟我装好人，你杀了我那么多兄弟，就算放了我一命，我也不会领你们的情。恰恰相反，我要是活着，还会想尽办法杀了你们，给我的兄弟们报仇。好啊，只要你有那个本事。这位是我夫君轩辕玉，想报仇的话，尽管来我们武王府，放火投毒都可以，我们随时奉陪。好，那你们可别后悔。两人一路行至山顶，远处果然出现有一片破败的石城遗迹，正是传说中的轩辕氏古祠。5000年了，竟还有人记得这里。地面竟轰隆隆地向上升起，露出了一只山岳般的大龟。这不是龟，而是一只巨鳌。是你在说话？不然，这里还有别人吗？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君十月。君十月，你是轩辕氏的后人，你应该姓轩辕才对，为何叫君十月？你说什么？我说，你是轩辕氏的后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的名字该冠以轩辕二字。我是轩辕家的人，你是如何看出来的？我本是你祖先的契约兽，他的子孙后代，我当然一眼就认得出来。如此说来，原主的身世居然是大周皇室之人，会是那明妃的女儿吗？那个被认为是祸国妖怪，一出生就被拿去祭天的女婴？那16年前她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怎么，你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我应该恭喜你，你出身尊贵，是大周皇室。如果运气好，还说不定还是个公主。外一边，黄昏时，两人终于登上了山顶，眼前是一片巨大的天湖。我要去湖里沐浴解毒，12个时辰内不能动。你要是饿了，就自己烤鸡吃。云千朵点了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天哪，太子爷马上就要脱光光了！看到太子殿下已经坐在了湖水里，只露出了宽厚的肩膀，云千朵松了口气，却又暗暗的有点失望。殿下此番沐浴，露的还没失真的时候多呢，失真时好歹还露了整个脊背。空中突然飞来了一只雄鹰。站住！不许跑！把殿下的线裤还给我！湖水里的轩辕墨尘闻言，眼皮跳了跳。你看这外裤，布料和那线裤是一模一样的，却又比它大了很多。这里外的袍子就更不用说了，质量更好。你用一条线裤就能换到这么多衣服，你多划算啊！湖水里的轩辕墨尘紧紧地攥着手指。云千朵啊，云千朵，即使没有线裤，他穿好其他衣袍也无大碍。但若是没了其他的衣袍，这是要让他只穿一条线裤出去吗？老鹰觉得很划算，于是飞下来和云千朵交易。他接近的时候，云千朵瞅准了时机，猛地扔下怀中衣物，伸手就揪住了线裤的一角。你这只大笨鸟，真以为我傻到要用这么多衣服跟你换线裤啊？我那都是骗你的，你上当了！老鹰大怒：“哎呀，死老鹰，你放开！”呼楞楞的声音在空中响起，轩辕墨尘听在耳中，额头在跳。他听见云千朵和老鹰在抢夺他的线裤，在那里扑腾着叫骂着，然后就是一声让人心痛的布料被撕裂的声音。轩辕墨尘的嘴角狠狠抽了抽，他的线裤料想不是被撕成了开裆裤，就是干脆已经变成了两半。轩辕墨尘一向定力惊人，此刻便继续咬紧牙关，克制住回头的冲动。为了解除寒毒，他不能轻功，甚至不能说话，就只能静静地坐着。
坐着听着身后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声响。另外一边，军师月和帝释迦告别了巨鳌，一路上军师月都有些心不在焉，脑海里一直在回荡着巨鳌的话：“你是轩辕氏的后人，大周皇族。”其实只要找到当年那个白袍恩公，所有的真相就会一并浮出水面。然而他来京城这么久了，始终没有那个人的消息。他的姿容事迹，无论是16年前还是现在，似乎都无人听闻。月儿，你的身世，本座会帮你查清，是谁害你流落在外，本座都替你收拾。天下午就登上了天之峰的峰顶，真美，我想要亲亲抱抱举高高。帝释迦举着他，一开始还转得很慢，到后面就生出了戏耍他的心思，越转越快。军师月尖叫起来，只见周围的冰川雪山都在视野里飞速旋转。放我下来，下来！家家求你了，夫君，老公！男人的身躯顺势就附了上来，将他压在身下。他的吻狂肆悱恻，让人堕落，仿佛能将他连同着千古冰山都一起燃烧、融化了，彻底吃掉。什么时候还想来不周山？本座陪你。我并不想再来。帝释迦柔声说：“好，那就回家。”另外一边，一个昼夜很快过去了，轩辕墨尘终于攻城。云千朵，殿下，你怎么样了？毒已经解了，我现在就可以出去了。云千朵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要出来穿衣服了，连忙很有礼貌地背过身去，非礼勿视。他听见男人从水中站了起来，他只看过太子爷的后背，却从来没有看过正面，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然后猛然地回过头。云千朵的目光像是探照灯一样，在男人身上激动地扫荡着，最后毫无悬念地停留在了最关键的地方。看够了吗？还没有，不对，够了，看够了。说着就再次转过头去。云千朵，轩辕墨尘突然开口：“你看了本宫的身子，得对本宫负责。”啊，太子爷，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能白给你看啊！啊，你想让我给你多少钱啊？轩辕墨尘无语了，下一秒，完全出乎他意料的，男人的大掌猝不及防地扣住了他的后脑勺，薄唇顺势就吻住了他。这回轮到云千朵惊呆了，他竟然被亲了。云千朵完全石化了，这是真的吗？太子爷怎么会突然强吻他，连句招呼都不打呀？这可是他的初吻啊！他的心里一片兵荒马乱，男人的舌尖却已经扣开了他的齿关，云千朵几乎傻掉了。这第一回就来这么刺激的吗？能不能给我一点适应的过程啊？我还是个孩子呀！不管了，先亲完再说吧。云千朵激动地闭上了眼睛，良久，轩辕墨尘终于放开了他。抱歉，是我忘形了。云千朵的心猛地一跳，其实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情境中解脱出来，初吻就这样不翼而飞，他慌得不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底却又莫名的开心，就好像是烟花爆炸一样。你为什么亲我啊？男人想亲女人，需要理由吗？但是嘛，能亲你一回，我也不亏。云千朵摸摸自己的嘴巴，意外解锁了一项新技能，开心。次日一早就出发去了人之峰，巨鳌再次轰隆隆的出现了。哇，好大的王八！叫我巨鳌。要说你们轩辕家的人不来，就几千年没人来；要来，就接二连三的来。前辈何出此言？昨天有个女孩，也是你们轩辕家的，也来了这里。她长得什么样子？她说她叫军师月，她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知道她是大周皇室的后代。啊？什么？君是皇族之人？是啊，只要是轩辕氏的后代，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她一定是明妃的女儿。第一次见到军师月，轩辕墨尘的心中就生出了这种怀疑。你说君是明妃娘娘的女儿，那她岂不是你的妹妹了？轩辕墨尘黯然笑了笑，若真是这样，该有多好。云千朵一脸惊喜，如果君真是大周公主，那就再也没人敢嘲笑她是乡下来的，或许连国师大人都会对她刮目相看。你要进古祠吗？虽然里面没啥好东西，昨天那个轩辕军师月就进来逛了一圈。不是只有大周君王？没那些说道，只要是轩辕氏的子孙就可以进来。至于这个臭丫头，本鳌才不要让你进来参观，上来就叫人家王八，讨厌。好，那就多谢前辈了。
当天，军师月和帝尊大人就施展神行之术，风驰电掣地回了国师府。帝尊大人，辛苦了，辛苦了！你看我说我帮你分担一部分，你还不同意，非得要一个人背上所有，让我心里怪不好意思的。帝释迦冷漠地瞥了他一眼，帮本座分担？你有说过这种话？你分明是一直默认了全部让本座一个人背着的。哼，不必，本座没打算白白处理，先去沐浴，然后再向你讨要酬劳。男人抱住她的腰肢，一路吻着她，将她丢到床榻上。那种疾风骤雨般的暴力，也太美。军师月被催。天将明时，宝贝，你记着，本座对你的爱意永不改变。帝尊大人将她搂在怀里，声音低缓温柔，如一壶醉人的美酒。以后还打本座吗？不打了，再也不打了。乖。2天后，太子殿下也回了京城，带回了寒光草。忠孝之心，百官赞叹。奥王府里，这就是你们想出的主意。军师雅和轩辕玉一脸苦闷，分明是你雇佣的杀手太菜没能在不周山杀死太子，让他活着回来了。但是这种话他们也不敢说出来。殿下放心，太子只是一时风光，后面就有他尴尬的。当初我们买通王太医，告诉陛下寒光草可以治疗他的头风，但事实上寒光草根本就无法治病，太子这一趟算是白跑了。那王太医呢？已经派人做掉了。太子回京的那一刻，就是他的死期。辛苦皇嫂，考虑的这般周全。为殿下出力都是应该的，应该的。离开奥王府，轩辕玉的脸色立刻就臭了，一上车就开始骂：轩辕傲天那个混蛋，动不动就跟我甩脸子。要让王府，还是你自己去吧，我是不去了。军师雅也很难受，他们现在就像是蜂箱里的老鼠，为了生存，只能再回头讨好轩辕傲天，受气是难免的。轩辕玉还在抱怨：那个轩辕傲天自己就是个废物，不周山里连灵力都不能用，居然还杀不死一个太子，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来的杀手，简直一点用都没有，废人。二人悻悻而归，本就郁闷至极，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夜竟有人潜入王府放火。那个人黑衣蒙面，正是不周山中幸存的那个杀手头目。进了王府，二话不说，扬手就是10个霹雳丸。砰砰一连串喜庆的爆炸声之后，王府里火光四起，比过年还热闹。轩辕玉、军师雅，你们杀了我那么多兄弟，要让你们偿命！杀手头目站在屋顶大笑：我说过，你们留我一命，我也不会领情，报仇那是必须的。眨眼间，王府里就是一片哭爹喊娘。只有你一个人？是啊，君今天有事不能来，就只有我自己。这位墨尘突然出手，一把将他拽了过来，一个翻身就狠狠地压在了软榻上。很久很久，暴风雨过去之后，云千朵心中五味陈杂。他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太子爷突然这样对他，肯定是因为遭到了别人算计。轩辕墨尘已经为他清理干净。还疼吗？云千朵傻掉了，整个人被某种又苦又甜的滋味淹没了。朵朵，我会娶你。不用了，你不用娶我，我也不能嫁给你。为什么？你已经是我的人了，除了我，谁也不能娶你。但你以后当了皇上，还会娶一大堆女人，我不想参加宫斗。今天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也不会到处乱说的，我保证除了君不告诉任何人。嫁给我，我为你做那史书之上的例外之人。你跟我成亲，未来你就是大周皇后，我把国库的钥匙交给你，还每天跟你一起睡。云千朵没有搭话，这2项诱惑都是她最抵挡不了的，金钱和美色，这太杀她了。那好啊，可以啊。好傻的丫头，国库都是户部管辖，根本就没有钥匙。轩辕墨尘又哄骗了云千朵一会儿，就派人将她送回御史府。10年前的那一天，皇宫举行大宴，小女孩只有5、6岁的模样。大哥哥，你缺媳妇儿吗？嘿，你长得真好看，你要是缺媳妇儿，那我给你当媳妇儿呗。不行，你太小了。我会长大呀，我叫云千朵，等我长大了，你就拿着这个手串来找我，我就给你当媳妇儿。轩辕墨尘攥着掌心的珍珠手链，众人都不懂他为何迟迟不娶太子妃，却不知道那个位置早在10年前就已经被人预定了。
他要娶云千朵当媳妇儿，他原本打算再等一等，至少等到朝中局势稳定。而若他在皇位争夺中化成劫灰，那么这个秘密就将随他的尸骨一起埋葬，谁也不会知晓。可是现在不能等了。佳佳，军十月一个箭步窜过去，扑进他怀里。宝贝儿，我们成亲吧。那一刻，军十月的心脏骤停。我们成亲吧，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情话了。行，成亲。众人都惊呆了。魔尊，你人设崩了呀！你原本该是天下霸主，可现在你却变成了妻奴了。佳佳，魔咒已经解了，血皇怎么还没变回来？帝释迦拥淡的道。此咒解开后，他还需修炼1000年，方能化成人形。血皇神兽闻言差点哭死。这么说来，他还得当1000年的狗啊！辉夜撸着他的毛，安慰道：“没事没事啊，本来就是狗，再当1000年又如何啊？我会一直照顾你的。”小灰灰对我最好了。大婚当日，红妆千里，